喝风骂雨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三罗二。南无的藏金刚佛口。损人利己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的往二。南无的藏金刚佛口。谋生亡国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三煞二。南无的藏金刚佛口。诽谤佛法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白羊二。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不敬师长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冰雹二。南无的藏金刚佛口。心灭忠良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克行二。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为富不仁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八难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七五善良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饥荒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被缢逆轮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恶魔为。南无大愿金刚佛口。拜解汝宗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血池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必善扬恶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男女201。南无大愿金刚佛口。不慕宗亲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恨死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抗为上令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舔气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操邪庄正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离散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杀生害命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贫穷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不惜自止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六害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左道害人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车伤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不合乡里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土煞二。南无大愿金刚佛口。贩卖邪书罪消灭。愿解三奇普度杀害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奸淫妇女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妇怜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欺哄父兄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斗枕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劳民伤财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欺伤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恩将仇报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灾疫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听父非言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干戈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明污如林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迦盆二。南无华山金刚佛口。隐吞有物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一切恶。南无华山金刚佛口。乘风劫船罪消灭。愿解白羊普度刀兵恶。南无华山金刚佛口。念旧报怨罪消灭。
愿解白杨普渡寒洞2。南无华山金刚佛，口枉道训财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火煞2。南无华山金刚佛，口卖女为娼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白虎2。南无华山金刚佛，口奸贪诡谲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本命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造药堕胎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鬼虫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爱物谋害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农伤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纵眼淫戏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自消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为师妇人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凶心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欺人害人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石魔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地理误人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家居20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烧毁人房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木煞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贪心妄救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沉船203。南无明王金刚佛，口忤逆夫婿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瘟疫204。南无明王金刚佛，口兄弟争田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虫蛇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被恩妻主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丧服2。南无明王金刚佛，口居丧被礼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业障2。南无藏王金刚佛，口行医务事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夫妻2。南无藏王金刚佛，口对日变逆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冤业2。南无藏王金刚佛，口驱逐赘婿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天狗2。南无藏王金刚佛，口卖妻卖子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水煞2。南无藏王金刚佛，口被施恩情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身疮2。南无普渡金刚佛，口贪念刻薄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现在2。南无普渡金刚佛，口裸体日中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金煞2。南无普渡金刚佛，口施方不救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出真205。南无普渡金刚佛，口明瞒暗骗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圆成2。南无普渡金刚佛，口贪功祖善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口舌2。南无帝王金刚佛，口训财灭义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的业2。南无帝王金刚佛，口治民施礼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6清2。南无帝王金刚佛，
口系清无理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三师二。南无帝王金刚佛。口越为谋正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山川二。南无帝王金刚佛。口逞强欺弱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42。南无三宝金刚佛。口唆弄是非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8劫2。南无三宝金刚佛。口为施教法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5鬼2。南无三宝金刚佛。口报害亲友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无缘2。南无圣真金刚佛。口贪财害人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太岁2。南无圣真金刚佛。口谢尽天机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婚煞2。南无圣真金刚佛。口骨肉不顾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黑暗2。南无智王金刚佛。口以药毒于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溺水2。南无智王金刚佛。口放火烧灵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鬼煞2。南无智王金刚佛。口邪法运财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绝世2。南无鬼王金刚佛。口侠族夺尊罪消灭。愿解白杨普渡傀儡2。南无鬼王金刚佛。口信邪败德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战难2。南无鬼王金刚佛。口谢职被解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登山206。南无愿王金刚佛。口卖国通奸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灭族2。南无愿王金刚佛。口为恶偏僻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风霜2。南无愿王金刚佛。口假人假义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草木2。南无的藏菩萨佛。口造谤非语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手术2。南无的藏菩萨佛。口谈是非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花柳2。南无的藏菩萨佛。口伪造大道罪消灭。愿解三曹普渡年年2。01对己必善扬恶，自我改进；对人必恶扬善，社会和谐。02地理及风水。03贪心妄就原作以妻为妾。04一原文作，并自顶，黄自抵。05施方不救急赠衣，无本邪现小善，不施药，复资邪现大善。06谢职被解原作被主受欧。完经赞。佛慈广大感应无差。济光三昧通河沙。愿不离家耶。降福其家。金地永莲花。南无清凉的菩萨摩诃萨三称。回家家家 Z11 8地藏王菩萨降。
天运乙丑年农历6月7日、24日7月1985，拔。为自古至今，圣贤教人，皆以修身向善为本，历代人人君子，无不以为善最乐，德赞乡里，扬名显亲，垂世千古，名标史上，万古流芳。反是不安身乐命者，恨天地造化之不公，恨仙佛之不灵，欺善人之庄严，弃伦常于不顾，不守本分，恶事乱行人道，自灭其身，遗留臭名万代。人生基于为善为恶而治盖棺而定论，分别论明矣。帝藏王指玄录之著作，乃系老母慈悯众生九堕红尘，贪嗔痴三毒，迷雾造业多端，造成道德不古沦落，社会问题不断产生，为匡正世道，普度众生之大愿，特准泄露地狱之明律，以警示人行善积善，行功立德。相信凡有慈悲写信之人，见此天书，勿轻视之，阅者宜存静心，洁身自爱，使读中详，则可教化家庭，有益儿孙，更可规劝他人，普利国家社会，前程求之，必润身心，人人向善道，赐福无量也。最后，吾也愿祝众生个个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愿，作书之结语。明府教主地藏王菩萨仅拔于高雄灵隐慈善堂。加 Z22 Z22 的藏菩萨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地藏王指玄录完，斜线回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林凤指著作林目录大角图下载全书525x execute 斜线150千位元组。脚印赏律佛指序文圣直梵力释基祝贺恭贺。525b HTML。第一章的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第二章菩萨教佛法，念佛往西天。第三章念佛愿力大，修行悟如来。第四章禅释一点通，深入智慧海。第五章佛在心中留，禅法即是道。第六章正法禅中悟，执着即是惑。525c HTML。第七章佛法度缘人，开悟即正觉。第八章道即佛三宝，迷惑指禅悟。第九章净慧开悟论，智慧由心生。第10章本愿经中说，圆满种福田。回向九华山传奇的藏无萨应身事迹。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 Dekan Wang Pusa Shan Kgou 奉旨著作 CC 前言时间1990地点启示中国安徽省青阳县九华山百岁宫万年寺
地点服务台湾南屏山圣真天佛院斜线台湾高雄天台山灵隐寺住持。访客的藏菩萨。闭关净慧法师。插图略去。原产原书没有留下地址，台湾省南屏山圣真天佛院。自产本文翻版自流通赠经处。1. 报道堂，香港英皇道456号17楼。2. 中和善坛，香港荃湾德士古道39号6楼 B 座。3. 仁丰洞，香港荃湾众安街110号3楼。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做网页，不用声明出处。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一体字或近义字。术语、邮寄内文有关洋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转化 Doc WordPad /Office 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A. 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 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 S. 是 Y. 乱码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变件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附图 P525 大角地藏王脚印图。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 JBK 容量 100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0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25A HTML 0A0 脚印附图大角地藏王脚印图 0A1 赏绿 0A2 佛指 0A3 序文 0A4 圣旨 0A5 梵例 0A6 事迹 0A7 祝贺 0A8 恭贺525B HTML 001第一章的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002第二章菩萨教佛法念佛往西天003第三章念佛愿力大修行悟如来004第四章禅释一点通深入智慧海005第五章佛在心中留禅法即是道006第六章正法禅中悟执着即是惑525C HTML 007第七章佛法度缘人开悟即正觉008第八章道即佛三宝迷惑止禅悟009第九章净慧开悟论智慧由心生
010第10章，本愿经中说，圆满种福田。525 AHTML 0C 一回向。0C29 华山传奇的藏无萨应身事迹。加 N1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N2 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N3 修改。N4 转赠。加注印本书大德方明录略去。加 0A0 脚印。增录地藏王出游脚印，取自圣德杂志232期。台湾台中市北屯区青岛路4段39之1号。电话04-234-1617，有繁体书本邮赠。01前言地藏王菩萨之广大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相信都耳熟能详，却鲜少有人知道地藏王菩萨之圣号，其名义是只能含藏一切，如大地之无量。如果心地不能广藏，即变成了地狱苦。心地若能藏纳无量，即是菩萨。因此敬拜地藏王菩萨，就要时时供学仪的心量。大乘金刚经曾说，心是一切罪福种子，因此心能成天堂，也能作地狱，全系乎于心地之变化。所以学佛者当广发慈心，利润有缘，若不识本心，则学法无益。02以下是一篇真实报道。030家佛堂约于年前突见大脚印，竟与菩萨生前所留鞋帽吻合，莫非真的神仙到此一游。04住在台湾台中县潭子乡新田村中心路的林姓夫妇。05年前1994在家中佛堂发现脚印，脚印超乎常人，长约1尺6寸，相当于50公分。脚印从何而来，让林姓夫妇百思不解。06直至最近前往大陆安徽省九华山朝圣，参观地藏王菩萨生前所穿鞋帽，发现家中脚印竟与地藏王菩萨相互吻合，大感不可思议。07林姓夫妇是亲至孝，因母亲身体羸弱，常年卧床，二夫妻为求母亲早日健康，一向诚心礼佛。08并在家中佛堂供奉地藏王菩萨，每日早晚2刻均唱读地藏王菩萨经，并将念经的功德回向母亲，祈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多病的母亲康复。多年来始终如一日，不曾稍减敬佛之意。09年前1994，在天快亮时分，二夫妇在快醒未醒之际，忽觉听到丝竹之音，且有淡的若有似无的檀香味，原以为是邻人起早礼佛，却听得家中佛堂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二夫妻连忙查看，发现铺在地上的黑布竟出现大的出奇的脚印，而且那天早上竟烧出中炷香长，左右炷香较短的情形。经翻看香谱，却是有神志
11经过那天之后，林姓夫妻的母亲身体一天好过一天，不久竟然能下床。12林姓夫妻为感谢神恩，最近随团前往大陆安徽省九华山朝圣，至化成寺礼佛，当地导游带他们参观地藏王菩萨金刚不坏金身及不腐化之肉身，与参观地藏王菩萨所留下的鞋帽时，13林姓夫妻赫然发现地藏王菩萨的脚大的出奇，与其家中的脚印竟能吻合。14而寺中僧人告诉他们，地藏王菩萨常常出游去济世。0A1 赏律的藏菩萨奉佛旨公布注印乐捐者封赐功德赏律于左。1本书乃的藏菩萨奉佛旨清宫九华山万年400岁功著作，凡发愿注印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圣典者，一切祈求之愿皆可平安。2凡注印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100本以上者，均准予的辐射罪，消今世前世之过，并赐福报。3凡注印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1000本以上者，为祈求往生净土或求祖先冥福者，如将功德回向西方净土及冥思，自能感应三曹，并度往西方净土，或赐明果。4凡注印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10000本以上者，西方净土9品莲台，因你虔诚感应而开，并赐妙法莲花台。若欲求父母康安者，或求改运消业，其消并除苦业，可于每晚子时，晚上11点，于家中神圣之前焚3炷香，合掌按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36声，虔诚诵奋有始有终，不可间断。100日以后的菩萨感应摄除病业，着赐福寿，并解前世今世之业障。5修道念佛者，注印本书，准其本性智慧光明，早日往生净土。6虔诚注印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于事业、运途、子女齐安。1切愿力，皆能如意平安。7凡一切叩求，可于家中神前或圣真天佛院，或九华山万年寺100岁功之佛前，立书焚尘，将获神卷，赐予感应神速。8欢迎各地诸山长老、道场、大德慈悲注印赠送。9愿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一书之普化，能为凡尘苦海填分无知众生，摄其如海业障。10如蒙慈悲注印，请将善款邮政划拨04949549号圣真杂志社，台湾收，并请于划拨单上注明注印地藏王菩萨只禅开示录即可。南屏山圣真天佛院境上圣真杂志社。0A2 佛旨地藏王菩萨只禅开示录，亲奉西天阿弥陀佛佛旨曰：佛居西天极乐净土，天道转轮而化育佛子众生，分布宇宙中，
历劫万千，至今凡尘，人伦败坏，念世上佛子众生，历受迷惑之苦。造业孽无止息，佛心实不忍之，故于天运庚午年农历6月19日，西方召开佛法度化盛会，众佛菩萨亦知名辅地藏王菩萨本愿宏大劝化度人无量，勋功伟德非凡。佛心喜之，特颁佛旨一道，命名辅教主地藏王菩萨降笔著作禅典宝书，使人学禅佛法而得解脱生死，出离三界外，以收度世之。功效：书名题曰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昔佛指道之日，命派南瞻部州台湾省南屏山圣真天佛院住持净慧法师往九华山百岁宫的藏菩萨普度道场，闭关禅修佛法，以心法传真著作，书成之日，论功德行赏，轻哉佛命，叩首谢恩。天运岁次庚午年农历8月19日卯时，5年7月17日10月1990，颁命。加0A3。序文：九华山百岁宫万年寺应身菩萨降，庚午年农历9月初9日卯时，5年7月12、16日10月1990。诗曰：印度众生设道场，身居禅寺劝世人，菩提正觉指禅路，萨书圆满永流芳。序：佛恩慈悲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圆满于世语，亲仰地藏王菩萨及净慧法师悯习世道修行者陷溺，不知如何念佛禅修功德的藏菩萨不忍众生受报而下地狱，无时不亲自临凡度化有缘人。于开示录中苦口婆心宣扬禅法佛埋，指引迷途众生回头是岸，同登极乐。今台湾省南屏山圣真天佛院创立普化众生、阐教佛法、奉佛旨者做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善书一部，广度迷惑众生，能引入禅修而悟，任佛法归道，拔除人间一切苦，超生极乐西方净土，以尽大同世界平安。本指禅开示录内含有禅的智慧，有净土念佛方便法门，以正念正己化度众生心，使修行者能断六尘之扰，知悉一切法即是空。以禅教训世，以增智慧如海，实乃禅法智慧醒世良真。本圣典乃名辅教主大愿地藏王菩萨亲临九华山万年400岁宫，与台湾省天台山灵隐寺住持净慧法师合作伏笔著书而成，对答充实，悉能珍惜遵守修呆方便法门，共挽世成，方不负佛度众生。宣化著作之实义。原此书于九华山万年400岁宫著作，今特降价。序一篇。愿此书早日颁行天下，度尽众生，正法永驻，早登西方极乐净土。原仅以为序。
应身菩萨降驾于九华山万年400岁宫。加 0A4 清奉佛指著作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善事圣旨表。佛指奉佛特赐命著作。开着天运岁次庚午年农历8月念6日、14日10月1990。完成大运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初8日、25日10月1990。著作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及净慧法师协力降笔劝示。传真闭关禅坐入定降笔而成。传奇净慧法师灵窍出生转灵执笔。护法西方金刚尊者应身菩萨。守护百岁宫万年四众护法尊者。正鸾净慧法师。校正净慧法师。编辑杨梅花。助理慧德法师。校对圣真出版社。颁书本书由天台山灵隐寺及南屏山圣真天佛院全体院生及本社读者、十方善信大德人等，乐捐助印，悉能印赠各界，以广流通，普化众生。书谢感谢九华山万年400岁宫方丈住持及众护法僧人，从旁赞助协助著作，本书出版顺利圆满成功，以示感谢之诚。加 0A5 梵例。西天智慧圣尊者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9日卯时，5年7月12、16日10月1990。梵例。1. 本书乃西方佛旨著作而成，阅者须诚心恭敬，不可有冒犯。佛意。2. 本书是为了三宝弟子及芸芸众生，沉于苦海凡尘中，渡灯波岸之书。3. 本书如有错语，皆系校正身，校正一时之错误，阅者勿轻视之。4. 本书费尽著书之苦心，特地前往安徽省九华山万年400岁宫的藏菩萨道场著作。全书以禅的智慧数篇，悉修行者及大德阅之，珍惜。5. 本书乃九华山地藏菩萨及净慧法师对答合作而成，印赠者及注印者功德无量。6. 本书字句虽然浅文，是尽九华山地藏菩萨及净慧法师一片婆心，阅者善信大德，当遵守佛法教化，早登西方极乐净土。7. 本书旨在代天宣化，弘扬佛法智慧法门，乃以劝世为宗旨。与一般授书不同，故阅后应传递为阅者，切勿葬于除屉中。8. 凡求寿命、求功名事业、消冤孽、除病苦业、为祖先超拔求冥福者，发心独资印赠此书，皆能万事如意。凡有所求，须在家中庭前设香案，对虚空焚香禀告所求，祈请西方阿弥陀佛及的藏王菩萨保佑，即能感应西方传香尊者及明思将军，随即回奏，请求之事，佛力无边，报应如响。9.
本书在此，如同佛经的藏菩萨本愿经一样，西天四大天王及十方众神护法，阅者至尽处，不得污秽，凡毁谤善书，永打入的狱，罪不可赦。加 0A6 安徽九华山百岁供应身菩萨事迹记。01无暇和尚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生于北京宛平卢沟桥，父母只生这一独子，24岁到山西五台山出家，法名海玉。台山住2年后，26岁离开，从2月开始走，直到9月24日，共计7个多月，方才来到九华山。上山40多里，未见庙宇和僧众，山上亦无人居住。于是海玉下山访问乡民，知道唐朝时佛教兴盛，庙宇林立，但至唐末期，因当时皇帝信奉道教，迷惑方士之言，所以在1年内把九华山全部寺庙完全拆光，所有僧众赶下山去，故此山上400多年没有和尚。02海玉访问唐朝历史。唐朝中期高丽国朝鲜王子来中国九华山修行，法名乔觉，于肃宗至德2年，正0757丁酉3250唐040肃宗至德02航海东来，着西九华，初期东岸，白土杂粟而食，一人。诸葛节等为建化成寺居之。贞元10年，正0794甲戌3287唐077德宗贞元10年99岁家爹逝祭，因灵异昭著，使者以为是地藏菩萨化身，脸以刚藏，造塔于神光岭。海玉问乡民，地藏王的肉身存在否？03乡民说出家人把地藏王的肉身埋在东南第1山上，即现在九华山肉身殿。海玉听讲后，2次上山看此山头地势好，找到一处龙头石，上砚下砚都对着唐朝地藏王菩萨塔木，在龙头石边搭一茅棚，吃山头野果、黄金、白荷、丹参、葛基未生，黄金10年长1尺，1年指甲大，1年长1节，黄金9蒸9晒，日晒夜露，吃在举田如蜜枣，只要早上吃1次至下午不觉饥饿，有气力有精神。后又知吃生黄金，可保持7天不觉饿。海玉吃过后，精力充沛，拿破骨血，书写大放广佛华严经，每隔20天放1次血，放了38年，写成81本写经。现阅此经，字体清晰端正，经国家评价为国宝，称海玉为科学人员，写经现存九华山历史文物馆。04海玉住山洞100年整，未下山，未见人，未带徒弟，直至126岁9月14日上午，他把自己100年历史写好，放在身边，就圆寂升西天。
是至明朝魏崇祯3年，正1630庚午4123名263思宗，遂征灵3，派兵部尚书王大人来九华山进香，到东南第一山，当晚山头放光，一道白光照到东南山上的塔木，东南方山上塔木也放一道光，两光对照，兵部尚书连夜带人上山，此山无路无庙宇，只寻得山洞有一老人，已经作化了，遗体是干肉之身。兵部尚书检查遗物都已腐烂，但肉体还是原样，只是干了。发现旁有所书写经和身世自传，方知离作画时间已经有3年又9个月。05于是，兵部尚书把海域之自传呈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称之为大菩萨化身，是地藏王菩萨应试，便赐2幅匾额，2颗大印及1道圣旨，2次派王大人来九华山县门前，亲赐100岁功，护国万年。4就是当年王大人建庙时带来。另一匾额是崇祯3年所立，应身菩萨，是当时朝廷赐封，并盖有崇祯皇帝玉玺，正堂上有9条龙。明朝就是这些历史。06清朝康熙56年，正1717丁酉4210清074圣祖，康熙56后殿失火势越来越大，庙中2位师傅要把海玉请到外面避火，但是搬不动，师傅们跪在海玉面前，并说崇祯皇帝为您老人家建的庙宇将失于我们之手，您老人家的真身今天也将损失，大家不忍，您不走，大家也都不走了。烟火四起，这时老人显灵了，双手一提，大火熄灭，大殿没有烧着，火房也没有烧到，其他殿堂全部烧光，现在供奉在100岁宫内的肉身像便是当年灭火双手提起时的姿态。07老人的神灵又到了江西景德瓷器厂，做了7天7夜不说话。厂里的人问老人要多少钱造庙，老人说我不是要钱，我要一支笔一纸碗，想写几个字，放在你们厂里窑烧几个字。结果出窑时，所有的碗上都有九华山100岁宫这几个字，点数量8400只碗，一起送到九华山100岁宫来。这些印字的碗，出家人都讨去留作纪念，现佛教会上存100只左右。上述都是康熙56年的事，现九华山文物馆有展览印字的碗，让游客观看欣赏。08康熙皇帝派人修造山上的石板路，又送了一部清朝的大藏经供奉在楼上。以上是清朝历史。到宣统2年，正1910庚戌4403清267训帝，宣统02后殿又失火，天下大雨，大火灭了。后来黎元洪做总统时，把后殿又建造起来，把门前的匾额又复制了，至今已75年。
09从崇祯皇帝发现肉身至今已375年，海玉本人9月14日圆寂，至今已378年，在北京生长至今已504年。0A7九华山百岁宫住持慧庆法师祝贺诗词留念，原书内容为毛笔字。恭贺净慧法师身作上师。祝贺词文：净禅入定天中天，慧光普照紫金莲。上承佛法倍深愿，施甘露洒成慧。九华山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N 万年禅寺百岁宫住持慧庆法师何时定例？农历1990年9月初9日，26年10月19日9时。赠送留念。0A8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果元老法师恭贺诗词留念，原书内容为毛笔字。恭贺台湾省天台山灵隐寺住持上净下慧法师于安徽省九华山万年400岁公圆满正觉上师，祝贺诗词回台湾。上师一别何时逢，万水千山意念中。愿祝行程吉祥，乐航云往返亦从容。度苦不惧娑婆苦，行道能降怪魔吼。菩萨放光常佑护，圣真依教弘宗风。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N 滁州市琅琊寺住持果元老法师何时定例？农历1990年9月初9日，26年10月19日9时，于九华山。赠送留念。0C1普为师资读诵回向记，愿以此功德，消除宿现业，增长诸福慧，圆成圣善根。所有刀兵劫、给予机警等，悉皆尽灭除。国泰民康宁。出资印赠者，诵持流通者，现眷咸安乐，先王获超生，所求皆果遂，随愿的往生。法界诸念时，同证无上道。0C2九华山传奇的藏无萨应身事迹。00我国有4大名山，也就是4大菩萨应化的道场。4大名山是指01山西省的五台山文殊菩萨之道场，02四川省的峨眉山普贤菩萨之道场，03浙江省的普陀山观音菩萨之道场，04安徽省的九华山的藏菩萨之道场，05其中之有地藏菩萨，不但现比丘身，而且用地藏为名，在九华山开道场度众生。我国佛教在唐朝，正如日历中天，东传至日本、韩国等地。在那时，韩国分为3个国家，就是新罗、高句丽、百济。新罗国的王子名为金乔觉，发心出家，法名的藏比丘。大士心慈，面貌不扬，隐悟天然，
身高7尺，顶耸旗鼓突高，履历之大，可以力敌多人。他曾说：“6级环中，3清数内，为第一义，与方寸和。06金乔觉王子24岁，著法出家，携其爱犬喜听，就在唐贞观。4年，正0630庚寅3123，唐013太宗，贞观04，航海到中国来参学。的藏比丘最初到中国，随处参访，游化数年，后来游学到南中国的安徽省九华山，见深山里有一盆地，面扬而宽平，于是就在山上结庐苦修。07经过了许多年，有天地方上的士绅诸葛节长者率领村民家人游山，深入无人之地，忽见一位和尚在此苦修，住的是石洞茅棚，吃的是破锅残粒杂食半些白土，生活异常清苦。群老游山客惊叹道：“和尚如斯苦行，见者于心不忍，我们应当负责为他改善呀。”08诸葛节长者进之请示后，方知是新罗国王子，远来中国求佛法，住此山中苦行。长者深感为尽地主之意，于是发心护持，为大士建一寺院，使其安心修道。09九华山本名九子山，唐李白到九子山时，见九峰如华，改名为九华山。九华山的地主，地方人称呼他敏阁老，想当年也做过大官，所以家财甚富，地方上建寺搭庙，必得请敏公师的不可。敏公也是乐善好施之人，对大士亦是非常信仰。时大士选九华山为道场，向敏公化缘一袈裟之地，敏公怀疑怎么只要求一袈裟之地呢？遂满口应允，哪知大士以神通法力，袈裟一撒，盖尽了整遍的九华山。敏公见他有此神通，惊喜不已，慨然将整遍的九华山全部布施给大士，作为弘法度众生之道场。11从此敏公也做了大士有力的护法。敏公很乐于斋僧供佛，每次斋僧百位时，如果的藏大士在深山不能来应供，他都虚设一席给大士留着，以示供奉具成。敏公很敬仰大士之德，虔信佛法，命自己儿子随大士出家学佛。其子法号为道明，出家修道习佛法，身为大士之士者。我们在寺院里曾看到供奉大士像旁有一老一少，这即是敏公父子。敏公老来学佛，拜其子道明和尚为师。父子修道于九华山上。12寺院建成后，各方来参学者很多，新罗国亦有不少的人来亲近供养。九华山既高又深，寺僧众多，生活常发生困难。米粮不够吃，常常都剩拌很多观音土，细白如粉之泥土，其生活清苦是可想而知。当时就有枯槁众之称。
但是寺中修行众都是抱持一颗求法学佛的诚心，故对于物质缺乏上并不计较奢求。如此为道求法之精神，很令人敬佩的。大士领众在九华山上苦修，影响力很大。后来新罗国之国王也知道其王子在九华山上苦修之事，马上派遣侍从送米粮来供养，补助粮食大量供应。13菩萨在九华山上开设道场，传颂许多轶事，在宋高僧传中有记载着这样的事迹。有次大士静修于山中，曾遇毒士，态势无精端，坐无念，不动声色。不久忽有一艳妇姗姗而来，向菩萨作礼，愧要谢罪道：小儿无知，毒士甚者，我愿饮甘泉以补此过。言讫不见，左右有甘泉水渐渐潺潺而流。当时的人都说这是九子山神为菩萨的高深道行所感召，来向菩萨献供谢罪的。14另一则事迹，大士在九华山时用了一位书童为随身侍者，这书童居山中常感寂寞，时时闹着要下山，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去。当书童哭着向大士辞行时，大士很感动的写了一首送童子下山之诗。15诗道：空门寂寞汝思家，离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篮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天平见底休捞月，烹鸣瓯中把弄花。好去不须平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16这首诗把山僧与山童两者之心情透彻地表现出来，更现大士慈悲的情怀。的藏比丘正是的藏菩萨之化身，九华山更是成为菩萨应化之道场。回家Z3 注印本书大德方明录略去。家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晚斜线家M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3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
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3、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意新建立网页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甲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一、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2、转换方法看甲乙丙。3、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M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加 M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 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
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525B HTML Number 01等于第1章的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Number 02等于第2章菩萨教佛法念佛往西天。Number 03等于第3章念佛愿力大修行悟如来。Number 04等于第4章禅释一点通深入智慧海。Number 05等于第5章佛在心中流禅法即是道。Number 06等于第6章正法禅中悟执着即是惑。加001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1章的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8月26日子时，20、30、14日10月1990。诗曰：九华山光照人间。的藏应身降佛比，指禅玄机皆佛法，共挽迷克度众生。菩萨世间有无量无数愚痴造业众生，沉溺在生死无间地狱苦海中，并轮回在三途六道里，这些都是我的藏救度之对象。南赡部洲台湾省南屏山圣真天佛院住持净慧法师发救世大悲心，行如宗菩萨道，并勤修德业，劝世广度迷经，会施一切，并大量发行善书经典供世人研读，慈悲之光充塞宇宙之间，所以佛指特目敕命南屏山圣真天佛院住持净慧法师，亲临中国大陆九华山万年400岁宫中，闭关静修，以高成心法者做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一书，用佛法禅理来开导修行人与愚痴众，好皈依正道法门。从今起，吾与弟子净慧法师共同合著一部禅书宝典，书名为《地藏菩萨指禅开示录》。愿佛道如三教之弟子能珍惜顿悟此佛法奥义。请弟子净慧法师出题发问。法师感谢地藏王菩萨慈悲，想一切众生从无始劫来，生死屡屡，相随相遇，互为牵扯，共织业网。今因缘果报，处处发人深省。思那千千万万的业报，有如明镜昭示。众生要以诚心踏上修行之路，去恶从善，忏悔自心，莫再重犯罪孽，应速跳出苦海，力行善德，以求解脱，免受六道轮回之苦。学佛的人都应该发心行菩萨道，可是却有众生认为凡夫难以达到菩萨之境界，这又是该怎么说呢？请菩萨慈悲开示，对菩萨道之见解如何？
菩萨众生须知，菩萨的果位乃是从凡夫渐渐修成的。假如凡夫不去实践力行，则永远也不可能成就菩萨之果位。成佛作圣的圣业成果，乃人人有份，个个平等的。只要诚心信实，且力行不辍，必能成功的。而一般懈怠修行者，如能振奋起来，当因缘聚会顿悟勤修力行善德，其亦可成就佛圣的。这只不过是持素之差别而已。在世间有弘扬佛法、代天宣化、布施行功、修持严谨的得道高僧，善事大德中虽有的是道驾慈航的圣贤，但尘世凡夫也有诚心修道、累劫勤修而成圣人的。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愿天下修行学佛之事免乎哉？法师请菩萨开示学佛即是一种方便法门呢？菩萨学佛道之法门很多，以前九华山佛门宗脉分禅、教、律、密、净等五宗，各宗之方法不同，需看个人的佛心根基与喜好，而去选一法门，前进修持，自能成果。法师佛陀当初为何要立这么多修行法门呢？菩萨这叫做对症下药。佛是大医王，众生患的并不一样，佛开的药方也就不一样，或用良心药，或用温和药，目的是要把众生的病体根治好。譬如众生要从南京到上海，有者喜坐火车，有者爱搭飞机，更有好乘轮船的。佛就依众生不同的因缘，教导其修持方法，虽佛法不同，但终了目的是西方净土，即搭车或船到的是相同的上海，亦都是教人成佛作圣的。法师请菩萨开示一容易修行法门好吗？菩萨敬会法师，你要你弟子学习容易修行法门，那就最好学习净土法门。法师菩萨，什么叫净土宗？是如何修持呢？菩萨净土宗是佛门里五宗之一，其修呆方法乃念佛号、诵佛经，求往生极乐净土。法师要用何种念佛法，以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菩萨就是专心一致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真言，并且要时常行善布施，造功立德，待功果圆满，必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法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好处呢？菩萨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上所云，往生极乐净土之人，都是莲花化身的金刚体，住的是玉宇琼楼，都是用金银宝石建筑而成的。成佛以后，想到那里就到那里，不论有多远，即刻就到。极乐净土里没有疾病，四季如春，暖和的气候，没有生老病死之痛苦，终日可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其好处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法师请菩萨开示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之意思。
如何解说呢？菩萨这是一文，印度话那摩之念音，本意为稽首、依托、礼敬等意思。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其意是我们皈依阿弥陀佛为老师，祈求佛来开导救度我们。法师菩萨说一心不二念，前持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就可往生净土，会那么容易的逢？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如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都有说过往生净土的念佛法门。法师请菩萨开示别宗派法门的修道方法，好让修行人了悟奉行。菩萨敬会法师。有句俗话说得好，贪多学不成，况且别的法门，不是一般根基的人所能学得成的。现值三期末法，法门很多，有些法门很难修呆，很费功夫。现在的众生寿命又很短促，恐怕等不及修成功圆果满，生命却已结束了，岂不是枉费了修持的一番苦心吗？还有些法门非要得高望重之高僧大德指导不可，唯恐走火入魔，这是很危险的。说来只有念佛求往生的法门最简易、最稳当的了。如果修行人能认真顿悟修持，行功立德，内外双修，谁学了谁就会的，何必定要寻找困难法门呢？法师净土法门既是专给一般根基浅之人学习的，可是那些有学问根基深的高僧大德和一般有智慧修行者，可能不会学这净土宗的了。菩萨敬会法师。那倒不然，净土法门看似容易，其实佛教各宗之一切法门皆已包括在内了。所以自古以来，有大学问者学习净土宗的也是不计其数的。例如，在中国最先提倡念佛号的晋朝慧远大师，以及后来的善导、永明、莲池偶益、沈安、慧悟等大师，都是很有学问的，很有道德且道行很高的，他们也是一生专门念佛号，可见念佛号是佛门中最普遍习念净禅之法门也。法师念佛即可往生西方净土，请菩萨慈悲开示佛经上说的道理。菩萨这道理很深入，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明白的。如《楞严经》中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的一段话：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世，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立身，不相逢远。若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这就是虔诚持诵佛号者，将来必蒙佛救度往生的实证也。法师古今念佛往生者多不多呢？是否于临终前可预知往生之日何时刻呢？菩萨在净土经赞和往生传里记载着往生的事实很多，并叙述
着往生的种种情况，大凡念佛的人到了临终时，都能预知自己要往生的日期和时刻，尤其是得到高僧及修持很好的人，他们不会预先沐浴更衣和亲友、父母话别，临终时一点痛苦也没有，合掌恭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号，脸上现出慈祥的笑脸，其本身会看见西方三圣佛来亲迎他。事后在往生者旁之人，也能听见梵音，闻到奇妙无比的檀香。以上种种显示，不难得知，有修行有行功立德之人，有虔诚念佛之人，一定可以往山佛国净土的。人在平时装模作样，可瞒别人耳目，但到了临终是不能假装的。愿众生悟之。法师方才菩萨说，念佛者临终时佛菩萨会来迎接，是否能再详加说明呢？如果有众生不修遍善，只一味念佛，这可否感召佛菩萨来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呢？菩萨阿弥陀佛曾发大愿力，凡一切众生诚心念佛修持，愿度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历年来至诚修行、积功累德的念佛人，其临终必见佛菩萨来接引，显现了佛之宏慈大愿，非众生可思议的透的。一般众生不肯学佛，满身罪孽，又常造口业，妄想以念佛号求的往山西方净土，那是不可能如愿的，因他本心与佛之愿力已相差很远了。法师学佛的人，除了念佛号外，是否还需诵佛经呢？菩萨佛经是指示修道的路径，读佛经重要的是了解经义悟，今后还是需实践经义，方不负修行之旨，所以诵佛经也是很好。如能加以实践，那就更圆满了。大凡念佛者，可随人量力，衡量忙闲，不必勉强，重在心诚，不是表面的敷衍呀。法师如果要诵佛经，应以何种经教为实际？菩萨佛教经典有8000多卷，要全部读完，时间上是需要很长的。学净土宗的应读诵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的藏菩萨本愿经、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金刚经、心经等，其中以佛说阿弥陀经为重，如果识字，必要诚心恭念，不识字者，须诚心前诵佛号一样感应很大的。法师菩萨，我有位弟子常诵造王经，且坊间传有许多经典，是否可参悟修行呢？菩萨，现在人间流传有许多经典，如造王经、太阳经、太阴经、血盆经、受生经、眼光经、观音救苦经、高王经，以及各种宝卷等。这都是后来著作的，如果是佛门弟子，
还是学习佛的经典，诚心尽意去参悟，学佛的人皆不可朝三暮四不专注，不要浪费生命于研究探讨一切新奇上，到头来一事无成，辜负了诸佛这经疑典的真实意义。法师学佛念佛号者，要习念咒，于佛经上可否记载念咒可以吗？菩萨佛经上的咒叫做陀罗尼，人人都可恭念，佛经上的咒也须有人传授，否则容易把字音读错，失去效率。总之，佛经咒都可以恭诵，但最要紧的还是诵念。南无阿弥陀佛。感应力最大，佛法无边，广度众生，愿十方众生悟之。今夜开示至此，净慧法师灵体归身。加002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2章，菩萨教佛法，念佛往西天。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8月念7日子时，20、30、15日10月1990。诗曰：百岁宫殿者圣书，心法合一现法相，应身菩萨住佛光，净慧智慧放光明。菩萨念佛的人，每每毁谤参禅；参禅的人，每每毁谤念佛，这是佛家最堪悲叹的恶现象。人间有句话云：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兄弟阋墙，哪不受人家的耻笑和轻视呀？参禅与念佛法门本来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道本无二，只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为应病与药剂，而说了许多方便法门来广化众生。后因诸山长老及大师们变成依教分宗，应当是所趋来对机说法而已。就修持佛法而言，哪一门都是入道妙门，本没有高下之分别，并且法本来互通，圆融无碍。譬如念佛能一心不乱，何尝不是参禅能达忘我境界，又何尝不是念佛实相佛法？禅道者，静中之禅；静者，禅中之静。禅与静本是相符而行，乃何世人偏执，起门户之见，自赞毁他有如水乳不容，竟为佛祖救是度众的深意，且犯了毁谤佛法之重罪，这岂不是可叹之事吗？愿弟子净慧法师回台湾宝岛时，能加以弘扬佛法之禅道与净土。还望佛门弟子修持任何法门，均须深悟体解世尊济世度民无争之旨，勿在同事操戈。佛门弟子与三教信徒修士，大家协力同心，普度众生，代天宣化，挽教沉沦浪涛汹涌的苦海众生。法师感谢菩萨开示佛法真理，但愿弟子真有那么一天，为佛门弘扬佛法，以报答菩萨开示之恩。请菩萨开示，学佛的人必须遵守哪些戒律呢？菩萨最重要的有5种戒律：一是杀生，2是偷盗，
3是邪淫，4是妄语，5是饮酒。这5种戒律在佛门是严格禁制的，这就叫做5戒，修行人应该戒。除这5种不好之行为，尤其是寺庙公堂之住持及学佛之人均须严守5戒的。再者，修行人更不可吸各类的烟，因吸烟口会常臭不清净，这样去礼佛念诵佛经是不恭敬的。况且吸烟对修行人有妨害健康，所以修行者于守5戒且应戒烟，方能修成佛之境界。法师，如果众生犯了杀生戒，该怎么戒呢？请菩萨再开示。菩萨就是一切生灵都不可去杀害，也不可吃他们的肉，因为按因律云杀生会的因果报应，现在你杀他，将来他必转世杀害你。现在你吃他的肉，将来他必吃你的肉。净慧法师，你想可以不戒杀吗？至于杀人，那更不用说了。法师感谢菩萨开示，可是我有些俗家弟子对我说，吃惯了鱼肉，叫我不吃，戒鱼肉可有点困难，不知可有通融办法吗？菩萨能完全不吃荤腥固然最好，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暂时吃3净肉和花斋。花斋有好几种吃法，阴历每月初1、初8、14、15、18、23、24合月，第3天28、29、30，此称为佛门10花斋。每月初8、14、15、23合月第2天29日、30吃斋叫做天花斋。这是最普遍的2种吃斋日期，众生可以随意选择一种也。法师方才菩萨开示3净肉，什么叫3净肉呢？菩萨就是杀生的时候，亦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凄惨景象，2也没有听见它惨叫的声音，3不是为了自己要吃才杀生的，这样的肉就叫做3净肉。如果不能完全吃素斋的人，可以暂时吃这种肉，或到市场买现成已被烹杀之牲畜禽类等肉，此称为3净肉也。法师吃3净肉和花斋就和常斋一样慈悲功德吗？菩萨当然不一样，因为事业上之关系，不能吃常斋的人且先这魔吃法，如果以后佛缘到了，觉得蔬菜比荤腥肉鱼更好，而素斋更合自己胃口，众生就可以彻底断除荤腥了。法师请示菩萨，偷盗戒是怎么样戒呢？菩萨戒偷盗，就是修行之人不贪图不义之财，不属于你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的财物，绝对不可以拿。明抢暗偷，贪污受贿，是要严格禁戒的。法师请开示，什么叫做戒邪淫呢？菩萨除了正式的夫妻以外，不可和其他男女有淫乱行为，也就是说，要遵守一夫一妻制。
修行之人犯此戒者，必打入无间地狱，受苦。法师戒酒自然就是不喝酒了，而戒妄语也就是不说谎言诳语。何不做哄骗人的勾当，是吗？菩萨不过修行之人要知道，对于这5件事不但要戒，且身不去做，也要戒住心，不要动犯戒的念头。就以戒偷盗来说吧，去偷盗或抢夺别人的东西，固然算偷盗，就是看见人家的东西，心里产生有偷盗动念，这也是偷盗。其他4戒都是一样戒规。学佛之人，你不要以为我不过这么想想，并没有去实行，又没有别人知道此事，还怕什么呢？众生不知心动一丝念头，就会无形中种下了因，将来早晚定会受果报的。修行之人怎么可以不加小心修持呢？法师如果众生自己约束不住自己的心，菩萨道可怎么办呢？菩萨一心念佛就是唯一约束会以的好办法。当你觉得你的心不受约束的时候，赶紧一心念佛号，恶念自然就可消失了。法师常常听众生说不做恶业，倒还可以办到。说到行善布施，我没有钱，没有办法行善，不知怎么变呢？菩萨这就错了。行善不一定要用金钱，你有身体，遇见对于人们有益的事，费点力气去做，这便是生善。你有口，遇见有争论之事，给他们化解了事，遇见好人好事要极力赞扬，这便是口善。看见人家做好事，闻见人家说好话，觉得满心欢喜，这便是心善。有钱的人要以慈悲之心，舍衣施食，修桥铺路，以及供佛斋僧，应诵经书，乃是行善之德。无钱的人就是闻见善事，心口随喜，也同样行善造德。法师菩萨做什么事情不用费钱而功德最大呢？菩萨劝人修道，学佛功德最大，因为舍衣施食，不过救人肉体而已。若能劝人修道学佛，是教人永远脱离6道轮回的痛苦。净慧法师，你想功德大不大呢？法师很感谢菩萨今晚开示那么多佛学真理，但愿众生能信，愿行，贯彻实行之。菩萨好，今晚说法就到此，净慧法师灵体归身。加0.003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3章，念佛愿力大，修行悟如来。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8月念8日子时，20、30、16日10月1990。诗曰：寒风冷冷遍九华，降笔著书教佛法，指禅宝典皆醒世，唯传心法种菩提。菩萨习佛云十方三世佛，痛共一法身。
这是指诸佛之法身乃光光相入的非义。又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是由心作，众生也是由心作的，从向天界而云，自有千差万别。但在佛体上去看，佛与众生的真实体性，全是一般无二之妙明真心，性净明体。在那种一无相境界中，也是二而一，一而二，非一非一的。因此，众生可以明白普贤菩萨的众生戒尽，忏悔乃尽的永恒忏悔真意。法师感谢菩萨慈悲，今晚法驾在开示三期末法之中，众生应知悟，我等与众生从无始来常为父母妻子儿女亲友和众生共造诸业，和众生种种因缘，种种瓜葛，早已结下无量无数之关系，故我们可谓与一切众生息息相关，浑然一体，不但须为一己忏罪，且须同时为一切众生忏罪。若仅为一己忏罪，其心量未免太小；若同时为一切众生忏罪，其心量乃大。心量大，则感应佛力越大。且若仅忏一己之罪，众生之罪不了，则于众生所有的罪苦中，我们至少仍有敬意上的责任，因我们已曾与大地众生共同造业故。又何况一切众生亦曾与我们常为多生多劫的眷属，又直接间接结下种种业缘，故不待之忏罪，度之成佛，则我们所修之菩萨道便不得谓圆满。以不圆满之菩萨道而就佛位，纵有可能，于心何安之？然则学佛之人应该怎样？如果唯有像地藏王菩萨及观世音菩萨看其修行，才是应有的愿行。众生度尽，方是正觉。地狱未空，是不成佛。请菩萨今晚能开示有关众生大德问道学佛之后如何来念佛，还要注意什么？菩萨念佛号之人或学道修行之人，不管念何经典或佛号，切记心里不可有胡思乱想，或想入非非。这种修行念法只种恶因而已。恭念佛号或念经典，必心神合一，心里想佛，心口如一，然后才能成功之。法师要做到心口合一，一心不乱，那不是很困难吗？菩萨敬会法师，你看，你一会儿说念佛很容易，一会儿又嫌太难。实在说，念佛一法，说易即易，说难很难。不过，不管如何，难或容易，必须耐心多念，日子久了，心自然慢慢的静下来。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学佛道须坚持下去，最后就能获得成功。法师念佛号应该在什么时候念比较适宜呢？菩萨应该在每天早晚2个时间立一个课程，限定念佛多少，或几百声，
或几千声，可以照个人的情况规定。规定以后，无论忙闲，非念完佛号经典不可。此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念。念的遍数越多越好，念的时间越长越好，感应佛力越大。法师请示菩萨，在工作的时候也能念佛号吗？菩萨可以的，搬柴挑水的时候可以念佛号，刷牙洗脸的时候也可以念佛，耕种锄割的时候可以念佛。不论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佛。只要众生在工作时不阻碍，也可以念佛的，而且一面工作一面念佛，能使恶念不生，心智专一，头脑清醒，会使工作做得更美好。法师念佛要大声念还是小声念好呢？菩萨大声念也好，小声念也好，口中不念心中默念也好。只有睡在床上的时候和不清净的地方，只可心中默念即可，不可念出声来，念出声就对佛不恭敬之。但是遇有危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出声恭念的。法师学佛修行之人是否要供佛像呢？菩萨最好是供奉释迦牟尼佛之金身，或西方三圣佛、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称作西方三圣。法师金身佛像供奉在什么地方最为合适呢？菩萨供奉在自己住的房屋即可，但要清净为主，而金身佛像最好向东。念佛修行之人向西对着佛像，如果不能这样，随便向那一边也都可以供奉佛，但念佛经时须诚心至前，才会感应佛光普照，以消业障也。法师拜佛时，应该供养什么贡品最为适合呢？菩萨通常可用香、花、灯、饭菜、清水、水果、山珍海味等物。如果修行之人不容易办到，缺几个贡品或全都没有也可以的，但绝不可供奉荤菜鱼肉等类。修行之人、修道之人、学道之人，切记法师请菩萨开示，不管是道教或佛教烧香点灯烛是代表何种意义呢？请开示之。菩萨众生拜佛时诚心点香烛是象征心香和心地光明，又为众生和佛同一体，本来心香与心光，因被业障缠住或妄想心执着心所蒙蔽了。如果众生现在即时礼敬佛菩萨，不但可以消业障、除病业，把原有本性佛光显露出来。而烧香及点佛灯也代表对佛表示诚心和敬意也。因此，敬香只要点1炷或3炷即可，5炷香也可。烛只要有光亮即可。有些众生不知敬佛道理，以为香烧的越多，烛点的越大，就越有功德，就越能得到佛菩萨的保佑。这是误解
了点香烛的意义，众生只要有拜佛虔诚心，也一样可得到供养功德的。但愿烧香拜佛之人能顿悟其意也。法师有一些拜佛之众生，对于礼佛应该行何种礼节呢？菩萨敬会法师，礼节的方式很多，如是可以叩头，可以作揖，可以鞠躬，可以合掌。但以叩头礼拜最为恭敬，也最能得到佛祖消业赐福的。法师菩萨方才说到，修行之人或念佛之人早晚要立一个课程修持，烦请菩萨替众生修持之人立一个修持课程表，好不好呢？菩萨说到修持课程，可由个人忙闲规定自己修持课程。敬会法师，现在你既然请示我，本座就大略告兴你一些修持念佛最简单的方式。念佛修持最简单方便法门如下：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和晚上就寝以前，洗手漱口，到佛前焚香献茶，合掌恭敬，或跪着或站着，必须诚心至前，照着如左的次序念佛。一、南无十方诸佛菩萨，常住三宝，念一声，拜一拜。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一声，拜一拜。三、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念一声，拜一拜。四、南无阿弥陀佛，百声、千声。五、或可恭念本座佛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百声、千声。念佛号越多越有感应佛力，随个人的忙闲自己定下科目，必须做到由少加多，不可由多减少。无论念多少声，可不必拜跪，也可坐着念，站着念。六、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声，拜一拜。七、南无大势至菩萨，念一声，拜一次。八、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念一声，拜一次。九、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八句叫做回向偈。念完以后，叩头拜三拜，这一庄严课程就算圆满。法师感谢菩萨安排那么好修持课程，请示菩萨，什么叫做十方三宝呢？菩萨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加上下，叫做十方。佛法僧叫做三宝。佛是教主，法是佛和菩萨所说的法，是修因正果佛法，是成就佛道的经典。僧是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以证菩萨、圆觉、声闻等果位。以上云的称谓十方三宝也。法师佛门之中，为什么要恭称佛、法、僧为三宝呢？理由何在？菩萨、佛、法、
僧因为它能使众生增长不生不灭的法身慧命。9. 像世间的财宝能养活人的生命一样，能顿悟此一原理，于理念佛号时，即能复以全心全意将佛号和佛经，以及菩萨高僧等伟大圣典法则当为我师，以此诚心皈依佛，做一个佛门信徒。做佛门弟子，必须要虔信佛法僧乃不生不灭智慧至宝也。法师闻说恭念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佛号，临终时菩萨会降法驾恭迎是否真的？菩萨敬会法师，当然是真的，但是要只有修行之高僧、居士、大德们，因为念佛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这两位大菩萨和阿弥陀佛会律天龙八部及天女散花及佛音赞声，一路下凡恭迎接引到西方极乐去。众生啊，众生啊，赶快的放下心来，修行，修行，放下屠刀，力的成佛就在你的眼前。法师感谢菩萨开悟之。我有一位弟子问吾说，清净大海众菩萨是代表什么菩萨呢？愿菩萨能给弟子再开示之。菩萨好的。西方清净大海众菩萨是其他众位菩萨的总称。清净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菩萨都是很清净的。大海众是说菩萨的众多，就和大海一样，众生早晚就要和这些菩萨做伴侣，所以做早晚课时必须恭念西方清净大海众菩萨的名号，恭拜菩萨的意义就在此。法师不管是佛教、道教或各宗派，都有回向祭是代表什么意思？有何好处呢？菩萨回向祭的愿力用处很大，修行之人不论念经念佛号，念完之后一定要把回向祭恭念一遍。回向就是要把念佛诵经的功德汇集到一个想得到福报或消业的目的上，这是回向祭之好处之一。为什么念佛修行之人要念回向祭？目的见解如下：回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不但修行之人要念佛诵经回向极乐西方，就是做了善事、注印善书、慈悲放生、印赠经书等等善德，都要念回向祭，回向极乐西方世界。尤其修行之人，不应求什么名利、健康、长寿、事业光明等之果报。果能达到如此境界，你的道行已增加一分佛力，往生西方的愿力也就大一分功德了。修行之人若是不把所做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恐怕下一世只能得天道或人道享福的果报而已。那么依然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众生要了悟人间福报越大，造罪孽就越容易，因福报用尽，于下一世可能要受因律六道轮回之报，受苦受难，但愿修道者必须顿悟之。
因此，修行学佛之人必须把一切功德都回向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到很圆满寿终以后，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愿无佛门弟子能认真修行，西方就在眼前。顿悟，顿恩。法师请菩萨能在开悟记中每一句的佛法意义，使学佛之人能在进一步了悟。菩萨好的，净慧法师你很有智慧，能把佛门念佛知识方法都彻底问到底，但愿将来你能替佛门弘扬佛法真理，使众生能离苦海。也。记曰：第一句我诚心诚意念佛诵经的功德。第二句诚修建或修饰阿弥陀佛金身佛像，使它格外庄严美好。第三句再用这功德回向，上报父母、众生、国家和三宝等四重恩德。第四句愿下济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众生的苦恼。第五句如果有人看见我念佛诵经，或者闻听见我念佛诵经的。第八句希望都能发起上求佛果、下度众生的善心来。第七句等我功德圆满，临终寿命完时。第八句恭请大家或大千世界众生一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按句解释就是这样。再接第八句既有二种重大的意义。第一，是说我们修行念佛之人，为了往生西方净土，绝不是求功名、富贵、事业成功等一切为人间的利益。第二，是说我们念佛修道之人，是为了教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绝不为己利益打算。明白了第二种意义，不管是念佛诵经、做任何善事，或代天宣化、行功立德，都必须存有佛心，这样诵回向记，可算是真正发菩提心学佛之人。法师很感谢菩萨开悟那么多修行念佛之方法，可是有些人如大企业家、大政治家因事多繁忙，不能抽出时间来念佛，可是他们有向佛之心，请菩萨慈悲开示，这该怎么办呢？菩萨对于那些有佛根却很忙碌的人，本作可以教他们佛门中一种小乘十念法，就是早上起床盥洗漱口之后，向佛三叩首。如果没有供奉佛像之人，就向西方三拜或合掌问讯，然后立正合掌，念六字或四字佛号，尽一口气为一念，这样连续念10口气，叫做小乘十念法。但必须把念出来的声音自己听得非常清楚。气息长短可以随个人吸气而定，不可勉强伤了元气。佛定此小乘十念法，是为了借气息来束心，使心不乱。念完10念法之后，再念回向记，最后再三拜或合掌问讯，这叫做小乘十念法。很忙的人每日诚心照这个方法持念，且必须时常行功立德，将来
才可以往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阿弥陀佛曾经发过这么一个愿，只要有人能至诚地称念我的佛号10声、100声或1000声，我也要接引他往生西天极乐世界的。佛发了这样大愿力，但愿只禅开示录以书之大德，能依法修持，将来功果当可圆满成功。净慧法师今晚著书问法就到此，灵体归回本身。加004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4章，禅释一点通，深入智慧海。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8月念9日子时，20、30、17日10月1990。诗曰：净悟心法显神通，慧眼谷中得禅法，法至100岁万年寺。师命符笔记经篇。菩萨住席，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时，拈了一朵花向大众开示。这时，大众弟子一直在发愣，只有迦叶尊者微微一笑。释迦牟尼佛云：我所领悟到的真理不生不灭之法，无相之相的法门，无法用文字与语言传授。如今我却把它传给了摩诃迦叶。这一则实事一直被当成传授教外别传，也就是禅不立文字的依据，因此很受禅门的重视。法师感谢菩萨慈悲开示，弟子尽会于经典从容录中阅读过一篇禅法，烦请菩萨能向弟子开示一番。缘起。岩阳尊者问赵州和尚：什么东西都没有时，应该怎么办呢？赵州和尚回答：那就放下来呀。但岩阳尊者不解地问：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还要放下什么东西呢？赵州和尚说：那么你就扛起来吧。请菩萨开示，如果修行之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时，应该怎么办？菩萨所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乃至内心不受拘束的人，也就是悟道的人。岩阳尊者好不容易地达到开悟的境界，以及有一点自满地问赵州和尚。赵州和尚知道他未达空的境界，以致赵州和尚就叫他放下来，也就是抛掉的意思。而赵州和尚的意思是说，你最好抛弃开悟的骄傲心。可是岩阳尊者并不懂和尚话里的意思，既然已经一无所有，到底要抛弃什么东西呢？这一句话意味着开悟的人如何更上一层楼呢？那么你就扛起来吧。这句是反问语，意味着你自以为开悟了，认为已抛弃一切的执看，事实上仍然还扛着执着心。在芸芸众生之中，亦有些众生想把那地位、名利、财产、金钱、家族、亲人等烦恼迷惘之源抛弃，以图个轻松自如活神仙。事实上有几个人，或念佛，或修道者，能有几个人可看破红尘苦海呢？
法师感谢菩萨开示禅法之者，但愿吾等众生快快醒悟，放下心来，念佛修行吧。弟子恭请菩萨在开示修道人或一般未修行者，在寿终时如何准备后事。菩萨人到临终时，最后一刻的念头非常重要，必须牢记南无阿弥陀佛佛号，谨记默念在心里，不能放松一句接一句，这样临终之人才有往生西方净土之希望。切记，切记！法师修道人或学佛者，如果在临终时因心急把佛号忘记了，菩萨，你觉得该怎么办？菩萨有佛根的修道人，或平常修持功夫纯熟的人，于寿终时，他的道行永远不会忘记念佛号的。至于一般人，虽然平常也念佛号，也行善德，但是没有真功实德者，一到临终时，就会被七毫子窟迷惑本性，扰住往生念头，或生前未了的俗世牵缠，使往生者千头万绪，常涌上心头。净慧法师，你想，这时寿终者心中还会有佛的法香吗？法师可有补救之法吗？菩萨一个人发心念佛学道，最终目的乃祈求能往生极乐世界。要达到理想的目标，最好能于平时常教导儿女，或劝化亲友，共修念佛法门，这样于临终时，他们可助念佛号，就不会在旁喧嚣胡闹，弄得临终入前功尽弃，欲忏悔已不及了。法师一般修行人要往生西方，需要别人道行高深之高僧、大德、居士帮助吗？菩萨是的，一般修行人或念佛之人，在临终有3件要紧的事，都需要道行深的高僧、大德、居士们帮忙才行。第一件，病人临终的时候，亲人儿女切不可在病人前说长论短，叹声悲哭，应该劝病人放下一切，莫牵挂，一心念佛。假如病人寿不该终，念佛助念可以变病早愈，如病体严重，念佛可助往生西方。佛无虚愿的，一定亲自来接引，使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并在病人能看得到的地方挂一张佛像，使病人眼见有佛，心中有佛，自然不失正念。第二件要帮助寿终者，除了用佛门道理教导外，还需要家人分班念佛。亲人亲自助念愿力比较大，录音带佛号助念愿力较小。因为病人寿终时心力很弱，非别人帮助不可。也可恭请高僧居士们或道行深之者助念持佛力。若没有助念团，可使家人分班助念。切记，念佛的声音要不快不慢，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使寿终病人字字句句入耳住心中。如果病重者有一丝气力，能随念佛更好。如不能，就叫他静听佛号，
也同样可受佛力加倍的。如果病人已气绝，助念者亦须照常持念，不可间断，越久越好，至少要继续12时辰，才可宣告结束。因死者寿终气断，其灵体还未离开身子，所以在12时辰内诵念佛号还是用处很大的。这一点希望孝子贤孙、信佛修士们应多加注意。第三件，病人寿终气绝时，切记不可激动、哭泣、换洗衣服、身子等。病人或坐、或仰卧、或侧卧，都可听其自然，可不能随意搬动死者身体。因病人刚气绝时，身体依然有知觉，一被触动，心诚很感痛苦，又灵体脱壳去向彷徨，由于痛苦而生甜心，甜心一生，大多堕入畜生道中，或变作毒蛇一类畜生，这需看个人修行功德。一念之善即天堂，一念之恶即地狱。所以上天堂下地狱，就看个人平常之修行了。法师请菩萨慈悲开示，那么洗身换衣应该在什么时候处理较适宜呢？菩萨应在死者通身冰冷后1日1夜或12时辰以后才可洗身换衣。假如身冷转硬，可用热毛巾搭在身上，过一会见身子自会变软了。但一般实修之士，或精勤念佛者，气绝寿终时，其身体还保持软的，面现慈容，此乃以正果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相，但愿众生能知悟也。法师一般修行念佛者，其往生之前是否可预知？请菩萨开示，好让众生知道其原理。菩萨有一般修行念佛者，如平时诚心念佛一心不乱者，其寿终前自己必会预知日期和时辰，且到那时，寿终者会看见佛菩萨来迎接，面现愉悦的念佛而归。或者别人会听见梵音语闻列其华檀香，有这种情形者，乃寿终者已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了。要达到这种境界，只有靠平常信愿真诚，且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且寿终不受干扰障碍，清净念佛，不忘信念，自能往生天界。寿终者神情亦会呈现安详之相。法师感谢菩萨慈悲开示。弟子有一次在佛书上看到一段禅话，想请菩萨慈悲开示一番。有一天，马祖禅师跟弟子百丈一起外出，于路上看到野鸭在飞。马祖禅师问那些是什么东西呢？百丈回答师父说他们是群野鸭。马祖禅师又问他们要飞到哪儿去哇？百丈回答不知道。马祖禅师拧了一下百丈的鼻子，百丈疼得一直在叫嚷。这时，马祖禅师才说他们根本就没有飞走呀。菩萨净慧法师那，马祖禅师拧百丈的鼻子说他们根本就没有飞走呀。
乃在指责百丈有分别心，不该把自己跟野鸭分开来判断。在自我存在之下，判断野鸭飞走，乃是一种自我之妄想。如果是野鸭与你成为一体的话，野鸭一旦飞走，你也会跟着飞走了。又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啦，而你自己本人又在此的不动。那么在此地者并非你，而是野鸭呢？百丈灵机一动，智慧一开，便顿悟了，原来此的我，乃是自我的妄想心。今晚开示到此，净慧法师灵体归回本身。加005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5章，佛在心中留，禅法即是道。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1日子时，20、30、18日10月1990。诗曰：顿悟无相修禅法，运转菩提自西天。三宝真经不立字，佛法无边救世人。菩萨南屏山圣真天佛院住持净慧法师，这次从台湾远行到安徽，审九华山万年400岁功，弘法立身，并奉旨心法伏笔普化度世，功德无量也。现在台湾宝岛佛门及大道应运而起，净慧法师，你弘法普度众任在身，愿你加鞭努力之。然而世间修行崎岖困难，修行之中会魔考重重，但净慧法师你只要抱定修行者之信念菩提心，将来往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本座定亲临恭迎往生。愿你日后努力弘法度众，才不负无对你教导之苦心也。法师弟子当遵从菩萨开示教诲，回台后定当加倍努力弘法度人，以报答开悟之恩也。今晚弟子还要请教菩萨禅法，愿菩萨开示之。菩萨古圣云：大疑惑能使人大精进，小疑惑能使人小进步。没有疑惑的话，就没有进步可言。没有疑问的人，智慧的成长就会停止。所谓禅的智慧，需要持有疑惑，然后针对疑问思考以后，方能够解开内心的束缚，培育自由会在生活禅法的智慧来。今晚净慧法师要发问禅法问答，可以开始发问之。法师昔日，梁武帝召来副大士讲解《金刚经》，大士上讲坛，敲打桌子，一声就下来了。梁武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感到一脸茫然。他身边智公禅师问梁武帝陛下：您懂得副大士敲桌子的真意义吗？梁武帝回答：朕完全不知内情。智公禅师说：云副大士已经把《金刚经》讲完了。菩萨为什么副大士要敲打桌子呢？意义是代表什么禅法？菩萨《金刚经》的正确名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内容不外是说，一切都是空，
无空境界。以禅宗来说，六祖慧能禅师就是听到他人诵念《金刚经》才发心出家，因此《金刚经》便一直被佛门当成重要的佛典。傅大士所以敲桌子一下，无非是在表示，所谓禅法者，并不只存在文字及言语之间，在大慧然之中，人类的行动中，以及任何场所都有禅的存在。他的用意就是要梁武帝察觉到此一点。同时，傅大士为什么要敲打桌子，也是用来打破梁武帝的执着期呆感，使他再也不敢认为能够听到一流讲师传授《金刚经》内义真法。傅大士要梁武帝觉悟，为了是要让梁武帝了悟《金刚经》所云的无相空。修行之人实在不宜执着于讲师，或是说法有相者。所以，傅大士敲打桌子一下的做法，就是说尽《金刚经》所包含一切都是空的真理实义也。法师在《无门观禅书》之中记述，芭蕉禅师对弟子们说：如果你有助障的话，我就给你助障；如果你没有助障的话，我就要从你手中把助障夺过来。芭蕉禅师手中夺助障，到底是否有禅机之法呢？菩萨您对此见解如何？菩萨所谓助障也者，乃是禅僧手中持着的杖。如果净慧法师你把它当成禅的修行之方门，你就可以理解它的实意。认真修行禅法的人，痛苦就会消失，不久智慧光明的本性即可开悟。这也就是等于有障就给予助障。反过来说，云不认真修持的人，再经过多久修持也无法开悟本性智慧。这也正是没有助障就夺你的助障。就如工作及读书一样，就算工作效率不能提高，如果热衷于工作的话，他人也会帮你的忙，同时也会给你良好的建议。反过来说，虽然具有工作能力，但是怠勤成性，又会嘲笑工作效率低的人，或者是嘲笑刚刚入门修行之人，不够能力办佛事，远于骄傲心从中作祟，致使心胸不开，难以接纳有道行之高僧实家协助开悟佛法。这些众生有如自己在跟自己过意不去，乃是大傻瓜直人也。法师听说禅门有三宗，一是指习妄修心宗，二是指泯觉无记宗，三是指直显心性宗。菩萨是否可以告诉我，禅门三宗其意义如何呢？菩萨：一、习妄修心宗者，本宗主张云：众生虽有佛性，而无始无明，复之不见，故轮回生死。诸佛已断妄想，故已见本性了，出离生死，神通自在。当知凡圣功用不同，外境内心各有分现，故须依师言教，逢境观心，熄灭妄念，念境即觉悟，魔所不知。
如镜蒙尘，须勤加服饰，沉静明现，即魔所不照。又须明解去，入禅静之道，远离喧闹，闲住静处，调身调息，加跌静默，舌顶上颚，心住一静。南生、北秀、宝堂、宣石等门下，皆类也。牛头、天台、会筹、求吉等，进去方便，积极大同，见解。二、泯觉无记宗者本宗是说凡圣等法，皆如梦幻，皆无所有，本来空寂，非今才无。既达无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无佛无众生，法界亦是假名。心既不有，谁言法界？无修不修，无佛不佛。没有一法胜过涅槃，我说亦如梦幻，无法可居，无佛可佛。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达本来无事，心魔所寄，方免颠倒，使明解脱。石头、中头、下至净山，皆是此理，使令心行与此相应，不令至情于一法上，日久功至，成习自亡，则于愿清苦乐，一切无碍。一般参禅者，皆说此便为真极也。三、以显心性宗者本宗说一切诸法门，若有若空，皆为真性。真性无香无味，体非一切，味非凡非圣，非因非果，非善非恶等。然即体之用而能造作种种，味能凡，能圣，现色、现香等。于中只是心性、佛性，必有二种见解如下：一云即今能语言动作、贪甜慈忍、造善恶、受苦乐等，即汝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别无佛也。了悟此为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田；恶即是心，不可将心还断于心。不断不休，任运自在，方明解脱。性如虚空，不增不减，何假天补？但随时随地习业养神，圣胎增长，显发自然神妙，此即是谓真悟、真修、真正也。二云诸法如梦，诸圣同说，故妄念本寂，沉静本空，空寂之心，灵之不昧。此即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即原身，不应尽起。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犹无始迷故，妄执身。心为我，起贪甜等念。若得善有开示，顿悟空寂之知，知且无意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请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知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故虽被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但得无念之见，则爱物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了知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烦恼尽时，生死即绝，生灭灭已，即照现前，应用无穷，名之为
佛。然此两家皆会相归性，故同一宗。上述禅门三宗中，复有尊教、慢教、随香、毁香、俱外难之门户，皆外众之善巧，教弟子之仪轨，种种不同，皆是二力行门，各随其变，一魔所施。但禅宗真理即不含有二，故须曰佛和会也。弟子净慧法师，今晚本作考一考你的禅之智慧。现在我用手杖在地上描了一个圆相，这个圆相代表禅法之中什么意义呢？法师菩萨在地上画出一圆，这个叫做一圆相也。因为零代表圆满无极尽相，不仅包含天地自然，亦可表示心境无相表圆现。一圆相是自由自在一片云，变化无尽相。如果修行之人只顾执于将来如何圆相的话，是一位不开悟懂禅之人。还有关于灵异圆相的禅题，弟子在碧岩录之中阅读过如下一个论题：从前有一名叫陈操的官员，很喜欢参禅。有一天早上，他去拜访资福禅师。禅师在半空中描了一个圆相，对话开示。陈操说那种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哇。如此一来，资福禅师就回到他的居室，把房门紧闭了起来。为什么禅师在半空中描了一圆相？见解意义如下：因为陈操对禅稍有研究，禅师方才画出一圆，正要准备表示我知道你热衷于参禅。是陈操说那种东西毫无用处时，禅师就回到他的居室，并且关起房门。他的意思是，纵然你装着懂坐禅，又摆出一副开悟的样子，但是你却拘泥于描画在空中的圆相，因此你不能称为懂得禅法之人。菩萨，弟子这样的比喻道出一圆相，考题是否过关？菩萨很好，很好。弟子净慧法师，你终于开悟了。禅法是应用活泼智慧，自由灵活，禅是一切空相。心即是禅，禅即是心，世间本无法，勿执着法相，即是现代禅师也。今晚开示就到此止。灵体归回本身，回家家家。006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6章，正法禅中悟，执着即是祸。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2日子时20、30、19日10月1990。诗曰：开悟自性访高僧，修行华山万万层。诗清无香只归路，心法月挂一轮灯。菩萨凡间众生像是一幅悲哀的景色，就像盆子里的爬虫那样，终日在盆子里爬来爬去，总爬不出盆子的界限，此局限就是生物环境，
每个人都会在这生物环境中困顿而老死，人类便无法超越长、宽、高的三度空间。以众生心相来看，本性佛心就可以超越一切界限，但这颗佛心不可为烦恼所绊，否则烦恼就是佛心本性的界限。经世道之中，吾看见佛门或道观中有许多人在修道，总想成仙成佛，却不可得，因而产生了魔穷尽的烦恼。他们不但不能成仙成佛，却在岁月的流逝中变成了一个即将老死无成的修行人。这种世相的悲哀，只有自求佛心，无执着于一切者，才能解脱，才能超越烦恼的界限。无烦恼一切无我的修行之人，自然如仙佛神仙般快乐也。如果修道之人能悟世相本是空，一切佛性自在的道理，那不是以证悟如来真实妙义，不着身形外相，亦即是放下无相空之心，以容万物的禅境。法师感谢菩萨开示禅境中忘我超尘智慧，使我想到一首词文：人生在尘蒙，恰似盆中虫，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神仙不可得，烦恼既无穷，岁月如流水，须叟作老翁。有时候我感叹世间事无常，一个修道人徒劳无益地去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号称三史的史书和诗、书、易、礼、春秋号称五经的典籍，以及有思想的文章，读了也的确不见得有用，因为来到佛的面前，这些学问和知识就显得有如文盲的见解了。人生似乎命运注定，总是外来的厄运为难不断，远不如一株河边的树，冬去春来，它又是那般青绿可爱。一个人或修道者，如果能够识破世间无常的现象，而对自性有所顿悟的话，他的人生境界必然提高。放下心来是一种内在修养功夫，务需外求，而这种内性的发挥，首先就是要认识一切外相执着心都是无常虚幻的。从前寒山仙人在儒生时代勤读35经，想在极地后有所成就，却因落榜流落异乡，终以弃文习道入静观中习的仙法，在无常的现象中惊喜树木逢春再现青绿的自然禅境，才真正参悟了自性本是空，便不再执着一切了。所以我说人生一切是无常的。徒劳说三史，浪自看五经，伯老捡黄集，依前往白丁，是遭连简卦，身主虚为心，不及河边树，年年一度清。菩萨修行的最高目标是要成为真理的觉悟者，能够破除一切妄，并引导众生也共同趋向觉悟的菩提道上，这就是真理无上觉者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具有佛心佛性，愿共成无上觉。
今晚禅法开示，净慧法师可以开始发问之。法师经云：外道乐诸见，菩萨不动诸见；天魔乐生死，菩萨不舍生死。此经云道理何在呢？菩萨邪见痛正见，故不动。外道并乐诸见者，谓有见无见。凡人总是说没有了执着，我就能达到涅槃。执于这种想法的人，叫做执着。没有涅槃之建立，没有轮回之舍离，如何称为轮回？又如何称为涅槃呢？如果修行之人有了邪见同于正见的智慧，修行之中就会有另一番丰富的禅境了。法师经云：以邪相入正法。又云：不舍八邪而解脱。菩萨生死涅槃，即生无生，即死无死，不是舍生以入无生，即灭之因即涅槃。圣云正法掩藏中说无所得，魔所欲而端坐。时宜即道祖，就是其中有禅心。眼横鼻直，空手还乡，亦毫无佛法等等名言，处处表现正法禅机，愿顿悟之。法师为何住法？菩萨不住于住，不住于不住，如法而住，名为住法。住就是指或是流的意思。另一解释说，住于法，不住于法，本身就是执着了，所以离开执着，与法融合成一体，就叫做住于法也。佛经有云：尊者，人们说世界是空的，怎么说世界是空的呢？阿难那，自身属于自己的却都是空的，所以说世界是空的。凡是随因缘而起的东西都是空的，而这个凡尘假境世界上，一切都是由缘起而生的，所以说世界是空的。法师有一次，达摩大师的弟子问达摩禅师说：何谓修道断惑，用何心智？达摩禅师答云：用方便心智。弟子又问说：何谓方便心智？禅师又云：观惑，知惑本无起处，以此方便的断疑惑，故言叫作心智也。在禅法之中，惑又是如何见解呢？菩萨惑就是凡尘苦劳，修行上的烦恼，也是人的苦恼与执着。在众生心中，有一个无法控制的邪思潜伏在心灵深处之中，当众生欲望邪念欲因缘成熟之时，自然便起无明魔念从中而生。观惑就是执着心，心亦起烦恼，而烦恼有三种，是无明、欲、恨。所谓无明，就是愚痴之心，即是对人生苦、老、病、死以及因缘现象的无知而生起。所谓欲，就是奢求，想要得到心所起的贪求。所谓恨，就是爱的欲求越过心理状态，出于本心憎恨，取舍不得而起不平愤慨，憎恨在心头。修道之人不可有迷惑之心，这是可怕危险的。如能去除心头迷
祸则苦、老、病、死就能不生不灭，而达禅之境界。法师在佛经云中国天台宗把人心的修持道果分成10界，是否能请菩萨开示？菩萨好的。天台宗把人心分成10界如下：1地狱，2恶鬼，3畜生，4修罗，5人间，6天上，以上称为迷界。7声闻，8缘觉，9菩萨，10佛，以上称为物界。法师弟子曾经在佛经禅书之中读过达摩大师有关物境之题，如下：其弟子问贪欲名为何心？达摩答凡夫之心。其弟子问作无生是为何心？达摩答是声闻之心。其弟子问解法无自性是为何心？达摩答是缘觉之心。其弟子问不作解、不作惑是为何心？达摩答是菩萨心。其弟子问不觉不知是为何心？达摩答无心回答，即不答。菩萨，为什么达摩大师回答云即不答呢？菩萨达摩所以不答者，因真法不可答，正法本无心，回答即有心，正法无可言，答即有言，正法无有托，回答即有托，正法无人知，回答即有人知，正法眼前中回答即实知。如此禅意，愿修道之人或禅门中人悟之也。法师菩萨是否可以开示众生平时修持坐禅方便法门？菩萨平常生活皆在道中行，那里不是道场，本用不着什么禅堂，也不是坐才是禅的。所谓禅堂，所谓坐禅，都是为我等障身慧浅的众生而设。坐禅先要晓得善调身心，若不善调，小则害病，大则着魔，实在可惜。禅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调身心，此外调身心的方法还很多。一般在结跏跌坐时，以顺着自然正坐，不可将腰坐势挺起，否则火气上升，会眼花使多，口臭气顶，不思饮食，甚或吐血。又不可弯腰垂头，否则容易昏沉，尤其不要驼背，否则会吐血的。如果觉得昏沉来时，睁大眼睛，挺一挺腰，轻轻略移动臀部，昏沉自然会消除。修持用功太急切，觉心中烦躁时，以万缘放下，休息几分钟，见会舒服，然后再提起精神用，否则日积月累，便会变成性躁易怒，或发狂着魔的。禅中受魔考遭遇的例子很多，说之不了，但修士者只要不执着它，便碍不到你。所谓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虽遇着或见着什么恶境界，也不会管它，不会害怕，就是看见什么好境界，也不理会它，更不会生欢喜心。楞严经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法师在禅门之中，有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父母未生前，如何事本来面目等，但以念佛是谁为最普通？禅门之中，常常有话头问题，而什么叫做禅的话头呢？请菩萨开示之。菩萨话头就是未说话之前，如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是句话，未念之前就是话头。所谓话头，即是一念未生之际，一念才生，已成话尾。这一念未生之际，叫做不生，不昏沉，不着尽，不落空，叫做不灭。时时刻刻，单以此一念回光返照这不生不灭，就叫做看话头。看话头先要发疑情，疑情是看话头的拐杖。法师，那么何谓疑情？菩萨如问念佛的是谁，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还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死了还有口，为甚不会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个什么样子，却了不可得。因此不明白，便在谁上发起疑惑的念头，随时随地单单照顾这一念，像流水般不断的顾念下去，不生二念，若一念在，不要动着它，一念不生，再轻微提起。当用心时，必定静中比动中较为得力，但切不可生分别心，不要管得力不得力，不要管它动中或静中，应一心一意用功实修才是。而关于念佛是谁四字，最着重在这个谁字，比如穿衣吃饭的是谁，放尿的是谁，超无明真人我的是谁，能知能觉的是谁。不论行住坐卧，谁字一举便有，最容易发起一念，故谁字话头，实在是参禅妙法，但不是要将念佛是谁四字做佛号念。有等将念佛是谁四字念不停口，倒不如念句阿弥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乱想东寻西找，叫做疑情，这就错了。该记住，如果有妄想之心，而越起妄想越多，等于无进而退，反而坠入地狱之间。愿修行之人不可不知也。法师有一次，僧人问洞天和尚说何谓佛？洞天和尚回答麻三经，请菩萨解说之呢？菩萨洞天和尚答曰：麻三经。所谓的麻，乃是用来织麻布的麻丝。三经表示麻丝一束的重量。原来和尚看到身旁的一束麻丝，方才如此的回答，并非学习了博大的理论，或者经历一连串的苦修就能够成佛，必须有三经的麻束一般，辗转被织成衣服以及袋子以后，对人们才会有用处。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只要累积正确的修行就可以了。悟禅法，换句话说，三经的麻束就是自己，而自己就是佛。
今晚开示就到此，敬会法师灵体归身。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525 CHTML Number 07等于第7章佛法度缘人开悟及正觉。Number 08等于第8章道即佛三宝迷惑指禅悟。Number 09等于第9章净慧开悟论智慧由心生。Number 10等于第10章本愿经中说圆满种福田。0.007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7章佛法度缘人开悟及正觉。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3日子时20、30、20日10月1990。诗曰：华山顶上月轮孤，照见天空本无物，可贵天然无价宝，埋在五阴逆身躯。菩萨今晚繁华山上挂着一轮小明月，孤孤单单地悬在那儿，它照的是一望无际清朗无物的夜空，这空无的天然景色给予我们修行之人如同无价之宝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人因色、受、想、行、识这五因或五蕴静逆着，而使我们衍生昏迷不辨自信。这是佛即是空的道理，人们众生应该从月照的虚空寂静领悟其中正法的道理也。法师恭迎菩萨降临开示禅法，弟子问讯叩拜之。方才菩萨一番话训示，弟子也因祸而发。以前弟子读到禅宗六祖慧能祖师所言，他有一样东西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它即是其实不异的自性本来面目，也就是神会所言各法本源的佛法真如。真如用浅易的话来说，就是实相法性，实相或真实不异的本性，也就是参悟心法，处于恒常无变的空字。菩萨今晚考一考弟子净慧心法智慧，有五言词句禅话，你悟悟其中含义，看看见解如何。词文：云你出家相，何名为出家？奢华求养活，既坠足性家，美舌甜唇嘴，产区心勾家，终日里道场，持经至功课，炉烧神佛香，打钟高声和，60学课冲，昼夜不得卧，只为爱钱财，心中不洒脱。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驴尿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又见出家儿，有利及无利，上上高洁者，鬼神亲道德，君王悉辇坐，诸侯拜迎逆，堪谓是福田，世人须宝习。下下低语者，乍现多求觅，浊烂即可知。愚痴爱财色，
者却福田一。福田讨一时，作债税牛犁，为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恶，往往痛囤己，不解善思量，地狱苦无极，一朝者病缠，3年卧床席，亦有喜佛性，翻作无名贼，南无佛陀耶，远远求弥勒。法师弟子对菩萨禅法劝示5字词文见解如下：凡参禅拜佛修行的人，修的是那颗无相之心。菩萨在本文中告诉众生什么是真出家，什么是假出家修行。假出家的人，修行中还在那儿想着美好贪奢的生活，仍然不忘传宗接代的事，嘴上吃着甜头，心中还在打歪主意，每天虚心假意做礼佛的事，把吃斋念佛扬称为做功课。香炉点起檀香，敲打寺中念诵着经文，且每天很早就起来打水、劈柴、舂米，日日夜夜都睡不安稳，看起来真像有道行之人。其实他们心里爱财如命，这样的修行怎能洒脱自在、本性自如呢？再看看那副可怜相，见了道行高的就赶紧去拍马屁，但在心里却又不服气，于是在背后诽谤别人，有这种卑劣的行为，简直是驴屎一般不值钱，却自以为我的修行是麝香般芬芳，这又是何苦呢？不仅破坏佛门清规，更破坏佛陀修行的美誉。另有2种出家人是有学问的上智者，另一是力不从心的下愚者。前者连鬼都钦佩他们的道德，君王和诸侯都会迎之为贵宾，表示敬佩之意。这样的富田是不求自得，也是实心学佛者一大富田也。而下愚者，痴愚诡诈，爱财爱色，一看便知是污浊之徒，却蓄意想享福奢求供养，在钱财方面向别人放高利贷害人，在做人做事方面则不忠不义，是非曲直不分，这样天天行恶道，常弄得身心俱疲，毛病百出，还不知好好反省，常随烦恼痛苦循回不休的地狱苦报。这样的出家修行，即使有点佛性，也被自己的愚行泯灭了。但愿南无阿弥陀佛，无远弗届之大愿力及西方弥勒佛慈悲感召力，能保佑这些无知修行者早日了知真理，弃黑暗而就佛法光明，同归极乐。菩萨弟子敬会法师，你的见解正确也。本词句正是在告诫出家人或修道之人，种福田并不是非外求可得，而是要从心诚意正去行善，这才能自得。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虽然是愿宏深，且弥勒佛虽是无能胜菩萨大佛，如果一个人心不诚正，虽是大佛大菩萨一心，想要救度你，但心怀二意之众生，终不肯伸手，佛又能救得起不肯回头的人吗？众生啊，
你们想修的心中善德之果，必须有诚心正义、心诚正念的人，一定是有一颗善良心田，这颗善良的心田必带来无相福报，将来一定是圆满福田。今晚净慧法师有任何疑惑可以发问，好让本书出版之后，以利度人向佛也。法师今天中午，弟子与果园老和尚坐在万年400岁宫前面大石岗上，互相研究佛法。当然，弟子也静静听老和尚开示佛法禅机，真是受益无穷也。可是，当他说到中国佛门历史上发生过毁灭佛法的事件，叫做三武一宗之难，请示菩萨开示什么叫做三武一宗之难，也好让佛门弟子及修道者了悟之。菩萨好的。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在中土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使佛门在中土的发展上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在佛门史被称为法难，也叫做三武一宗之二等。本作在详加介绍第一次法难缘由经过，好让众生得知清楚。第一次法难发生在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初时信仰佛教，经常请一些沙门高僧进宫谈论佛法。每当农历4月8日佛诞期，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佛诞活动，并向佛像献花以表示对佛祖敬意。后来，他听了大臣司徒的谗言，逐渐改信仰道教。到了公元445年，姓陈盖吴造反，关中骚乱。太武帝亲自出兵讨伐。当律大军入长安时，见有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武帝就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又在寺院中查的酿酒聚集大量钱财，还发现寺内有屈氏、哭氏，以与贵氏女私行淫乱，于是下令诛长安沙门和尚，焚毁金身佛像，并命令全国各地废佛。又紧接着于太平真君7年，又命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烧佛像经典，玩杀沙门弟子。于灭佛当时，幸有太子殿下暗中相助，使各地沙门能事先得到消息，早已逃亡匿迹，免去一切灾难。金银佛像以及诸经论也大多得到隐藏。但是可怜的是，北魏境内所有寺院佛像几乎都遭毁灭，此次佛门损失是最惨重的，这是佛门在中土受到的第一次最严重打击。其他之法难本作就不再详细开示，此种焚毁佛像经身及经典之人，指太武帝死后必下地狱诸心受苦，永远受尽于阿鼻地狱，永不超生的。法师，中国佛门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是谁？菩萨佛门在中土的传播，乃是依靠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中土佛
经来源除了靠来汉的传教的西域或印度僧人随身携带之外，还有许多是从西域广为搜集来的。在中土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数百年间，西行求法之人络绎不断，他们凭借一片真诚，怀着对信仰的追求，渡流沙，越葱岭，克服了千难万险，来到异国他乡，如饥似渴地汲取别国佛教的文化，为发展佛学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为交流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在佛门史上，是谁最先踏上这伟大而艰难的历程呢？晋惠，你可以打开佛史册籍，印证一下，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是曹魏时期的汉族僧人朱士行和尚。法师，那么唐僧取经又是怎么一回事？菩萨神话小说《西游记》这部书，在众生心中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此是作家以神来之笔，把形象生动地描写着唐僧师徒四人克服千难万险，跋山涉水，降妖捉怪，最后取回真经的故事。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是小说家运用浪漫主义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但在佛门史上，唐僧玄奘和尚是确有其人，而且确实取过经。而佛门史上的唐玄奘和尚是个勇敢、大无畏的高僧。玄奘俗姓陈，是洛州偃师县人。在唐太宗贞观3年正0629己丑31 22唐012太宗贞观03长安饥荒，朝廷允许百姓四处自行谋生。玄奘便乘机出长安西行，经过甘肃，过敦煌，越过葱岭，翻雪山，历尽难险，最后终于来到印度。玄奘到了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学当时印度最高学府烂陀寺修行佛法。烂陀寺热烈欢迎玄奘到来，待玄奘以上宾之礼，生活时分忧郁。印度僧人对玄奘和尚的品德和学识智慧也十分钦仰，将他尊为烂陀寺精通佛法三藏的10位高僧之一。法师菩萨，我有一位弟子慧贤，常常问到天台宗是怎样创立的。我又是台湾天台山灵隐寺创立人，有关天台宗来源如何？请菩萨详加说明呢，好让我这位大弟子慧贤进一步了解天台宗是怎样创立的。菩萨好的，在中国浙江省南部的天台县境内，有一座风景秀丽的高山，这就是著名的天台山。天台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儿是中国佛门天台宗的发源地。佛教之正法自传入汉的后，到南北朝已有几百年历史了。在这几百年中，经历了初传期、消化期，已经使对佛门义理有了深刻的理解。魏晋以来，佛门经典开始被大量传译。
特别是鸠摩罗什和真谛的翻译，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更提高水准。他们分别把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论著介绍给中国，对中国佛法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时中国高僧和尚对佛法其理的研究也有了很大成就，对佛法的理解日益深入。基础上，有些僧人比较有开展弘扬教理的研究，形成了一些佛教学派，如的论、摄论、三论、毗昙等学派都是在南北朝时呈现出来的。在这种百家争鸣的佛法学术熏陶下，一些佛学家、禅宗家开始以新的观点有系统的组织和发展自己思想学说，从而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而天台山天台宗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由陈隋之际著名僧人智以和尚创立的。天台宗祖师就是智以，又称智者大师，是荆州华容县人，俗家姓陈，到18岁时在长沙果院寺出家为僧，念3岁时来到光州大苏山，皈依慧思禅师门下。智者大师在慧思禅师门下7年时间，他勤奋努力的学习和进修，得到了慧思禅师的赞赏。西元567年，慧思禅师离开光州去南越，临行时主智者大师著金陵传教佛法。于是智者大师带了几十人东下，来到陈朝首都，在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受到陈朝君臣的礼敬。西元575年，智者大师又带弟子几人离开金陵，居住浙江省天台山，在山中建立僧舍，研究佛法，实践修行。在此时期，智者大师的佛学思想开始成熟。智者大师以法华经为宗旨，以大智度论为指针，参照其他经论，组织学说，开创宗义，并说法大智度论，演说禅法。又常以佛陀留下的经典，按不同时间、不同对象说不同的经，求教导修行弟子来研究是佛所有经教，从此奠定了天台宗的基础。天台山天台宗，智者大师一生著作，大部分是弟子受灌顶在说法过程中记录整理成书，其中主要的经典《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共称为天台3大部经，是天台宗立宗开教的思想基础。另外还有《观音经》、《观音一书》、《金光明经》、《金刚经》、《观无量寿佛经》等，被称为天台5小部。智者大师所创立的天台宗教义，在中国佛门史上产生了巨大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影响。天台宗主要经典是《法华经》，即是《妙法莲华经》，也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修持主要经典。
而现在台湾天台山灵隐寺立宗开教的思想是以普度众生为基础。台湾这传教的思想，只要能依无前文所言力行之，那修持天台宗必定无误也。法师感谢菩萨开示天台山天台宗思想基础。现在台湾念佛修行的人很多，尤其是修持净土宗的人特别多。请菩萨开示净土宗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受人欢迎？菩萨净土宗是专注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的一个宗派。由于其简易修行法，没有深奥的理论和繁琐的修行课程，所以自唐代以来，在中土就广受众生接纳，甚为风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主流。佛的国土是相当庄严、洁净美好，没有任何污染，因此称为净土。而世上众生所居之处，则充满污浊，故而称作秽土。生于秽土的人，如果能一心念佛修行，就有希望于未来往生佛国净土中，享受净土的一切美好幸福，更有机会聆听佛的教诲，从而获得更大的修行成果。这就是人人喜欢信仰净土宗之特点。尤其现在修道人很流行多种净土信仰，其方便法门乃恭念南无阿弥陀佛、恭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恭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等。更有其弥勒尊佛接引往生兜率愿等之善愿。从古代佛门盛行净土宗至今，信奉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人渐渐增加，西方净土便成为众生信仰的主要目标，也是最受欢迎的一大法门。法师今晚请教菩萨开示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佛教徒的著作中，唯一被尊为经的是哪一部？菩萨在佛门中，唯有佛所说的才能称之为经，其弟子所作，则最多只能称为论。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称作经的著作，这就是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而成的六祖坛经。六祖坛经简称坛经。经的中心思想是阐扬众生具有本自清净的菩提自性，因此修道学佛之人不必外去执着，只需自求内心自信，一旦豁然觉悟，便能见性成佛。由此而主张顿悟，认为不修不悟即佛是众生，一一觉悟即众生是佛。其修行方法强调无念、无住，于一切事物不可执着，必须使心魔所系缚。一切为空，一切无相，了悟其众义，便是净土佛。本书定名为《地藏菩萨指禅开示录》。本书就剩下几篇就圆满。愿弟子敬会每晚子时11点，心法服鸾，必须加鞭努力完成指禅开示录。今晚就到此，敬会灵体归回本身。加。
加008。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8章，道即佛三宝，迷惑指禅悟。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4日子时，20、30、21日10月1990。诗曰：江南一月占青阳，多少神仙此的藏。昔日仙翁捣药处，鸟声依旧客叮当。菩萨昔日九华山常有仙人或药师到九华来炼药救人，常于春夏之夜时，密林中常有发出叮当的声音，有如仙翁捣药之声，清脆悦耳。而九华山是罕见修行道场，从前有一位寒山禅师云：一个人如果心如清晨晶莹的水，心中无任何牵挂，就像池底清澈看得见。即使心中有什么妄念，就如清水中出现了怪物，其影像也会显露出来。如果心中不起妄念或杂想，即使遇到很大的灾祸，本体的佛心其性也不会改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自事物的真相。这种水清见底的心性，也就是佛性。所谓水清见底的心性，就是心性无执着。昔日佛陀曾为他的弟子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印度北方有个修行者，总喜爱把自己的外表弄得漂漂亮亮，起居的条件也讲求舒适。有一大他在山上伐木，想造一间居住舒适的木屋。树神见他如此修行难得正果，便想帮助他。树神化为一株果树，满树都是甜蜜的果子。这位修行者伐木饿了，便上树去采食果子。树神故意猛地一震动，他掉落在果树底下一处悬崖上，不上不下。于是他只好断念而静心准备圆寂。后来树神把他提上来，对他说：心无杂念，可得正果。言后他猛然觉悟，便决心修行，果然修成阿罗汉。这是观相静心的故事，值得修道人深思。法师佛学博大精深，佛理究竟圆融，而佛法更是自觉觉他、自度人的最佳法门。憨山大师说：舍人道无以立佛法。我们信佛、礼佛、学佛、修道、修行，最重要的要有一个正信的心，须人道做好，然时时可入佛所矣。楞伽经云：佛与心为宗。太虚大师也说人成即佛成，就是这个道理。如何的去吊摄我们的这颗心？我在万年400岁公与果园老和尚谈论佛学时，老和尚提到三皈依里的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唯有凭自己本性智慧修行，一切无执着，一切是空，方能正果往生西方。今晚弟子有许多迷惑问题，还望菩萨详细开示。弟子有一位同道老前辈名叫刘万章，他问到了人死后7日，为什么又清醒返魂，回到人间来？这如何来解释？
请菩萨开示。菩萨人死后7日又返魂清醒，就要看个人因缘而定。人命中之后，死者身体之本性灵体还未离开，只会觉迷糊，生或死还处于渺茫中。这时见到亲人儿女，恍惚就像梦中一样。接着就经过一种昏沉迷茫的境界。虽医生诊断死亡了，其因缘关系还未了断，待遇了3、4日后或6、7日后自动返魂清醒过来，这个叫做初入中阴境界。法师寿终时到了中阴身界，会有什么感觉呢？菩萨众生寿终，到了中阴身界内，按因律法规，可根据个人生前所做不同的修行，而出现各种幻妄境界。有的因恶念招感而现种种不可思议恐怖境界，因修持久后不够或执着心太重，便会心生恐怖而乱窜逃命，以及堕入无间地狱3恶道中。这一切都是本性定力不够，还未打火后而产生执着的虚妄现象。此时中阴身已不是血肉之躯，本性还未离开躯体，身体各部门呼吸虽然停止，但是身体还是完整如生的，应该安定心神，随缘不动，一心念佛。很快的，执着心态就会逐渐减低至无念的心空境界，自然就佛境现前。要往西方或沉沦6道轮回，就在此重要关键，因此专心念佛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了。在中阴界中，还会有各式各样魔境出现，此时也不能受其诱惑，误入歧途。总之，修持之众生们，应坚持信念，不该受苦乐幻境所动，以身信修呆本愿，持续静心念佛莫断。西方阿弥陀佛语。观世音菩萨定会亲临接引，按个人修持道行功德高低来接引西方。法师有一位弟子问道：听说修净土宗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9品莲台，是否真的有那回事呢？菩萨当然是真的，因为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都不是骨肉凡胎，而是佛性回归本位，乃是妙法莲花生化生出来的。如果凡尘世界中有一个人念佛修持，西方极乐世界7宝莲池中就会生出一朵莲花来。莲花中间还有粉红色座台生出，正所谓莲台宝座。如果修道人或念佛修持的人越多，则7宝莲池中的莲台就越多，莲台上有记个人姓名。修持道行越高，7宝莲池那朵莲台就越大越鲜艳光明。如果修道人中途变卦退至不修，那么莲台也随着消灭了。修道念佛之人临终时，西方接引尊者就捧着这座多年修持成果的莲台来接引往生西方净土世界。众生平日念佛的功师不同，
行善立德的大小也不一样，修行定力、火候也不一样，所以在七宝池中，莲花的开放就有早与迟的区别了。根据莲花开放的池数，分成9等，这也就是众生常常说的9品莲台了。道恒修持相当好，已达无我境界，此种道果是上品上生果位。道恒修持中成境界之人，按修行功果算计，此种道果是中品中生果位。道恒修持下成境界之人，可以算就是各善人，有功德之人。功夫修行较浅的众生，最下等的果位叫做下品下生。不过下品下生也已了却生死，脱离轮回生死了。法师有一位大德问道，像我们这些愚笨凡夫罪业深重，就是下品下生恐怕也没有希望，如果能仗着行善功德，再转世为人，已经是不错了。即使不能再得人身，在地狱阴司中能少受点罪也算很好了，是不是呢？菩萨对此问题见解如何？菩萨众生啊，众生啊，千万不可存这个念头。若是有了这种想法者，赶快改过来。众生可以恭念的藏菩萨本愿经，经内有详加记述，在此不加以介绍说明。要知道，佛是最慈悲的，佛的愿力是超大无量的。佛曾经说过，不管什么人，就是罪大恶极者，只要肯忏悔自己的罪恶，肯诚心向佛修持，佛一定会来引渡他。佛门是不说妄语的，一般众生的想法错误了。希望能放下心来，回头是岸，西方就在你眼前。法师又有一位大德问道，台湾老老少少向来念佛的人很多，但是成功正果的很少，关于这一点，是否有其原因存在呢？菩萨关于此点原因，解释如下：有些念佛修行者很随便，今日念佛，明日不念，空闲之时念，忙时不恭念，健康时念佛，生病时不念佛号，危急时才知道念佛，平时又不恭念。这种修持法门就不能使念佛愿力含一，恭念佛号又不能相继连续，就不会结成心口佛力之愿。更有一种人，念佛是念给别人看的，口中念佛，心中却没有佛。这种念佛方法和阿弥陀佛是不会有愿心相应的。有一些众生自悲感太深，虚心大意，以为我是一介凡夫，怎敢有希望为佛呢？如靠念佛功德，到了地狱中不受苦难，或到地狱修善所就不错了。或者下世再转世为人身，出生到富贵有势力人家已经是很好了。又有修行之人，念佛修行是为了求得孝子贤孙，求得富贵，求得长生不老，求得神仙而已。这种志在人天福报的人，赶快回头修行，
效法菩萨，就在一念而已也。法师有一位大德问道：活在世上的时候都念佛，有什么好处呢？菩萨一般人不论富贵贫贱，有没有权势地位，个个都有不如意的事，在众生心中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烦恼苦闷。这些都是由自己妄想心、执着心引起。如果大家能一起来念佛，心中就有佛的思想，就不会去胡思乱想，意念就正确且清净，心中烦恼业障自然就消失了。尤其是念佛修行之人，对于世间名利不贪不求，而会照本分工作而行持，如是遵守国家法律，安分度日，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心中会自然有善的念头。因此，活在世间中，如果能念佛修行，则心安精神爽，会能消业障，生活自然就会愉快如意。再者，念佛的人知道世间有因果报应，遇到生活性就随缘享受，不执着，不贪求名利，遇到业障缠身与灾祸，也不会去怨恨或怪人，以忍耐为毅力，安度重重难关，不使祸上加祸，在精神也就不会遭受灾厄痛苦。又念佛修行的人，不起杀生念头，自然就素食持斋，随遇而安，生活节俭，可使经济上减少负担，思想上也比较有定力。因此，不杀畜生生命是有佛陀的慈悲心表现，可以减少疾病，增长寿命。而念佛修持的人，不妄语，不搬弄是非，不恶口，不绮语，可以避免人间不少是非和起无名的纠纷。念佛修行之人，念头上会行持布施，做利事利人之事，世人皆勿亲切，因此广结善缘，也就是在人缘方面博得众生敬仰，这样修持，在社会中就能得到愉快如意。念佛修行的人，常年素食，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诵经念佛可以澄清杂念，至心一处，礼拜佛或菩萨可以运动肢体，活络筋骨，调和呼吸，慈悲行功立德，专念佛号志在往生净土，精神上有所寄托，可以保持情绪上宁静淡泊，自然也就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念佛的人有种种的好处，在此说之不尽。众生啊，如能真诚持续念佛，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种种好处呢。俗语云：吉祥如意，逢凶化吉，遇难成吉祥。众生在日常生活中，常能得到称心如意，没有烦恼牵缠的事，偶然众生遇到凶险的时候，无意中也会得到佛力解救。由于念佛的人心地善良清净，容易和佛菩萨感应道交，因此凡有所祈求，无不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随其所愿圆满成就。不过
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是不会刻意去求一切名利享受的，且对人间虚幻的世俗事不会热衷。众生啊，大家要知悟，若是为了贪求现在利益而去念佛修行，虽然有利益，但随的会随失，有如竹篮渗水一样，不可思议的真诚。礼佛修持所说一切正法信念者，其灵感可感应佛力，是说不尽的。只有修道入念佛人、修行人亲身去体会，才能知道一切的。法师有一位大德曾问道：如能修成天仙，有了种种神通法力，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往生极乐西方世界，成佛或为菩萨呢？菩萨天仙虽然有法术神通，天仙的神通最多不过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5种神通而已。讲到6通中最重要的叫做漏尽通，这些天仙一点也沾不到边的。所以说5通神仙，6通罗汉，就是说仙人只能得到5种神通法力而已。西方罗汉有6种神通佛力，神通的法力比较起天仙法力，还差西方罗汉很远很远的。那么天仙比罗汉还不如，又怎样能和佛相比佛法呢？所以菩萨勉励凡间众生学佛修道，如能开悟佛所说的经典时，亦确实修持念佛，自能往生净土西方，能达到内外双修，行善立德，还可以了脱生死，不受6道轮回，本性自然超出3界以外，往主西方极乐。法师目前在万年400岁宫闭关的慧德弟子问道的藏菩萨本愿经，是否可以在一贯道佛堂里早晚供念呢？其功效又如何呢？是否会犯佛规呢？菩萨弟子慧德远从台湾到安徽省九华山万年400岁宫，诚心来礼佛闭关，研修佛法语的藏菩萨本愿经，无有在加持佛力与智慧，愿加边修行，免之。关于修持功夫，贵在专一法门，确定要修那一法门，应该反复考虑，慎重研究我的先天佛根如何，我的志愿何在，到底修持哪一种法门适合自己。确定自己修持方便法门之后，则需牢牢抱持，永不忘志。修持功夫，自己必须心有主宰，深入一门即可，尤其是会得你的先天佛根很好，只要能修心行功立德，深入经藏，顿悟正法本来，是一切无执着，放下心来，安下你的心，凡尘之中，一切是空，将来正果即不远了。既往不能有一脚踏着2只船，这山望着那山高，必至一事无成也。目前你已皈依开心禅师，如果能专一修行，将定成果。1.
供念的藏菩萨本愿经只要清净地方就可以供念，当然在佛堂更好。2. 供念的藏菩萨本愿经功效如何？持续供念，日后有不可思议佛力加倍，尤以你自己体会最好也。3. 不但不会犯佛规，佛或菩萨会更加倍智慧光明。所以菩萨作偈语词文勉励慧德弟子。有人为白首，不肯舍诸文，采药空求仙，根苗乱挑绝，数年无效验，吃一田福玉，猎师披袈裟，原非汝实物。寒山仙翁快70岁的时候才弃道重佛，因为他发现求仙采药要长生不老，这都是空幻思想，而要了悟生命本来的根源，认识自性的真正面目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一个人不能去除吃甜，想要参悟人生，那是办不到的。寒山仙翁云，有的人害怕老死，有的人则恋眷青春，而去采药炼丹，空想成仙。他们在乱挖根苗，却不知挽救他们青春不老的灵药在何处。炼丹炼来炼去都炼不出长生不老药来，简直毫无效验可言。原因是他们不知灵药的药引在驱吃除甜。另外，想要进入高超的西方佛境，不是靠炼丹学法术，而是靠一颗明净虔诚的信心，心诚则灵即是。如果心不诚，不管你是先的正法后修持也好，还是先修行始悟的正法也好，心不诚意不专，一样要受到6道轮回也。就像猎人披着袈裟在骗取野兽的信赖，而象征和平慈悲的袈裟本来就不是猎人的东西，披起它来只是伪装，这种痴狂虚伪的行为是绝对不可有的。此用词言语，作为日后会稳弟子修持方法目标。今晚就到此，净慧法师灵体归回本身。加0.009。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9章。净慧开悟论，智慧由心生。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初5日子时，20、30、22日10月1990。诗曰：丹心辟血僧无暇，度尽众生成菩萨。写经言传百代，谁来九华不拜他？菩萨九华山万年400岁宫，寺内有天然洞室，而供奉着无暇和尚的真身佛像，目前正果位应身菩萨。无暇和尚发至虔之心，以全部心血来抄写佛经，划破舌头，用毛笔蘸血和金粉，开始抄写华严经，共花了28年又20天，终于完成原91本佛经。到了100年6岁，农历9月14日，预知自己要往生西方极乐，便将自传及写经整理完好后，
堵上洞门作画了。修道念佛的人，要想正果，必须下一番苦行，多效法无暇和尚、应身菩萨，坚毅刻苦的精神，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成果呀。偈曰：天生百尺树，简作长条木，可惜捡良材，抛之在洞谷。年多心上进，日久疲渐秃。使者取写经，无暇证菩提。法师这记事不是说无暇和尚是天生一株百尺大树，如果伐下来可裁成许多优良木材，只可惜这栋梁之材却埋在九华山洞中，没有替佛弘扬真理，普度众生，真是可惜之至。无暇和尚虽然年岁很大了，可是他的心智还很强而有劲，画破蛇头和金粉，抄写华严经记而完成81部佛经，岁月无情不停留。虽已老迈，幸遇有缘人将其写经发扬度化众生，使无暇和尚的苦心没有白费。现在无暇和尚已正应身菩萨之果位。今晚著作只禅开示录，祈求佛力加持。菩萨弟子尽会，你在九华山闭关这段时间，先佛加持你的智慧，开导你的佛学禅理，将之写入只禅开示录，以作修行之参考。法师感谢菩萨慈悲，赐我机会，愿将所悟写于书中，但愿菩萨能从旁协助。还望诸山长老、法师、道场、居士大德们给后学指教。坐禅智慧心得篇。达摩大师以无我无心的禅法精要，弘扬佛法，度民教化。禅是一种修行达到身心合一、内性自在的禅定境界，而禅实无我是我必观时解悟的心法。以观心无我，此地是净土；以心是佛，佛是心。内外一致不散乱，灵明的佛性所为出现，光明普照，心性专一，便可入道。禅定可达生命的提升与开发，达至明心见性，禅实见佛，此乃开悟之方便法门也。其一，我恩师开心尊者于我闭关时对我说：净慧徒弟呐，修道念佛是让你自己达到无心，成为清净无执着的境界，成为本来无一物的佛心，方证菩提。在九华山万年400岁宫静坐的日子里，恩师教示以禅领悟自性。要自己达到忘我的禅境，不是一刻钟几时辰的短暂性，而是持之以恒力行不辍的。我常以修道虽后生，心诚则灵，幸逢恩师教导，修之数载，前功资起，善蒙师意，受恩师教导之恩，慧之以道，愿己常能鞭策自悟真道。为慧戒之文。禅境中常与虚空诸佛圣仙佛相会研习，从中体验许多珍贵的智慧。只有自己亲身去体会，才能了解禅实忘我之性入的道理，也是实践性入的方便法门。
其二，于子时静坐默念心经时，忍闻虚空中传来语音，说着净慧法师，净慧，不证大小乘之解，不发菩提心，不求一切种智，不贵解禅定之人，乃至不求佛智，其心自然清净。说完就无声，浮沉而去。事后静思了整个晚上，终于解悟其意了。有些人曾经问过这问题，我很想进入禅道修持，如何下功夫，该怎么办？我答以禅不是只顾求安心，把心放下来，而是静心于忘境的做。禅以空的心去顿悟本性，由于这无执着的禅定静坐，你会觉得禅净胜于一切金钱宝贵了百千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对于那些确实是很浪费生命的人，大可请他安心的静坐下来，让他亲近接触禅，从中了解毫无执着的禅境意味了。其三，庚午年农历8月念8日子时，虔诚顶礼应身菩萨后静心禅。坐一刻钟后，忽然有股超然佛力，加倍灌顶，相交神会的生出源不断的心印禅境，令人深感禅法深奥，其不可思议之境界。一昔日恩师开心尊者慈悲开示过徒弟，竟会哪一个人修道拜佛，若能立志不辍，方能得到解脱。一个人修行，如不畏生死，亦不畏天堂地狱，以对境无心做道心，会使你成为一个空心。如果修行之人能顿悟此番话的用意，你就不难成仙做佛了。我很重视坐禅空无的心法，但从理论上就是很抽象，这便想到空无本义词文上的身者空花衣，足蹑免毛履，手把免脚弓，你设无明轨。参禅的人想要修的功德，就必须去除无明轨，而去除无明轨最有效方法自然是空无的心法。空魔是什么？还是需要大家一起亲身来体会。其四，夜深人静，习禅静坐时，虚空忽传雨声来云，坐禅主要目的是什么？弟子净慧你知道吗？此时我默思着，禅坐在于消除迷惘之心，使人回到刚生下来的清净天真无邪之心。而迷迷糊糊的度过一生者，是不了解佛法，不了悟人生真理，对生死迷糊，只图享乐的人，将来还是会受轮回六道，中倒迷往返成假景之生活的。各位求道者，入不二法门是什么意思？恩师开心尊者的启示是这样子的，对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可言说的，没有什么可代表的，也没有什么文字言论存在。离开了一切无执着心，这就是求道者入不二法门。禅境中得到达摩祖师的开示，心才是佛，心既是佛，何必心外求佛？心就是法，何必心外求法呢？
心与法合就是高僧。法身就是涅槃，在涅槃中，而外求涅槃是错误的，道的真理世界是平等的，如起分别心，就有了鉴别了。这执着心念须从心中除去。总而言之，心生法就生，心灭法亦灭。愿修道之人能了悟。其五，初到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之道场，恩师开心尊者就指示我，晋慧，到九华山来要好好修行本来佛心，修行应以心为贵，因为心是了悟自性的根本，在外的事物因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变迁，唯有心可以坚贞不变。记住，记住，此时使我想起昔日读过的传灯录内所载，神光慧可初参达摩大师祈求赐告安心法则，达摩祖师要他把心拿出来看看，当他不能把心拿出来时，而祖师便随机开导他心非表面东西，是内在修养。心有真心与妄心，而真心乃坚贞不变，而妄想心是随欲蠢动的。开心尊者恩师又言，所谓佛者并不在他处，而在本身即是佛。一切众生都有本来佛性，只要谁肯培养佛性，谁即有成佛的机会。其六，九华山万年400岁宫，寺内供奉应身菩萨真身金像。我于禅定中常受菩萨开示，有天辰时，忽闻虚空中传来渺渺音声，说我乃应身菩萨，欢迎净慧法师远来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之道场，万年4闭关修行。净慧，你有一种能照亮心中迷暗的宝珠，是人人本自具足的，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智慧。佛法中最珍贵的是智慧，它是世间尊贵的无价之物，愿你好好顿悟。我静思着，宝珠只不过是世俗之物，宝珠的光只可照别人，却不能照自己佛性。有一种宝珠可以用来照别人，照自己，也可照外面，亦可照里面。那每一个人都有密藏正法眼藏，超然智慧，智慧才是难能可贵的宝珠。其七，九华山乃的藏菩萨之普度众生的道场，每当禅坐完后，必有很多心得涌现。我看到地狱转动善恶果报轮回盘，此时冥王非常庄严威风，有数万人围绕在那里等待轮回六道。有修十善之人，可登不同天国世界去享乐，因为西天净土处处都是非常华美庄严。修成正果，身居西天，随处都是七宝，实在是美妙极了。然而如果不修善德，却奢求福报，那就惨了，必然会像栖息在芦苇上的小鸟，终日辛勤觅食而不得饱，或者变成犁牛，整天蝇蚊在它身上叮咬，这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报。且看今天下午不修行之凡夫俗子，不悟世间一切法生灭无常，
又怎能长保罪业不沾身呢？大德们，生死就像飞旋的火花，在轮回的麻道中焚烧，都会蔓延的不可熄灭。如不及早顿悟念佛修道，就是活到100岁也是白活无用的。禅修静坐可得超然之感觉，故云禅是抗拒对一切经典之依赖，打破言教，超脱理论，禅修达到心体完全自由的境界，不为任何东西所执，排除勿扰，超越一切限制，而活在世界中绝对的自由自在。其8，禅坐中，受地藏王菩萨开示根清净故色尘清净，6尘即是色声香味触法，6根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菩萨又说，例如眼根对色尘而生眼识，意根对法尘而生意识，法执即是一切意念的执者。为了劝人不可聪明自误，或贪财好色而迷失本来自性，菩萨又开示说，地狱冥王曾经审判过一位聪明自误的人，此人博学多闻，英俊焕发，诗才超群，声名很大，在世为官也大，傲视无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由于富贵而心生贪财好色，迷恋6尘假境，终归撒手黄泉，受地狱之苦，这全是一场假境的迷惑所致。这样一个迷失了自信的聪明人，下场必受无间地狱刑罚。但愿修道之人不要迷恋6尘，赶快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佛法是广大无边，普度有缘人的。其9，恩师开心尊者说，尽秽徒儿呀，请你告诉众生，悟道不能有生死的念头，因为有生死的念头，即无法对尘俗断念。所以修行或参禅的人，如果参不透生死，而说我的修禅道行如何如何，那都是等于愚人说梦话，自然无法进入禅宗最高境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如果一个人开悟明白，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轮回于6道中。所以修道或参禅者，要有无生死的修行境界。如吴南禅师所问，如何是悟？语曰：本心也。问如何是本心？语曰：无一物。又问如何是无一物？语曰：无言。又云佛，云菩萨，云如来，种种名者，因人心相异而异也。还愿大家自己体会其意。其实有次菩萨开示，做人要做到看开人间的虚相。那时我还未顿悟什么叫做虚相，后来从静坐中才顿悟出人间虚相。人间的富贵比喻是虚相，因为富贵并非实质或是生命本体的东西，它是本性以外的东西。因为虚相的富贵乃由因果福报的，而富贵乃短暂的，即是不能长久。亦千万不可傲视别人贫穷也。如以钱财傲视别人贫穷，
终了自己也自受因果之因果缘灭的。然而我顿悟了虚相道理是不长久，但愿天下修行者莫去强争长论，短的计较得失如何，富贵人家亦不可在贫穷人家之面前炫耀自己，那是极为痴愚的了。思及地藏王菩萨曾说，众生必须把妄念拂去，心清如水，坚定心念，莫受扰攘之境所惑，自己、别人、凡夫、圣人都一样，必保持于一如之心境，才不会被虚相富贵环境改变心智。切记，其11九华山可说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绝无凡尘世间的喧哗，自然是与世间名利俗缘隔绝，是隐士、道场、高僧、禅师、菩萨修行之圣地。此的清净无比，尤其山涧流水发出的声音，早晨黄昏的云海，随着九华山头而千变万化。清净之地，总为参禅修道者最爱寻觅之悟觉本性修道之所在。例如昔日世尊于菩提树下之静悟，达摩的面壁山洞，地藏王菩萨的九华山，道祺禅师的天台山，开心禅师的桃花智慧庐舍，佛、圣、菩萨、禅师、仙人，无不是在清净的环境里悟的人生真谛。灵山圣地自有天然的灵气，正所谓万象皆来自于天然，本性正法才是真如。而我的恩师意面曾说过，禅事不用解释，懂与不懂，都要照本性如实接受，加以凝思了悟，而仙佛菩萨之心境是超然物外的大智慧者，凡夫是摸不透的，以不执着心忘我时，则知一切本无的。其12九华山上有位老和尚，宝号果园老法师，73岁高龄，修持很好，是九华山高僧之一。老和尚知道台湾灵隐寺住持法师在此修行参禅，特亲自送求一首诗赠与净慧法师。静坐毫光照大千，慧能法宝教群贤，大修六度菩提愿，得化露台立人天。九华山农历90年9月初3日赠赞。事后我向果园老和尚请教有关悟道途径和尽性明心的佛理。果园老和尚对我说，净慧法师呀，修行的人前世或今生中就有许多在不知觉中造下了罪孽，而层层罪障有如燕山重重的迷雾，蒙住了本来面目。所以修行者必须认清方向，须做到无心本无之境界。虽然返璞归真的路途非常艰难无比，只要信心毅力必可达成目的。九华山顶峰高空上挂着一轮明月，有如一盏指路的大明灯，其可贵乃在于它的明亮光照彻大千世界。如果我们能悟之，尽性明心如月光皎洁明亮，什么罪业也会自然消失无碍的。
生活也会得到怡然快乐的。是叶佑蒙的藏菩萨慈悲开示。菩萨禅替佛法打下了坚固的宗教基础，禅与佛门有深切的关系。而禅即是道，道即是禅，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世尊在苦行修持中，尝试着种种不同形式的修行法门，而世尊发觉到从苦行修持中得不到了悟，终于在菩提树下禅坐，进入禅定，于是得到了正法，可称之为正觉。禅定是八正道之一，可见禅定有多么重要。弟子净慧在你坐禅智慧心得篇中悟出的禅境，可承继开心禅师禅的风俗。开心禅师传与你的，正是大乘心法。今晚著书至此，净慧法师灵体归身。其13有一日进入禅定时，的蒙恩师开示云：净慧那焚香祈佛时，除了虔诚心之外，一定要用好的香。焚香拜祷时，首先应作观想，愿此香烟遍满十方法界，供养一切佛菩萨及三宝。由于供养一切诸佛，佛心生欢喜，便能加持我等。此时自身便化为所修持的本尊，放出无量光明，救度一切六道众生，使得众生的一切光明。修习禅的人如果有用香的习惯，一定要用好而且纯的香，因为修习禅定的人六根特别敏锐，气脉特别通畅，如果用化学香进入体内会残存，不但扰乱定境，使意念纷杂，而且诸根火气上升，达不到安神作用，反而使身心受损。而用好香会使诸根急摄，中枢神经镇静，使定力增强，修习禅定时进步亦快。馨香一半，遍满十方，一切诸佛悉能闻此。所以净慧从有香的用香，到无香的用香，最后将此香回熏自内。正的五分法身，从内点出清凉香来，除去不洁，用好香而不直，这使它弥漫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维持正念而入禅定，然后解脱得到智慧，这样便能自证解脱，证得无上诸佛的心相近解，让香与禅定结合，并同达到最后的境界，成佛菩萨。010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10章，本愿经中说，圆满种福田。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降，岁次庚午年农历9月8日子时，20、30、25日10月1990。诗曰的藏指禅智慧篇，菩萨度化晚迷经，苦海无边回头岸，圆满书谢百岁功。又曰尽悟心法一切空，慧能禅宝教众生，法修真理书中藏，师承功德的平安。菩萨西方佛指慈悲恩典赐着宝书，
指禅开示先贤祖师所开发的佛门智慧，而突破人生所有难关，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禅生活。自历代以来，禅法一直不受到任何事物的拘束，自然能够体会到众生本来有一性，而是真正佛性面目，执着心、迷惑心即放不下，心自然就会消失殆尽，而且指禅开示录能够为你打开自由自在西方净土大道坦途。今日能顺利圆满在九华山万年禅寺100岁功者成宝典禅书，西天佛菩萨及神人同为庆祝功德圆满。然而禅法是由代代祖师奉修习学而传承下来的，直至今天。指禅开示录在中国安徽省九华山开花结果，又从中国九华山传播到世界各地。禅书乃只是人间真正智慧，以智慧之光照亮了人性本来佛心。在九华山100岁功说法著书的目的，是让修行者自己顿悟，透过禅坐去自证，舍妄归真，宁自本心，无自无他，凡圣如一的这种心境，一旦是离世间其灵性皆能归返净土西天。今宵在万年禅寺100岁功著作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最后一章无将述说本愿经部分佛法对诸修禅念佛的众生解说。阎罗王众赞叹品。莺莺这时铁围山内有无量无数的鬼王，跟着的辅明王都来到忉利天宫佛的地方。所说的这些鬼王呢，01第一是恶毒鬼王，而这些鬼王是鬼王的首领，而三毒都属于意念，就是身口七恶的根本。他用以恶攻恶，以毒攻毒的方法，使那些十恶三毒的众生化恶为真心。02多恶者是外现愤怒的恶相，内起慈悲的善念。03大正者是争斗者，这一切的争讼争斗都是从贪急而来的，这贪急又都是从憎爱而来的。这鬼王用大正的法门去化人无正。04而虎是威猛的野兽，白虎、血虎、赤虎者，这鬼王都是人身虎头的，是随着它各种生成的颜色定它名称的。05所谓殃者，是祸殃灾害，世上有不敬天地、不孝父母师长的人家，这鬼王便时加以祸殃，好使他改恶向善修持。06飞升鬼王就是飞行夜叉一类。电光鬼王他的眼睛像电光一样，察人的真恶，给人吉凶。狼者是一种恶兽，牙尖向口外露出来的，这些鬼王的牙尖也向外露出，同狼牙一样的千眼者。千眼观世音大士有千手千眼，这些鬼王也有千眼，是见机利人的用处。07诞兽者是凶恶的野兽，要害人的，这些鬼王都把它捉来啖吃。世上有一种不惜礼节人面兽心的凶恶暴徒，恐怕给他遇见了，他也不肯放过的，
好为地方除害。08附食者就是附食蛋沙、塞海田河一类的鬼，主凶耗、主凶祸。这二鬼王是使犯恶的人，家道贫耗，行祸随之，若能悔过行善，宜人就使他发财的福的。09主食者时是活命的五谷，这鬼王见行喜的人家，使他丰足；犯恶的人家，便他饥饿，所以毁弃衣食的人，他终要犯冻饿死的。使主财者富家若不肯乐喜好施，这鬼王看是他，狠度他，常使他多疾病、死亡、口舌等事。11主产者是主管送子投胎、保护生产一类的事情，是主管事人一切疾病。12主险者是主管高山大海危险处，如遇应死的使死，不应死的保护他。13三目者是两目中间，直看一目，像摩西手罗天王一样。14四目者是额上横开四目，像仓颉一样。15五目者是在上下之中，竖看一目。其力师等六鬼王名是诸经都没有翻译，现在照录演校书随文解释的意义。16其力师是本来没有福德的人，欲贪多财物，反失了财的不到复利。17而其利差是有仁德的人，一切希望都可以随念满足。18交趾插手的庆贺者就是招财聚宝的主。19阿那扎有的翻作色直间爱，能辅助天行，或是辅助众生上天的意义。像这一等的大鬼王，个个和百千数诸多的小鬼王，都居住在阎浮提，各有所执司的，也各有所主持的，这诸类的鬼王，同着阎罗王、成佛的威神级的藏菩萨、大菩萨的福利，都到了任力天宫参加文法盛会，都在同一面的排立着。20这时阎罗天子叩跪着合了掌，对佛说：世尊，我们今天和诸班鬼王、成佛的威神，以及的藏菩萨、大菩萨的大功德福利，才能到这任力天宫参加大会，这也是我等可以获得善利的缘故。现在我们有一点细小疑惑的事情，敢叩问世尊，唯愿世尊您发大慈悲，宣扬演说这事情。佛告诉阎罗王说：随你问就是了，无来给你们解说明白。21这时阎罗天子礼拜世尊，即回过头来顾视的藏菩萨，而对佛说：世尊，我观的藏菩萨在这六道之中，用千万种的方便法门，而救度这最苦的众生，一点也不厌疲倦。这大菩萨有这样不可思议大神通的事情，然诸众生才解脱了罪报，没多久的时间再造罪孽，又堕入恶道了。22世尊，这的藏菩萨既然有了这样不可思议的神力，为什么众生而不肯依止上善道修持，好永远的取得解脱？唯愿世尊详加解说。
23佛就告诉阎罗王说，难言菩提的众生，地球人，他的生性很毒，刚强，难调和，又难去制服他。这大菩萨于百千劫以来，常设法开方便法门去救度他们，使众生早日得到解脱。受罪报的人，乃至于要堕落在大恶趣里的众生，菩萨均用方便方法度出他们的根本因缘业障，而遣令他觉悟他宿世的事情，自然是言菩提众生结恶习性重的缘故，所以像旋转一般的一旋出恶道，即又旋入恶道了。劳苦了这大菩萨，经过了久远的劫数，而专门做救度解脱众生的圣业。24佛继续说，譬如有人迷失了他本来的家乡，错误地走进危险的道路中去，这危险的道路中有许多的夜叉以及虎、狼、狮子、蛇蝎等毒物，这迷人一些也都不知道，只在这迷路中走来走去，在须臾的时间就要遭受那么多毒物的伤害了。有一个有知识的人了解各大法术，很会禁制各种毒害，乃及夜叉之类诸般毒害生命的东西。碰上迷路的人，将要走进危险的道路里去，便连忙告诉他说，快速离吧，男子，你为了什么事情要走进这条路去？你有什么本领能够制服这么多毒物？25这迷路的人忽然听到这话，方才觉到这是险道，即便退一步了，想求出这条险路。这个真知识就提携他，接挽他的手，引他出了这条险路，免得这许多的恶毒物去害死他，再使他走到好的大道去，令他得到安稳快乐。既然把他救度出了，再告诉他说，你这迷人，自今以后不要再走这一条凡尘迷路了，走近了以后是难得走出的，又复损坏了性命。这迷路人听了他的话，也生出感激尊重的心来了。26这个知识者和这迷路的人临别的时候，又对他说，你倘若见了亲族和相知的朋友，以及诸多无知的人走进这条迷路中时，无论他是男是女，你要向他劝说，这条迷路有许多毒蛇猛兽，你进去就会丧失你的性命，你一定要向他们解说的，不要令他们自己去取死呀。27的藏菩萨具很大慈悲心，救度最苦的众生，往生到天道中去，令他去得到很大的快乐。这般受最苦的众生，知道这业道中有这样的苦趣，一经解救出离苦海，自然永远不会再来经历地狱受这苦难了。28像这样迷路的人，误入了险道，遇到了善知识，引揭开悟，令他退出，永远不再走入险道。又复劝他人不要走入，因为有这迷路的缘故，所以能得到解脱的境界。既然得到了觉悟解脱的境界，自然不会再走入了。
29倘若再屡渐进去，并非是真正的觉悟者，还是照旧会迷雾的。一迷雾方向，就不觉这是旧时所堕落的险道，这人就会丧失性命的。这正像堕入恶道一样，虽然有些众生靠的藏菩萨方便救度之力，解脱了恶趣之苦，而转生于人趣、天趣之中，但是众生心智不坚，仍旧堕于恶趣之中，又去造种种恶业，等到恶业闷时，便永远处在无间他狱，受诸苦行，再也没有解脱的机会了。30这时恶毒鬼王合了掌，很恭敬地对佛说：世尊，无量无数的鬼王，在这阎浮提世界里，有的是利益众生，有的是损害众生的，所主之事都各不相同，然而都是根据众生自作的业报，遣使我们的部下眷属到世界上去游行检查，但是众生不是恶的多，善根的少。这许多游行的鬼神，行遍世人的家庭，或是行过城市，或乡村聚落，或见男子女人做了像毛发一般的善事，乃至于悬一番衣伞盖，少许的香，少许的花，供养佛或菩萨的金身佛像，或转读各种的经书佛典，烧香礼佛供养，一句一记的经文。31倘若做了以上所说的悬幡、烧香、鲜花等供佛菩萨的人，我等鬼王都敬重礼拜这人，像敬礼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一般，并督斥着众多大力的小鬼以及土地分神，令他们保卫拥护，不令凶狠恶报的事、恶毒的病，乃至于不如意的事来远离为善作得的名家住宅，更不可能令入其门呢。土地分神是说土地分界守护的本分神。32佛听了这些话，就称赞恶毒鬼王说：很好，很好，你们众等以及阎罗王能这样的拥护善男女等，吾也要告诉梵王和帝释，令他们来维护你们。33这时会中有一个鬼王，名叫做主命的。主命鬼王对佛说：世尊，我根据世人自作的业缘，主管阎浮世界的人，人类生的时候与死的时候，都是我所主管的。在我的心愿中，很想要利益他们，因为是众生不能领会我的意思，致令他们生死都得不到平安。34为什么呢？阎浮提的人受胎的时候，不问是男是女，或是怀孕满10月欲生产时，但要做些放生或其他善事，自然能增益家宅的光辉，能令土地神明欢喜来拥护，而使子母都能得到很大的安全，而且还可以利益到这一家的大小眷属。当小孩已经生下后，切勿杀害性命，取诸般鲜味，供给产母去吃，或广邀亲朋好友聚会眷属，办了筵席，饮酒吃肉，高歌闲乐。这样一来，将使母子受杀孽之业报而不得安乐。
35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产难的时候，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怪、妖魅要吃这心血，是我早令舍宅土地之神暗中保护他母子2个，使他安乐而得到利益。像这样的人，便是有修福修善，报答诸土地神灵。有些众生不但不报答土地神灵，偏做杀生害命，聚集亲友眷属，歌乐饮酒吃肉。因为这个缘故，犯了祸殃，自作自受，子母都要受损害的了。36还有那阎浮提临命中的人，不问他是善是恶，我欲令这命中的人不堕落恶道中去，何况他生时能够修持善道，来增加我愿力的庇护呢？37就是这阎浮提行善的人，临命中的时候，也有百千数恶道中的鬼神，变作了父母，乃至于变作诸般亲眷家属，假意来接引亡人，令之堕落到恶道中去受苦受难，何况是本来造业障的人呢？阎浮提的男子女人，临命终时，本灵和知识都是很昏昧迷惑的，自己已经不会辨别是善是恶，乃至于眼和耳都没有见闻的能力了。在这个时候，亲友家属们应当要替他供养佛菩萨的金身佛像，前诵的藏本愿经，或是注印佛经善书，或专念佛菩萨的名号，不断精勤行善造功德，能令亡者脱离诸般恶道，自然那些诸魔鬼怪也都退散了。38主命鬼王继续对佛说：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的时候，倘若听到一佛的名号，一菩萨的名号，或听到大乘经典的一句一偈，或是注印善书给人传阅，这一被行善的人，能消除五无间地狱以及杀害生命的重大罪孽，就是应当堕入恶道去，也请客给他解脱了。39佛告诉主命鬼王说：你有这样大慈悲的胸怀，于世人的生死中能够保护诸类众生，于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到了生死的时候，你不要退失这大愿力，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永远得到安乐。40鬼王对佛说：愿您不要忧虑，我当尽己所有的形体负责任，全心全意去拥护这阎浮世界的众生，生时与死时都使他们得到安乐。但愿诸众生于这生死之时，能相信听受我的话，自然没有一个不得到解脱，获得这大利益的。41这时候佛告诉的藏菩萨说：这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历过百千劫转轮做大鬼王，在世人生死之中，专门拥护众生。这位大鬼王因为实行慈悲大愿力的缘故，所以现鬼王身，其实他并非是鬼王，却后过170劫的成佛果，名号叫无相如来。他所修成作佛的世界，名叫净住。这佛的寿命是长得不可计算的。
42佛又对地藏菩萨说：这般大鬼王，他们慈悲愿力，是不可以思议的。所度脱的天道和人道之众生是很多的，也是不可限量的。法师弟子很感谢菩萨今晚说法，是解本愿经中阎罗王和大鬼王们自述立身愿力，更发扬的藏菩萨大愿力，这是本愿经中的第8品。弟子曾经研读的藏菩萨本愿经佛经之内义，知道的藏菩萨本愿经是释迦牟尼佛化导众生，为报母恩，特往忉利天宫说法，以示因缘，更照的藏菩萨以未来众生因勤付主，令其化度一切众生，愿令就近度脱早成佛道。然而本愿经和佛经或善书等，是给人们指明宇宙人生的实相，是超凡入圣的途径，离苦的安乐的真理，乃至就近解脱生死轮回，恢复本来清净之佛性，使人出迷津而就觉海的慈航宝筏。所以愿众生大德对于经书或善书，应生恭敬真爱之心，尤其在阅读念诵时，要用水洗手或用檀香净手，沉静诵阅，如面对佛圣一样。平时要安放于清净之处，保存流传，能得无量的功德利益。切勿轻慢毁谤，免得造无量罪过，苦报无穷。诚愿的藏菩萨只禅开示录一书，为普度大开方便门，更愿佛法无边，利益广被群生。我的恩师开心禅师曾经说过，人人信因果，大智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乱之道也。愿佛弟子必须深信因果，确实坚定信念，止恶行善，利国利人，做起修心养性，方能了生死，早成佛道也。法师恭请菩萨开示，何谓佛说十法界？菩萨佛说十法界，我做个比喻，众生就容易看得懂，这什么意思了？例表如左，原书为一表格，比喻斜线分数斜线种果名词。01博士斜线100斜线佛陀。02大学研究所斜线90年9月5斜线菩提菩萨。03大学生斜线80年9月0斜线西方极乐世界。04高中生斜线70年8月0斜线圆觉。05初中生斜线60年7月0斜线声闻。06小学生斜线50年6月0斜线天道。07幼稚园斜线40年5月0斜线人道。08苦行修持中呆胎斜线30斜线阿修罗道。09苦海回头中斜线20斜线畜生道。10苦海行中斜线10斜线恶鬼道。11死刑斜线0斜线阿鼻地狱道。大乘圣人010203。小乘圣人040506。六道众生0708091011。佛说十法界众生须多参悟，人如不说佛，无佛又不说云，则悉大无佛，故愿佛法传世，
使人人成佛见佛。今弟子尽会能远求九华山百岁功，共同著作指禅开示录达圆满。此乃佛法无边，禅道佛学普传，甘露遍洒尘埃，凡是有佛缘者，阅读而了悟，应修行达圆满，归位正果。如有恶口毁谤此书，永沉苦海恶道。弟子尽会能有始有终完成佛旨交代任务，特赐功果，特封位，尽会圆觉上师之称号。奉圣命闭关12大的慧德，慧觉2位法师，特准正格其位，随从。效劳生慧贤、刘大德、志明等4位人员，赐功德摄其业障，各皇榜。注集：将来愿各位当以发扬佛法大道，度人向善为则，悉共勉之。的藏菩萨本愿经、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等善书，凡是应诵或宣化者，土地神随时巡查回报，民府皆会时时录案，凡有所求皆能应验如想。愿天下众生大德善男信女等，能多与广应流传，功德无量。最后祝九华山百岁功及南屏山圣真天佛愿诸修士及凡尘芸众生，能功果圆满，共证菩提正觉。菩萨无极协助著作之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天王等，要回西天脚趾，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人间游记531 bhtml 01开章义，即佛说因缘。初回游，蔡生尽心生。02再回游，立愿化迷尘。仿作者，撰稿度众生。03谈人生哲学，论杂志功能。仿在家居士，阐天地本根。04论著书，论功德，天意妙牌与真谛。谈三水，谈菩提，禅机巧言及实义。05真道德，天考人验证其品。10修持，善存气锐真其行。001人间游记第1回。开章义，即佛说因缘。初回游，蔡生尽身心。济公活佛降，辛酉年8月13日10日9月1981，正鸾天比伏。诗曰：普度园林费苦心，天堂地狱不辞行。新书颁命速开者，人间游记唱世情。继佛审记了一段时间，今夜圣贤堂又在奉旨著作新书，时事一件大事，贤徒你有何感想？蔡生大命方至，余徒时事惶恐，不知是否能将此事办好。继佛贤徒，你不必紧张，事道自然成也。蔡生前主席恩主曾经指示，著作《人间游记》有一段缘由，令人疑惑，现在尚不知内情如何，可否请恩师今夜开示呢？继佛此事本是不公开之天机，但是现在已事过境迁，老衲来
开方便演述吧。话说今年元月元日元始天尊圣诞加成之时，诸天神圣于无极宫前召开临时会议，在会中讨论三才奇书。天堂、地狱两游记已颁布凡间，唯有人间游记尚未颁行，是否要在此时再选有实际到场担任著作一案时，诸天神圣皆知此事重大，其面向去，难下定论，几经众议遴选，初决人由圣贤堂担任。因圣贤堂诸深度是宏愿最大，但此书奇妙罕有，非比寻常，须具有大愿力之修士及道场在家，以去无存精，方能颁旨著作，否则恐难达成使命，而乱了大局。是时，圣贤堂关主席提议秉约碧堂道业以见辉煌，神人共鉴。若欲再颁布人间游记于碧堂，碧堂愿接受考验，以见粹智。此时金母闻颜面现慈容，可嘉。官而未到，不畏艰难。有此宏大愿力，愿为苍生牺牲奉献，又肯接受力磨，以示精诚心。至此事可行，以半年时间考尔圣贤堂之道志，在此期间毁谤特多，无端魔扰特多，以民乱道，鱼目混珠，见利思迁，贪财好利，变成魔心等等，考尔圣贤堂诸生定力，官尔可愿意承担。是时，关主席毫不讳言，又曰名利本是祖道之源，拜道之种场。堂真修者不少，若再加以此期间之考炼，则更是淘沙成金，炼道成真，更能分别真伪，故愿意受最严厉之道考。金母此言在漏，可也。官儿既有如此度世之宏愿，母心甚慰。在此半年期间，圣贤诸生若能苦心矢志不退者，同因此命，则此三才莫不天书，仍然由尔圣贤堂领旨著作。日月如梭，时间过注如东流之水，在此期间，圣贤堂每遭受打击，名人放案件，防不胜防，圣贤读者与圣贤诸生受非常道考，但有者却是心志不坚，道心惶惶；有者不堪一击，随名利而去；有者皆能呼辱负重，随时接受力磨，不但不见利思迁，反而信心加强，更不退出志，能以天命为己责。时至6月念4日关帝圣诞加成，诸天神圣祝寿完毕之后，又召开三曹联席盛会，是时诸天神圣齐向玉皇奏曰：圣贤堂考道期间已接近尾声，神人相赞大道之志不退，请天尊鉴察。玉帝颔首开金言：幸哉，善哉，不愧为南天直辖鸾堂，正特敕。旨一道，命圣贤堂主席及济公活佛速办理人间游记著作事宜，以便在8月初6日正式颁旨著作。是时关主席及老衲皆叩首谢恩，禀曰：遵旨。今金母与玉帝及诸天神圣之褒奖赐允，
圣贤堂观主席蹙眉舒展，圣贤堂之道气谓之大正，并以虚空接灵法加虾天比蔡生，以其游行机步入心机之境界。虽现时天比蔡生心机之境界莫真圆满，但仍然不影响人间游记著作之大命。圣贤诸生时世难得，在法航驶至大海之中，突然遭逢狂风暴雨，诸生仍然心不慌张，驾起正舵，勇往园林仙乡指使，以大道为重，令诸天神圣钦佩，故三才天书仍然由圣贤堂担任著作。以上此段缘由就是颁命人间游记著作之经由，于今发表，以其众生迷惑。蔡生真是令人可怕也。在此半年中，幸我们尚能战战兢兢担任时代使命，否则将加造罪孽于身，后果就不堪设想。在此期间更感谢诸天神圣之众爱，圣贤同修数年来扬善立德，包中讲孝，莫耕耘，牺牲奉献，使中华固有道德教化能屹立不摇，善风不堕，总算并无白费。祭佛好吧，今夜开始云游人间，令你大开眼界吧。蔡生真是得之不易也，诸位同修以后当要更加真诚追随恩主才是，不要心智混乱，破坏大局。祭佛贤徒快上莲台吧。蔡生我已坐稳了。祭佛贤徒，你为何趴在莲台之上呢？蔡生我不曾坐过莲台，恐怕莲台速度过快，不慎在空中摔下，而误了大命，故趴下紧抓莲台，比较安全。祭佛哈哈，贤徒真是慎重，难怪初次乘坐莲台使你紧张，无赐你一颗定神丸，让你服下吧。蔡生果然不错，定神丸确实神妙，我心神已较为安定了。但是余途初次乘坐莲台，还是请恩师将莲台之速度减慢，免得无心惊肉跳而失足坠落。祭佛真是妙哉！你实是天真呀！人有一念之差而堕落，莫闻成。坐莲台会翻筋斗，所以你放心吧。蔡生好吧，可是余途曾经坐过飞机，在飞机之上，每人皆有安全带之维护，因此没有摔下之虞，但此莲台却无此设备，不是危险万分吗？因此余途心里害怕呀。祭佛哈哈，贤徒实是稚子之心，说的真是可笑。下回师徒不要乘坐莲台了，为师特别画一架飞机让你乘坐，免得你提心吊胆。你想如何？蔡生恩师，您真会开玩笑，莫曾听说有云游乘坐飞机，此事真是轰动奇闻了。祭佛可不是吗？人本是在人间游，此回以灵游人间，不也是一件稀罕之事吗？蔡生是的，以前恩师在扶鸾之时，暗示要着游记，
我就知晓此事重大。于途曾几次禀告，请诸天能将此大命转由他人承担，免得于途沾着纷扰，落入烦恼的樊笼之内，但圣命难违，此不天书。仍然降旨在本堂，由于途承担人职，我无能无德，难担身责重任，故恐难成大事。即佛傻瓜，此人职部分别人求都求不得，你却是推辞，你不知。此书一旦者成，声名大噪，你亦正可扬名于世吗？蔡生我已将虚名财力置于脑后，不想与之攀缘了。继佛果然不错，老衲稍微是你智慧心相，贤徒果然目光远大，心性独然，不愧受诸天重负，好吧。闲言至此，快做好莲台，我们启程吧。蔡生我已做好了。继佛先闭上双眼，否则风力难耐的。蔡生是的。躲在恩师背后，风力还是甚强，一阵阵嗖嗖的风声不绝于耳，有种心魂欲飘之感。继佛已到目的的，可张开双眼。蔡生疑：师怎么带我来此？难道要来欣赏湖光山色吗？前面有一位武装打扮的将军已向此处而来，会不会是赶我们走的？继佛你放心，他是手持将军，今日到此是要洗洗你的凡胎俗眼，使你能去浊存清，洞彻一切。蔡生不妙了，头一天就要来此喝水。继佛闲语少说，你要自己下去，还是为师推你一把呢？蔡生还是让我自己下去吧。哇！此池之水为何如此寒冷？此回下去不知何日再见恩师了。继佛贤徒，你不必着急，为师在此，可万无一若有危险之状，况我会解救的。蔡生好吧，我下去了。将军请问继佛，你待此凡人是何人？继佛此是圣贤堂正鸾天笔，奉旨著作人间游记，今日带来此池，清洗一番。将军原来如此，想不到此位凡人竟然略谙水性，在池中游来游去，还会潜水。继佛，吾看时间差不多了。继佛好吧，我叫他上来吧。蔡生恩师此池之水虽然很冷，但是游了一阵子就不觉得了。现在反而精神舒畅，神水真是不凡，多谢恩师带我来此，让我有机会来此沐浴。恩师，下回不妨再带于途来此游泳吧。继佛贤徒讲得轻松，要游泳还是到凡间的游泳池去吧。这是清心池，非三界仙真不能来此沐浴的。今日你是奉旨著作人间游记，故能来此洗尘，非是带你来此游泳的。赶快谢谢此位手持将军，我俩准备回堂。蔡生原来如此，多谢将军。将军不必客气，你们辛苦了。
祭佛时刻不早，我俩师徒打扰，就此告别。蔡生快上莲台，蔡生无以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02人间游记第2回，再回游，立愿化迷尘。访作者，撰稿度众生。济公活佛降，辛酉年8月念6日，23日9月1981。诗曰：一气所化性本同，师生之别迷雾中。能去思直皆是佛，何来名相乱哄哄？祭佛祭佛济公，祭师道济，老衲道号特多，叫得头头是道。众生不悟，人自无始劫以来，本是一气所化，何来师生之分？其实并无师生之别，皆是名相佛、名相师、名相身。悟者为佛，明者为师，迷者为身。此时老衲为众生师，无始劫众生何曾不是老衲之师？只是众生迷茫，生生死死，轮回已久，早已迷失本来面目。倘若能去除我执、我相、我思，而悟道、修道、行道，将来亦可成佛成师的。蔡生恩师之言，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实是佛理、真理、道理，余徒已领悟不少。继佛今夜人间游记第2回之著作，贤徒你有何感想？蔡生蒙上天垂爱，将此3才莫部天书又付本堂，犹无与恩师承担大任，余徒甚感职责重大。继佛此部天书著作，圣命非凡，故你功德不少。此时继佛用意，试探天比志向。蔡生余徒只是一副工具而已，是我直奔，何来功德？功德全在读者之师才现立，及孪生之孝孪不折精神，我只是希望扶持圣贤大道者，能以继往之精神，将此大道发扬得更为完满，余徒并无多大功德可言。继佛不居功就是大功，不居德就是大德，贤徒果然不同凡响。数年来参者天书数部，仍然不退初衷，以立其功。在此期间，将你历练得更为挺拔，更为刚强，以使你脱胎换骨，实难能可贵。蔡生恩师过奖，余徒甚觉若以功德享，只有勇猛之心，没有用恒之持，道心忽成忽落，将不能以大无畏精神继续为广大苍生服务及承担时代使命。继佛贤徒今宵你如此讲法，实令老衲刮目相看。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只是追求功德而不修自信，无异如凡人坐上会计职位而不会算账，当了经理而不会营商，空有其位而无其实。故无惜你能腔大道恒的自在圆通。蔡生余徒只是希望众生不嫌弃下生之出才，继续赐予关怀与之。
持住道，不使信心消沉。下生愿将此功德转与天下苍生，愿与天下苍生同砥砺。天下苍生未成道，下生愿不成道。既佛你有如此宏大誓愿，如此慈悲，以证菩提觉路，实为众生之精神灯塔，大道之栋梁，将会感动三曹，其皆注意，愿你追随。观世音菩萨、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及吕先祖之大愿力精神行。吾使大愿，千古流芳，老衲有此爱徒，虽苦犹荣。蔡生恩师讲得如此好，可是余徒道粗学浅，单此大命，恐难成就。即佛你的赤子圆心，正合天心，天真正直，正合佛心，众生会鼓励你，关怀你的，你放心吧。蔡生既然如此，余徒就放心多了，余徒就是呆头笨脑。即佛非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学道人之本性，你有直心。本性，老衲最为喜悦，悉你好自谓之。蔡生听恩师一讲，余徒精神为之一振。哦，对了，今日要住何处呢？即佛先别问，到时你自然知晓。蔡生好吧。听恩师之言，随恩师而往。即佛快上莲台吧。蔡生我已坐稳了。即佛今日为何不趴着呢？蔡生事事做的滋味也好，况且今日我已拉着恩师的佛经，相信是没有危险的。即佛老衲的衣襟当了你的安全带，哈哈。蔡生恩师别笑了，这是我为了安全着想，多日来筹思所得的灵识变通法。即佛好吧，但要小心，莫将老衲的袈裟拉破才好，否则你是赔不起的。蔡生赔不起，就当恩师的长工吧。即佛老衲又不开店，也不营商，当师父的长工，你要做什么？蔡生做普化众生的长工呀。即佛这不是长工，而是圣工。师徒同时哈哈大笑，好了，闲话少说，我们还是赶快启程吧。蔡生跟随恩师谈笑风生，妙趣隽永。此刻正是清心时刻，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即佛目的的已到，贤徒你可张开双眼了。蔡生恩师，这是那里？好像很生疏，前面2楼有一位青年正在埋头写字，我们是否要去打扰？即佛现在由你来做简单的访问，今夜时间不早，不必谈得太久。待吾念动佛咒真言。蔡生恩师好像催眠大师，今日我实是大开眼界了，在恩师念念有词之下，一会儿，此位青年显得昏聩朦胧，已伏在桌上睡着了。园林也渐渐地往上提升。哈哈，成功了。原生疑，我怎么来这里呢？蔡生抱歉。抱歉，这是济公活佛将你提灵的。
师兄你放心吧，马上可以回去的。原生哦，原来是恩师的大驾光临，受我3叩拜。那么你是天比蔡生了？蔡生正是呀。你怎么知道呢？原生我不认识你，但我是圣贤杂志的长期读者，你的道名我早已久仰。蔡生师兄，我刚才看到你正在撰稿，是否要投稿给某家杂志？原生是的，很久未写文章，手脑迟钝，今宵心血来潮，忽的灵感，握笔涂鸦，想不到尽的奇缘，实是三生有幸。蔡生请师兄不要客气，我的文笔更是一塌糊涂，我们共同切磋吧。哦，对了，圣贤杂志是好道者的精神园地，希望你能多写一些善文投入圣贤杂志，或提供资料，以便为众生提供更大的服务，比使圣刊能更为弘扬充实。原生我会的。祭佛时间不早了，贤徒送你回身吧。原生好的，让我再向恩师3叩拜。蔡生希望师兄你能到圣贤堂奉茶，我们非常欢迎的。此时祭佛念念有词，此位青年也从假寐中渐渐苏醒。恩师，哈哈，此位师兄已经醒来了，但他为何若无其事的样子呢？祭佛此佛咒真言与冥府十殿孟婆亭的欲望汤有异曲同工之效，所以他是心仪而不觉，醒来而不知，就像现在的人类生存于世界上一样，多方怀疑，多方揣测，但是仍无法查自己的宿世因缘，一样的奇妙。蔡生哈哈，果然佛法无边，神妙无比。此时蔡生若有所思，兴起怀疑。恩师那不对吧？这样他失去记忆，岂不成为白痴了吗？祭佛，你看过酩酊大醉的人吗？蔡生是的。祭佛喝醉酒的人，酒后吐真言，醉后胡言，喃喃自语，迷迷糊糊。当他醒觉之时，是否尚知刚才所说过的话？蔡生对，于喜就是很少沾酒，没尝过醉后自语的滋味，所以这一点都是很外行。哦，对了，刚才恩师为何也称他为贤徒呢？祭佛因为他亦是奉拜老衲为师，而且他经常撰稿投入圣贤杂志，是圣贤杂志的幕后工程者之一。而且论此贤生，道根非凡，方能凭其慧性撰写济度众生及匡正世道之佳作，倘能矢志不退，将来必能回归无极理天，永为吾之贤徒也。因此，今日借此机会，先来探视一番。蔡生还好，没有去赌博。祭佛贤徒，你大概会去赌博吧？否则为何如此说呢？蔡生失言。于途只会数牌、数棋，至于赌博尚不够。
格。祭佛那还好，要数排数齐，倒不如数佛珠，念念阿弥陀佛更能摄心养性。此时蔡生颔首答允，缄默了一会儿，生怕言多有失。好了，今宵初次安排你与同修对答，你有何感想？蔡生非常欢喜，此刻正是于途的黄金时间也。祭佛今日云游至此，蔡生准备上莲台，我俩回堂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03人间游记第3回，谈人生哲学，论杂志功能，访在家居士，阐天地本根。济公活佛降，辛酉年9月初6日，3日10月1981。诗曰：游记篇篇启示迷，意义超凡万道举。三曹震动皆注目，一本恢宏畅莫齐。祭佛今夜人间游记第3回著作，此末部天书意义重大，悉诸生振作精神，将其圆满者成。蔡生此部人间游记著作虽深具意义，但是否会被人视为提倡迷信呢？祭佛：迷不迷由你，信不信由我，修不修由你，悟不悟由我。大道真理，放之则迷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现今世人，个人观点不同，故此事难免。你不看政府得意往往要开辟一条大道，以利大众交通，但仍有些地主却舍不得失去利益，而大肆反对吗？而且社会上的一行善举，也有人不屑一顾，故人有勇气要下地狱，老衲是无权阻止的。因此社会上的善恶两面，道魔两边，总是相抗衡，而且永远存在的。所以此书意义重大，无论道子、俗夫皆要追寻访问，上、中、下三层皆度。下层人改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待业助生。中层人守人伦道德，正果成真。上层人修无畏大法，学上层之理，达无生无灭、自在自如之境界。因此普利三圣，广被苍生，怎会落入迷信的樊笼里呢？蔡生那么此书着来，不是大费周章吗？祭佛所以此书文辞慎重，针对社会腐蚀及病态而发，全以实际之真理为导引根基，进而阐述无形大道。蔡生那么依恩师之见，度化人心，以何种态度最易使人接受呢？祭佛贤徒，你问得真好。度化人心，当以人心的自化最易，以婉转的哲理而达到使人接受。如夫妻反目，为妻者或为夫者，当以温文尔雅的语气相劝，使双方皆能接受为原则，而达到回心转意、两心相悦，最为恰当。但偏偏有一些性急火爆的夫妇，
以揭发对方疤痕，损人自尊未能，是导致水火不容，夫妻离异。因此，大道的弘化亦是一样，讲求固有格式的一定路线，皆非大道宗旨，只是徒增困扰而已。蔡生依恩师所述，此书内涵一定非凡，诸同修们之心情效劳相信，并无白费。继佛因圣贤诸生数年来一直保持赤诚道心，患难同担，坚志不退，故此游记方能有尔圣贤堂担当大命。蔡生鸾门阐教如何达到修而不迷之境界？继佛以慈悲为怀，爱人如己就不迷。以真名贪功，需求显化就是迷。蔡生现时经典善书甚多，众生应以何书为入手功夫？继佛现时之经典，皆可会心体悟，无何分别。蔡生那么何以要继续服鸾阐教及以杂志方式推行鸾刊呢？继佛杂志的功能在于横越时空的界限，如贯穿四方八达的大道，使人人皆有缘分踏上这条大道，开悟心知。况且人处于五花八门的世界中，时时受物欲外缘所染，因此仙佛屡屡降鸾说法，以文字因缘相，扫去沾染之尘埃，增加慧智。又众生乘坐末法磁舟，驶向遥相彼岸，难免于中途之时，需要吸收心灵的食粮，达到大智大慧之境界。蔡生恩师之说，切中时弊，契合禅机，相信众生闻法，皆能扫去无明，而归清净的。继佛今日师徒谈到至此，为师今宵安排一位对宗教哲学颇有研究之在家居士与你面叙大道哲理，以启众生迷惑。故你可以提出宗教理论发问。蔡生天下高人实是不少，只是大多密练潜修，深藏不露。既有此机会，那么今夜我可以准备一些问题发问了。继佛好了，准备启程，速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已到了，快下莲台吧。蔡生恩师，此是何处？环境清幽，景致优雅，傍山临水，奇葩异会，此处俨若世外桃源。继佛方才你所观之风景，乃是 XX 湖，今日欲访之在家居士正是居于前面此幢之房舍，我们快快前往。蔡生我已发现了坐在室内此位居士头上满布毫光，修持定是不错吧？继佛贤徒你暂后，待老衲前去点化此位贤生，以便与你问答阐道。蔡生好的。果然在恩师点化之后，此位居士园林已经浮现，轻飘剑往此处而来。居士前面是济公禅师与此位善士，请问善名？蔡生后学是台中圣贤堂天比蔡生，今夜来此打扰，非常抱歉，请多多指教。居士哦，
原来是圣贤堂先生，您好。蔡生听恩师之言，你对宗教哲学有独特之研究，后学经验有些疑难，请大德能够解答分析，以助人间游记之著作。居士那里尽我所能吧。蔡生修道名词中常有大周天与小周天，到底如何解述？居士宇宙有大循环之运转，一次为1元，1元为12会，一会为10800年，1元为129000年。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以四季论说为春耕夏播之时。申会人眉，酉会的尽，戌会天穹，亥会混沌，此时以四季论说为秋收冬藏之时。1元12会，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周流运转，名为宇宙之大周天。人为一小周天，如人生有12经脉，天有12元会，一年有12月，一日有12时辰。人有365骨节，一年有365天。人有84000毫毛孔窍，天有84000星宿。人有5脏6腑，天有5斗6星。人有2眼，天有日月。故人与天地合为三才，与宇宙日月运行相复合，人为一小周天，宇宙为一大周天。蔡生大德所言，果然不凡，令我刮目相看。宇宙的奥秘，真是浩瀚无垠，未经大德如此阐述，实是无法解出端倪，而斥为迷信。居士宇宙上的一切可侦破的未已之界，未勘破的未之界，如人生活在地球上，在航海家哥伦布未环绕海上而证实地球是圆的以前，若说地球是圆的，那是一种迷信。若非太空人阿姆斯壮已真正踏上月球，在此之前，若未人可登上月球，那也是一种迷信。因此今日大道的追求亦是一样，走在时空的前端，往往人视而不见，感意而不通，而视为迷信，就像一群井底之蛙，不能窥测大地，只能揣测，而少数具有先知先觉的蛙者，预测大地有万物时，岂不是天大的迷信吗？因此，我们人类就像在洞里工作的蚂蚁一样的渺小，宇宙的一小部分气候变异，对地球人类来说，往往就导致天灾的变，其比例就好像人提一桶水往蚂蚁洞浇下一样，就如发生大水灾，损失惨重。蔡生上有一问题，请问大德，佛家所言之三昧真火焚身，可有理论追寻？居士以现代的力学原理来讲，电唱机的唱针尖锐亦为点之压力，胜于火车轮下同一为点的压力。凹凸镜将太阳光给予一点的光热能，可引起纸张燃烧。因此，人生含有热量，
是不争的事实，如能将全身的电热能量集中于一微点，其电力可远胜于高压的3万瓦特。因此佛家所谓的三昧真火焚身是千真万确，只是人们难以去运用或发掘此种能源罢了。其实三昧是正定的意思，以正定中瞎练后天色生成金刚法身的真火。蔡生今日非常感谢大德之宗教哲学理论，后学受益良多，相信此论可大益宗教之普化也。居士岂敢，蔡生过奖了。祭佛好吧。今日拜访至此，贤徒快向此位居士谢礼。蔡生多谢大德今日之开悟，就此拜别了。居士感谢祭佛之安排，使我有此机会为众生服务，深感荣幸。请祭佛受下身3拜。祭佛贤生不必多礼，好好修持，待机缘再来相续。先静下心性。老衲向尔安魂定魄。蔡生瞧见恩师口念真言，此位大德在静坐中亦已回归自然，真是法力无边，奇妙无比。此时蔡生又放眼四处，饱览风光。祭佛今日大功告成，贤徒此处风景虽然美好，但不必流连，天界风光远胜于此，准备回堂吧。快坐好莲台。蔡生好吧。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0%+004人间游记第4回论著书，论功德，天意妙牌与真谛，谈三水，谈菩提，禅机巧言及实义。济公活佛降，辛酉年8月念3日，20日9月1981。诗曰：湖面清清月照轮，微风拂面心清明。圣堂修饰如昔日，宿下昆迎圣堂林。祭佛著书忙，头头转，忽朝东，忽朝西，天堂地狱任我履。不为己，不为利，只为苍生太痴迷，又玩腻，欲罢不能心难息。皆是诸生志不移，不得不在人间有雅。人间去。蔡生恩师好像在相声，又好像是唱山东小调，难得能听恩师唱戏，已值回票价了。祭佛刚才在仙山小盹一会，忽被圣贤堂的钟声敲醒，几年以来不知被催醒多少次，随即往返3界，畅游天上人间及十殿九幽。老衲深觉责任重大，但想起三才一贯天书，非圣贤堂无法因此重任。今看到圣贤堂有如此之成果，老衲纵然在辛劳，亦觉欣慰。蔡生恩师说，天的人三才一贯天书，非圣贤堂无法因此重任，岂非上天有所偏私于圣贤堂？或说我等游生只不过是一具备仙佛
利用之工具，傀儡吗？若不是我们由生能通天彻的公居第一，那能有天的人等书之著作，恩师此说，于图我可要为天下鸾。唐不服，即为我们由生被教屈欧。记佛贤图，您岂不知？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祸福无门，为人自照之道理吗？圣贤堂因秋生垂岗，自念4岁创堂之始，便取堂名为圣贤堂。其动机、其立志由此可初见端倪。况圣贤2字，寓意良深，包容3教、5教，甚至万教之真理，皆不出圣贤之教化，终成圣贤之上品资格为依归。非但名号如此，且其实际一心待天宣化之宏愿，不因受尽考磨、诽谤而有所退志，反越挫折，越奋力。弃智创办圣贤杂志社，洪生主持担任社长以来，牺牲奉献之精神，实堪嘉许。由于圣贤堂堂主及杂志社社长2主事者之操持、品德及财团法人设立，使财务处理的丝毫清白，点滴归功等等，方能使唐运宏展、盗物及杂志之发行量蒸蒸日上。如此，感革天心，万圣千真其赞同感，此乃道业基石之一大因素。况所有董事、社务委员之制度健全，成员热心奉献，所有鸾生风，与无组织效鸾，此为唐社务宏展之次要因素。更实际论功德，最主要还是众生之乐善好施，对圣贤堂之信心及有形、无形、实质、精神等鼓舞。故圣贤堂因天、德、仁此3才一贯天书之重任，实天下道德君子、乐善好施者之成果，而同因重任，所以上天无私，实大公无私的衡量下，以成其奖善罚恶之思。贤徒您说是吗？至于正鸾游生之使命与成就，如果真心为道，别魔所图，事后或用不便捷，更不负天心及仙佛之栽培者，则功不可没。贤徒您也莫免太小气咯。当然，以贤徒素来之大愿，我想您可不是在开玩笑吧？其实，天下却有不少人执功执德，非但不知上德不德，下德直德。执着之者，不明道德；执功执德，动机不纯，以抹杀他人功德。如此心术，时宜不正，最后难免在无形中受考验，在无形中受天眼淘汰。正鸾之是否因命，最主要乃是依据其所效劳之唐运及天意之欲，使道业宏展，权宜之计以道法、佛法之广大。只要是上天所倚重之鸾堂，则无论孰谓正鸾，甚至可随便择人显化，马上执笔，或任何受显化者，皆可仰仗仙佛神通而云游3界。仙佛之神通一退，则依然是凡夫一人。故机者有一时一机，
鸡之作用，唐运则较久，鸡运则应时。可惜天下多少鸡身，或仰仗仙佛神力随行为三界之实际作亲见证。事后之志得意满，以为著书全为其功。岂知既然非鸡身之实神作用，当然自非一人著作，故其书成皆由于天意，神圣仙佛之慈悲，所有效劳孪生之辛劳，更有赖于天下善信之布施，方能印刷成书，流传教化。故正鸾固然非是无功，11以上所论之共同成就，集体创作，其正鸾之功劳几许，便可一想而知了。倘若自以为是宠而骄，必满而招损，骄而必败，上为天恩及仙佛之功，下抹杀整体成就之德，其功过如何，自有天秤。老衲本不欲多言此事，只是历观天下无数正鸾，应机而兴，便自认功高德大，不可一世，终然在功过赏罚之下，难逃因果善恶报应。深有所感，不胜唏嘘。故就事论事，依理论理，愿天下鸾鸡有犯上过则立改，无则免之而勿犯。前积无数之见，愿后进勿重。导复彻，是信是判，否则仙佛之苦心枉费，众生之便捷可悲。为师相信你蔡贤图之宏愿节操，故敢与你之间而论及劝勉天下正鸾之忠言，相信你能体诸老衲之苦衷，不为介意，不心灰意冷方是。蔡生恩师，您与众心肠，所论即是，余徒怎会介意呢？况轻者自轻，浊者自浊，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既佛有贤生如此，无心未已。愿你始终不渝，上天终不负你。蔡生感谢恩师加冕，恩师真是辛苦万分，草履都因被您云击四海而踏破了。祭佛胁迫有什么关系？只要心不破，主宰不散，形象岂能代表仙佛？蔡生恩师所说甚是，活佛足迹四处，助人济物救世，形象佛作立四处，让人膜拜参香祭祀。祭佛哈哈想不到贤徒竟能产出奇言妙词，希望天下苍生皆能做个自在佛，不要做个形象佛。蔡生学恩师一般直修佛心，不视道具，两只破履，也不管颠东道西，诙谐淫笑，非是讽声刺语，而是禅机四现，非是丢人羞赧，实乃自在活佛，无忧心田。祭佛贤徒，你讲得好听，难道你也欣赏为师这习道庄吗？蔡生于徒遂敬恩师一丑心佛。祭佛老衲以为贤徒你喜爱猎套道庄，本想送你一袭。蔡生好呀，于徒拿来当纪念品。祭佛为何不敢穿呢？蔡生笑而不答。
祭佛大概嫌图怕难看吧。蔡生我长得丑陋，如果再加此装扮，岂不像街头游荡的老饕吗？祭佛那么老，那不就成为你所描述的模样吗？蔡生不是。不是恩师佛光灿烂，此列他的袈裟还是无法掩。是恩师的真佛真心，所以众生仍然崇敬恩师的高风亮节。祭佛贤徒你如此宣扬，老衲又要忙了。蔡生忙虽忙，但是又多了一位长工，岂不是一样吗？此时师徒又咧着嘴，哈哈大笑。此人间游记著作，本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顿时或为讽言细语，会不会被人笑我俩师徒不正经呢？祭佛血而不虐，讽而不讥，正合禅机，贤徒天真赤子本性，与无对答，正合老衲口味。众生喜爱老衲，就是欣赏老衲这份轻松自在的模样。假如著作游记太庄严，就显得生硬，文学艰涩，显得苦涩难嚼，还是轻松自在、活泼自如来得恰当。蔡生，但是以后还是少开玩笑的好，免得余途被人耻为冒读恩师，罪担不起。祭佛，这是你自身的无名。好了，时间不早，贤徒快上莲台准备今日的旅程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祭佛目的的已到，贤徒可张开眼睛，前面这间住宅就是今日要访的神仙家庭。蔡生哦，那一定是我的好榜样。祭佛，是的，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就是道。蔡生，此家庭善气弥漫，有一股祥和之气。堂上供奉三宝佛，堂中跪立一位头上发着毫光的中年人，正在念经吧。此时师徒离住宅较远，祭佛将莲台架进住宅。哟，他念的经，不就是本堂著作之玉皇普渡圣经吗？可是刚才就是念得太小声了，所以我都不能听到。祭佛，此是住宅又不是大庙，念得大声，岂不是会吵到邻居的安宁？蔡生，邻居也能听听经，有什么不好？祭佛，假如你的邻居也大声播放音乐，你的感想如何？蔡生，还是恩师讲的有理。祭佛，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仇；志不同，不相为谋。念经心口同念，心佛同念，在住宅念经不一定要高声朗诵。蔡生，恩师，现刻此位大德尚在诵经，今日如何安排吾与大德对答呢？祭佛，可以的，但等他将经念完之时，为师再做安排吧。蔡生，好的，希望不会等很久，而影响著书的时间。祭佛，不会的，因他念经不按照庆调、经韵、知识心性默读，所以时间不会很长的。蔡生，观他头上有一道毫光，好像修持不错的样子。祭佛，他是圣贤杂志的读者，经常以影明示注印圣贤杂志或祭评。
正卦。因常行阴志，又不受名利羁绊，故善照佛光普照。若能继续修行，将来可修到无极果位的。蔡生那恩师，他已经起身了。祭佛，那么让老衲去点化他吧。此时在祭佛之点化之后，此位大德突然坐在置于墙角的扶椅上，好像睡着似的，但其园林却上飘直身。蔡生此时看得目瞪口呆，赞叹佛法无边。蔡生大德你好，原生请问您何以至此，有何贵事？蔡生后学是圣贤堂鸾下生，请多多指教。原生哦，原来是圣贤堂正鸾。咦，奇怪，我刚才还在念经，为何会来此与你见面呢？蔡生大德，你已诵完了，然后受祭佛点化来此的。原生哦，原来如此。此时大德反身合掌向祭佛作揖行礼。蔡生观大德道学定是不错吧？书柜之内装满经书，今夜后学有一问题，其问大德，悉能解述好吗？原生您客气了，互相参言，尽我所能吧。蔡生今时万教齐发，万门齐出，各教理论甚杂混合，有者互相抵触，在不能苟合之时，依道常之意，如何行持，教无挂碍，又不受困扰。原生您所问的圣家，色本是空，何来之色？可是心静莫能排除。色相之前，色还是色，空还是空，就比喻三种水：一是先天圣水，二是性天清水，三是后天浊水。先天圣水是仙佛的本心，不受污染，又能净化外来之毒水、浊水、他水。性天清水是修道的本心，应时时受佛光普照及真理的陶洗，水性虽清，亦甚杂质。后天浊水是凡俗的后天心，本是清净，但受凡尘累世污染，妄念欲心，故谓不净之水。以前圣贤杂质的普化只是达到清水之无染，未能达到圣水之圣洁。因此诸生及读者有者只是修到清水之阶段，不能突破另一层境界。因清水虽清，亦胜杂质，要涤除杂质，尚要制炼成圣水，此段期间最为困难，但或有人在引他水，使清水变成杂水，此杂水就是杂心杂念，不能专心一致，故成困扰，自心自负，就是此中原因。蔡生这如何讲呢？原生因为此时有第二杯不净之水倒入，而它又不能起净化作用，岂不是自寻困扰吗？原理在此也。蔡生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你的含义，藏净大道玄机，本堂众多孪生中，有数位就是不能突破此种障碍，本是一杯清水，可是剩下第二杯他水之时，皆困扰万分。原生是呀。
此是自己之心境未能达到佛性的本心所引起的相反作用，而自身的烦恼与无明。因此圣水如同佛性，佛性是大，心量广大，犹若虚空，无边无际，无大无小，无田无怨，无恶无善，无私无偏，照破虚空，包容一切。今圣贤遭逢道劫，正可印证。以前圣贤杂质风波不息，唯如累卵。就是清水被圣杂质，此亦是我于去年已有之预言，但亦正是考验圣贤道子之真刚性体之时，故自心清明者，犹如烈日当空，常清常明；若自心昏昧者，就如黑云密布，不得清净。但反观内照，一切阴影皆是自身的无明，若了此心，阴影黑云自除。故我说圣贤杂质已步入圣水之域，是此原因也。若能明悉此理，则能如不动，正是无上菩提本性。不能明乎此理者，道心惶惶，信心动摇，心存我思我执，便枉费数年来苦心之修持。犹如千日打柴一日烧，火烧功德林一般，一功万德，一夜燃成灰烬，就此原因也。蔡生方才大德所说能预言未来，实是法心高明，但无上菩提之意，愿请再次解释。原生所谓无上菩提，魔是佛心，圆融无角，无前无后，不偏不直，常清常明，但未到者，若有分别之心，我思我执未除，便落于有，落于三圣上中下之中，不能大公无私，则非真常之大道，原理在此。我所说之欲言，只是多言之谈而已，并非我有高人一等之能力，只是天理运转之所然也。蔡生大德之言，犹如真佛说法，生契我心，生破我执，未道之是。若用此心，正是大道之福，众生之福也。原生是也。圣贤诸生悉能以继往之精神，慈航稳驾，纳怕风浪之轻，身立的正，纳怕他人之谤。此时继佛突然急忙将此位大德魂魄投体。蔡生恩师为何慌忙突然将大德安魂定魄呢？继佛你不看，方才大德之长子已在大德之旁，唤叫爸爸吗？蔡生哦，原来如此，想不到会那么巧。刚才我与大德参道，心去正浓呢。继佛方才如不速将大德安魂定魄，恐将生意外。蔡生想不到著作《人间游记》竟然有此紧张的一面，哈哈，真有趣。继佛好了，今宵时间不早了，我俩还是回堂吧。贤徒做好莲台，准备回城。蔡生遵命，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05人间游记第5回。
真道德。天考人验证其品，实修持。善存气锐真其行。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0月初3日，30日10月1981。诗曰：逆境颠沛考道心，顺流伐舟亦沉沦。莲花出泥人不染，净洁尊贵万年存。即佛莲花生长在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染，所以方能显得他的尊贵。战事不因国为，战乱而易捷，才能显得他的精忠。忠仆不因主难而易兴，才能显得他的忠贞。如一位闺女嫁到一个和睦相处、安详温暖的家庭，上下有序，兄弟互敬，姐妹温婉，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孝敬翁姑，本乎常情。只是礼上助来而已，不能显出他可贵的孝。这是第一种媳妇的作为，平常的妇德。但另一位女子嫁到一个翁姑唠叨挑剔、兄弟不和不敬、姐妹多怨多嗔的家庭，她还能表现高超的妇德，孝敬翁姑，毕恭毕敬，照顾小姑小叔，毫无怨言，有爱妯娌，牺牲奉献，不计得失，这才是难得可贵的孝妇贤妻。这是第二种媳妇的作为，修道的妇德。可是偏偏有些为人妻女者，便不堪纷扰，而每天怂恿夫君早日迁移，自立为家者居多。此是第三种媳妇作为，自私的做从。经大道的修持亦是一样，在优越的环境中生活处事，此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怎能称为修道？但假如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诸多困扰，诸多期谤，仍然能修处之泰然，该忍则忍，该让则让，不为所动，不为改节，不为抑制，作为他人的良范，作为他人学习的榜样，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此种道子，虽言未有修道，但无言拟成道了。故有修与无修，真修与假修，在此分也；成道与莫成道，在此分别。道本随时在你左右，道非是老人的专利，道非是消极作为，道非是玩空或固执，道非是自负自残。因此，若有以上之念，皆落于偏见之端。须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不操兵，不养兵，战时何来有兵？今日修道亦是一样，平常是道，日常生活是道，道非是如草木一团死寂，它是富有生机，非常圆融，它要你至中和之道。因此，有人因道而生，有人因道而迷。有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自远，此是最好的明证。所以批评道之人尚在门外，未入门内；行道而甚觉痛弱的人，尚在门外，未入门内；入道而感到恐慌的人，尚在门外，未到门内；为道而求仙佛感应者，尚在门外，未到门内。
未到而寸步难行者，尚在门外未到门内。未到有门户之见，尚在门外未到门内。因此，道是充满生机，它不是消极，它不是散漫。如行道之人犯有以上通病者，皆非究竟之道，非解脱之道，尚未悟道真道。此是易道的道，非是不道的道，是顽直之道，非圆通之道，是顽固的道，非是圆满的道。人若不能悟出此道，知晓此道，是妄见迷心，千万不可就此大家欺谤论说是非，此是自身的无明，犹如将自己本性牵出真道，将自己牵出天堂，闯入地狱一样的愚蠢。凡是有以上思想的人，定要访求名师祈求指点，不可一尘再尘。今日人间犹记深破大道，玄为是千古难得至贵真典。若能悟此，成仙成佛在此；若不能悟此，千世不见真道。当不可谤佛谤道，否则是自沉孽海。须知至贵之道，皆在于此，离此便失究竟之道。但千古以来，能悟此道者，实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故此道是非人难得，非人难传，非人难悟，非人难证。过去圣贤堂虽每每心应天心，可是此心未明，此时应心则犹如百箭穿心，枝枝皆射中无始之元心，犹如神秀日日跟随五祖，才高八斗，文学横溢，但不能悟此真道，只能采到树叶，未能采到树枝树根。但六祖慧能，文学不实，悟此真道，顿见本来，却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蔡生感谢恩师传下此无上真道，使无顿见无上菩提，犹如五祖三根传道，慧能言下大悟，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一样。过去余途修道悟道，尚未映入此真如菩提之心，就像一个嗜赌的人，只怪手痒打手一样，而不知打手是治标，治心方是治本。今日千经万典，悟人是唯一，迷人亲为万。但千经万典犹如一树，有千枝万叶，皆衔接树根一样，迷人不实只取树叶，悟人取叶儿。能悟根之本，顿见本来。我庆幸今日能得恩师真传，当因人施教，与诸同修同砥砺。即佛哈哈，真人的真道，迷人的迷道，上人的上道，中人的中道，下人的下道。此是你与无因缘会合之相生。若不能了悟此道者，将会狐疑自身，无明常起，轻轻此道永远难行此道。须知此道非人难悟，非人难传，非人难证，因此不必在书中多言论说。蔡生是也，我当以众生心演此众生法。既佛你能得为师之真传，是你立下夙愿之回报。蔡生在此感谢天恩厚爱。
祭佛今夜时间不早了，贤徒快上莲台。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目的的已到，蔡生你可张开眼睛了。蔡生来到这生疏的地方，前面室内有一位中年妇女坐在客厅，与另3位妇女正在言谈，但观前面此位妇女善气充塞，有一股不可侵犯之高贵气质，但此气质又异于虚荣心与繁华的粉饰，是修道人自然流露之淳朴无邪的至贵气质，真是仰慕至极。祭佛贤徒，你果有慧见，一眼便能洞彻道人之真貌，实是不错。此位坤道修士，入道至今已有20多年，又常保持道志不退，慧心常然，无名常扫，故能善气充满。他常在鸾堂至诚效劳，故能心照善气之照。蔡生真是不简单呀！修道之人，许多好奇贪求，不能真修实行，步步踏实，大都在半途之时便退道而去。祭佛今夜无法安排你与此位坤道女修对答，吾们另寻一位再做。今夜之借题谈道吧。蔡生好的，恩师，您将莲台之速度减慢，于途方才偷偷将眼睛张开，但还是难耐锋利之侵袭。祭佛现在你功力不足，当然如此，还是快将眼睛闭起才好。蔡生是的。祭佛前面商店3楼住家，有一位慈善老人。蔡生我已看见了，里面有一位老年人，头上发着毫光，观其相貌亦是不凡，大概修持不错吧。祭佛他亦是修道之人，常以隐名示著印杂志及善书，又常常帮助贫乏人家，待人处事彬彬有礼，不计虚名，不贪荣华，就是此为老者之为人方针。蔡生的确不错，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够时时保持这种心境，心灵愉快更胜于物质的享受，自己受益，别人也受益，众生何乐而不为呢？祭佛哈哈。世上有3种人，一种是讲得到又做得到，这种人为人处事实实在在；另外一种是讲得到而做不到，这种人虚言虚行，投机取巧。最后一种是讲不到而做得到的人，此是真心行道，不计名利。此位老者就是最后一种人。蔡生默默耕耘，不计得失，实在令人敬佩。那么今晚恩师是否要安排提灵，与于途禅道？祭佛今夜时间不早了，我看就免了吧，你坐稳莲台，我们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人间游记531 CHTML 06邪念淫行诸恶根，自迷沉沦罪孽深。正心修身种善本，
借己看破功德存。07人世间，众生修持种道因。天佛愿，亡者净化瞎性灵。08歪念农夫，害人祸己报薄禄。善心人士，利众一生真后福。09宗教如指针，导引众生免迷尘。工厂若家庭，服务精神兼修身。10宗教治本，法律治标，本标相辅相成。慧性修内，爱心行外，内外同其同真。11记佛论不失，无相存成感应多。圣母谈因果，善恶平心报应由。加006人间游记第6回。邪念淫行诸恶根，自迷沉沦罪孽深。正心修身种善本，借己看破功德存。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0月19日、15日11月1981。诗曰：色字头上一把刀，风似利剑斩英豪。多少迷蒙痴花客，沉沦孽海困苦劳。祭佛，嫖娼宿妓为淫，奸人妻女为淫，意念猥亵为淫，拜人名节为淫。俗云菜虫菜下死，花蜂花下亡。吕祖云：28家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故先真慎训，在皆是警惕民心，不要受淫念迷惑，不要受色毒腐蚀，而导致沉沦孽海，方后悔不及而恍然大悟，为时已晚。蔡生恩师之言有理。今日好像要以色淫为题，作为追寻目标，或是否另有其他意义？即佛事也。淫为万恶之首，故今业首先追寻访问以淫惑为题。悉天下众生皆能弃淫守节。蔡生现在社会千奇百业，皆暗藏春色，以招来顾客，致使社会风气日落，奸淫案件屡闻，皆是邪淫所惹的祸端。相信今夜游记之著作，凡观阅者，皆能达到振聋启聩的作用，进而修心养性。祭佛是也，玉皇心印妙经载上要3品，神语气经。因为精气神是人之三宝，是诸药之上，若能固守精气神，寡欲清心，不须食山珍海味，八珍十全，自然身体调和，百病不侵。有词云：昔有行道人，路上逢三老，年寿各100余，勤俭除何数？驻车问三老，何以得此寿？一老前致辞，室内妇貌丑，皆语。二老前致辞，量妇节所受，少食。三老前致辞，夜卧不复手，安眠。要哉三老言，所以能长久。蔡生哦，对了，前日我于堂内，有一位信士问我，如何才能如鱼图一般云游？好像此位信士欲要尝试临游之经验，依恩师之意。
是否能够让他达成愿望呢？祭佛贤徒，你看过特技表演吗？蔡生看过。祭佛特技团常在台上表演危险之节目，如吞剑、吞火、吞钉。台上表演的精彩万分，台下的人看得心惊肉跳，那么贤徒观后，是否亦要模仿其动作？蔡生：哦，那不行的，这岂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祭佛所以凡人俗趋未脱，灵游就如特技表演一样，怎能自己闭门造车，瞎事而得？但知要行道，按部就班，步步踏实，有日功，成果满，脱壳飞升，自己有一部云车，往东往西，来去自如，那才是真正的云游。借来的云车总是要还，非是就近，又何必以好奇的心去希求短暂的欲望？好了，今日时间不早了，贤徒快上莲台，准备云游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祭佛已到了，贤徒可张开眼睛了。蔡生，今夜恩师带我来到夜市，点心摊排的整街皆是，人群簇拥，熙熙攘攘，人头钻动，今夜如何访问呢？祭佛有的，在无慧眼观察之下，前面面摊正在吃面之青年，正是犯有色淫之罪。蔡生，我已看到了，此位青年口中叨着一根烟，敲起一脚在另一张椅子上，眼光四处描视，心神不定。桌上摆有一碗面，一杯酒，一眼望去，就不像好青年，又威风十足之貌，凶气四焰。此位青年到底犯了何错？祭佛依三师神之记载，此位青年常凭其3寸不烂之舌结交异性朋友，然后在言谈或交游中，趁对方不注意之时，将身中暗藏含有迷幻药的口香糖，以鱼目混珠之势，偷天换日之法，赠与对方嚼食，使无知少女不明就里，贸然吞食，因而受骗失身。蔡生，爱其心可诛，令人不齿，将心比心，倘若自己是女儿身，或是家中的姐妹也一样受骗失身，其心将作如何感想？此种人毫无恻隐之心，丧失天良，但为何不遭受报应呢？祭佛，此人祖德尚存，故报应当不能如此迅速，但再过5年，他将遭逢病劫，因此无惜此种青年快快回头猛醒，不要为了一时之乐而食长期之祸。又当今少女择友，定要慎重，切勿滥交狐朋郎友，而勿中逮人诡计，必要观其品性行为及真诚与否，方为上策。蔡生，恩师说的甚是，此位青年现在已骑上机车，飞驰而去，今日是否要另觅一位在座今夜著书谈题呢？祭佛，好吧，我们住前面而去。正在书摊看书的那位青年，三师神之记载，他读中学之时，
便偷于观看黄色书刊。蔡生我已看到了，但此位青年还有一股善气，为何也会如此呢？继佛此位青年于3年前自观黄色书刊之后，患了一淫，身体衰弱，精神不能一致，故休学1年。无意中朋友送了一本《关圣帝君戒淫经》，观看后，现在已改去恶习。蔡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进而从善如流，前程远大也。但想不到，年轻人看黄色书刊，竟然有如此大的祸害。继佛年轻人血气方刚，如衣沾上邪淫，就如蚊蝇沾上补淫之一样，难以自拔。蔡生氏的补淫纸外表铺上一层甜甜的糖汁，就好像邪淫一样，外表包上一层迷人的媚味，里面却藏进了盗宝的利刃，以其求得短暂的快乐，却换来祸患无穷，自我麻醉，心灵无法宁静。如此作为，无益养庸遗患，自寻祸果，实是不智之举。那么如何才能将此诟病改掉呢？继佛可在神前忏悔，赠印善书，即以工作忙碌来分解此散漫的心灵。如有欲火升起，假想皮肤溃烂的样子，或观看皮肤溃烂的图片，使欲心转为厌恶，此是一时之法，非是就近之法。若能修道，报元守一，明心见性，方是就近之法。蔡生希天下众生皆能以此会见，斩断邪迷愚痴。继佛好了，再来。吾又发现正在鹅肉摊的中年人，依三师神之记载，他已有妻室，但是却另住一处乡巢，暗地里租有一间套房，与一位未婚女子同居。蔡生那位中年我已观见了，正在与朋友猜拳喝酒。继佛倘若此位中年不再速速忏悔自新，其事业将逢瘫痪之余也。蔡生现在社会正在提倡爸爸回家吃晚饭运动，实是深具意义。其目的大概是在增进家庭温暖，并要每位为人父者皆有家庭观念，而负起一家之实任。继佛哈哈，有人一旦迷上女色，就像正月的赌徒一样，不赌难安。蔡生曰：恩师所说正月的赌徒是何意思？继佛是赌之人，在平时或因家庭之累，或因事业之半，所以有所收敛，可是一旦到了新春，就不同了，万业休止，人人清闲。是赌之人，在此时不是会跃跃欲试吗？蔡生哈哈，恩师之言妙极了，好赌的人，平时都已寄养，更何况清闲的时候。可是女色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继佛其实女色只是一种幻象而已，而人迷于幻象，难以自拔。蔡生何以言之？继佛因为人一旦迷上女色，皆沉醉于年轻姣好的外表。女人一
到老年，其外表枯萎，就得不到男人的青睐，是一定之理。譬如一位年轻貌美、婀娜多姿的影歌星，人皆喜欢，一旦把她装成蓬头垢面邋遢的模样，在街头上行走，相信人皆避而远之，不会去注目与理会的。正因此，这如同一朵美丽的花朵，能博得人们的喜爱，一旦花朵掉落污泥中，谁还会再去欣赏与赞美？因此，远色贵在民心。自己本心为民，一味追逐醉生梦死，沉沦于酒家茶酿、风月场所，竟不知此灯红酒绿已埋葬了多少阴魂。等到年有所长，为色所害，才勃然悔悟，知晓过去的无知，为时已经晚了。蔡生恩师说的甚是，女色不知迷去了多少英雄好汉，众生在安乐窝中自我陶醉，一旦事与愿违，跳脚跺足，已是无济于事。既佛今日云游至此，贤徒快做好莲台，准备回堂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既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07人间游记第7回。人世间，众生修持种道因，天佛愿，亡者净化虾性灵。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0月29日、25日11月1981。诗曰：修道无其本自然，一性圆明养性天。自古行持无捷径，守住本来结佛缘。既佛今日修道，实事无奇，但有人欲要追寻捷径，却是越追越远，越行越离，此是何因呢？皆是已走入旁门左道了，故越修越迷。蔡生恩师讲的甚是，大道之门宏开，人却是不行，小道闭塞，人反而硬闯。即佛哈哈，大道久远，小道短近，走旁门小道者，终会还道。穷途末路，硬闯者，终会头破血流，到后来还是要回心转意的。蔡生希望如此。既佛现在准备著书云游吧，快坐稳莲台。蔡生好的，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既佛目的的已到，贤徒你可以张开眼睛了。蔡生前面佛光灿烂，有一佛坛，好像是专门修道言理之场所。既佛此家之人皆持斋戒杀，续贫济寡，为道牺牲奉献，不逾仪力，实是神仙家庭也。蔡生楼上有一位老伯正在走动，并整理佛坛，大概是此佛坛之主人。现在教门诸多依恩师之意，如何分别真伪？即佛道本无道，教本无教，教本人设，道是人行。公正行道，道是正；欺诈行道，道是邪。今时万门齐发，有者隐，有者显，有者入世，
有者出仕，素至参差不齐，但各教当以修心不善，就事继人为宗旨，若有违背，无论何人皆与教背离，与道纪元。名相皆假，真伪在此，不必起分别之心，更不必互相诋毁纷争，须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蔡生方才之大德，外功虽造，但未知是否兼修内功。又若是谓修内功或是内功未足者，归空后，是否亦能归于无极之天呢？既佛此人并未性命双修，实在值得惋惜。如果依照其单行外功，如此修持，道心坚定，但内功未能圆满者，只要一心道志不变，可由有缘仙佛带引入八卦院或天佛院，再磨练性灵杂质，直至一性复明为止，然后才可归于无极理天之域。蔡生于途经常听说天佛院之名称，今宵可否请恩师带我上天佛院参观一番呢？继佛今日师徒是著作人间游记，若是在转访天界或地狱，此不由即著作时日，将会延长。蔡生为大道弘化，普度众生，于途愿将著作时日延长。继佛既然贤徒汝有弘道之心愿，天心好孩，岂有不助之理？为师者就成全你吧。今日就往天佛院而去。蔡生多谢恩师。继佛约要往天界，待我准备一瓶天水，让你服下，增加功力。蔡生好的。果然天水不凡，于途身心顿觉清凉，精神为之一振。继佛坐稳莲台，我们启程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天佛院已到，蔡生下莲台。蔡生哇，果然天界美妙，奇花异卉，怪石嶙峋，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恩师，前面来的是何人？继佛他是天佛院的力员，今日我们未先通知，匆忙至此，令他惊诧。愿力参驾继佛，今日难得来到本院，又带了一位凡人，不知有何要事指教。继佛今日我两位著作三才莫不天书而来，请能转告院长知悉。一会儿天佛院院长从院内而出，观见继佛，两人互相作揖寒暄。院长今日继佛难得带凡间游生光临敝院，师雅师子哀方才经历。原通报，若有接待不周，请能包涵。继佛那里，那副哀院长客气了，今日为著作三才莫不天书而来。此位是圣贤堂蔡生。蔡生今日三生有幸能与院长相会，真是不易，希院长能多多指教。院长圣贤堂为大道弘化，尽心尽力，来此修炼之炼气士诸多，皆是圣贤杂志读者。蔡生若是如此，圣贤同修为道普化，奉献精诚心力，并无白费。院长诸生能学蜡烛精神，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功超三界，功果浩大，实事不易。蔡生那里，那副哀院长您过奖了，请问院长方才入院内之力元首捧的文件是什么呢？院长他递来的文件是3关9口之功过录，在此评定功果多寡，再安排到本院进修，如果瞎练以达至原姓名，然后再呈上无极考，正果未品联。蔡生原来如此，想不到手续竟然亦相当麻烦。院长此事当然，末世以来，修道者渐多，故我们作业亦相当繁忙，你可以随我入院内观览吧。蔡生这个庭院广阔无边，宽敞无比，看到来往仙客，皆温恭茂淑，逍遥清闲，毫无奸诈之心，亦无挂碍之念。我看到这幅景象，心胸开朗无比。院长现实万门齐发，各度有缘，是自有史以来之大好奇缘，能够进入天佛院修炼者，皆是素具善根，所以心境悟界已是超人一等。此时继佛及院长与蔡生齐到院内，立元急忙献上香明真果。继佛多劳贵院了，今日来到此的，欲以观览采访贵院，以作刊载善刊之用，及修道之明鉴。依老衲看来，还是赶快启程为佳。院长既然有职责在身，无意不便强留，那么就启程吧。今日到，运已达玉石分班之时，虽然修道者多，但能够忍辱精进者少。天佛院内皆是在身修持坚定者。此时蔡生跟随继佛与院长背后，边行边谈，前往修炼亭。蔡生驻足观看，里面之修士皆养精蓄锐，心无旁骛，有的头上博光四射。蔡生看得哑口无言，赞叹不已。又到第2处，瞧见净气亭内，修士皆心专意静，圆明一性，纤尘不染，混元真气运转，光华三千。又至礼仪亭，修士皆彬彬有礼，气禀圆融，人欲静静。蔡生来到静养亭，好像看到熟悉的人，驻足沉思。蔡生前面此位非常面熟，好像是院长，他是贵堂已故孪生徐生敬福。蔡生是也，他是本堂孪生之先父，但外貌看来比以前年轻不少，精神焕发，差点我已认不出了。院长，待吾使唤吏员，请出徐生吧。蔡生那真是求之不得。徐伯伯，你好。徐生，汝是圣贤堂孪生吧？蔡生，是呀。今日真是久仰了。徐生今日无能到天佛院修炼，实是在身道至坚定，其中亦承蒙圣贤堂恩主之推荐，又无小儿庆宗，在圣贤堂造功不少之因。蔡生今日其缘能够看到徐伯在此院修炼，我亦非常欢喜，愿徐伯能功成果满，正果成真。此时徐生与蔡生被此序里，依依难舍。请问院长，
我听说人在归空时，若是尚能肉体柔软者，是上正无极理天之征兆，此是否正确之说呢？院长，凡是大善德者，或是行道不辍之人，归空之时，大多有神圣带引天界，因此心灵愉快，身心便不受拘束之苦楚，肉体因而不僵硬者多。蔡生，那么修道者是否不能执证无极之欲者，皆要来此修炼呢？院长，时逢末运，人心污染，凡界之今日与上古、中古时代不同。修道者要达到清心、清身、清口三清境界，又外功内果其源者矣少，因此天佛院之设，是让真心实行，始终不怠者之净练场所。犹如上无极之跳板，仍然不变出结者，大多皆能来到本院修炼，达至一性圆明自在为止。蔡生，原来如此。院长，我们继续往前吧。蔡生，好的。前面参禅庭内有一位大佛在台上说法，台下之修士个个巍巍道貌，皆精神专一，洗耳恭听。院长，此是修士在上一层悟境之必修课程，吾们再往前面去吧。蔡生，此是诵经事，我听不出是诵何经典，好像是念佛之样。院长，仪式内多人齐诵，念念串心，声音当会如此的。蔡生，他们聚精会神，一心不乱，相信已达到念魔所念之境界。此庭是宣讲庭，我看他们皆在研读道理，不知有何作用。院长，研读道理，当能帮助其明理真修，并开智慧，达到究竟解脱之境。蔡生，是也。心慧若开，自然外缘无法拘束，来东往西，自由自如。祭佛，我看今日就此吧。院长，好的。此时院长及立员皆欢送祭佛及蔡生。祭佛，今日云游就此结束，贤徒快坐稳莲台，准备回城。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0%+008。人间游记第8回。歪念农夫，害人祸己报薄禄。善心人士，利众一生真厚福。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1月初6日，1日12月1981。诗曰：念诚追随不畏寒，赤胆忠心藏圣丹。为道众圣轻凡事，他年果享正联邦。祭佛，今夜寒风凛冽，圣贤诸身上能到堂效劳，不畏于风寒之侵。昔赤胆忠心，与外面萧条景象正成对比，诸身为法忘躯。老衲立于坛内，亦忘了现在是夏夜还是冬夜。蔡生恩师说的甚是，今日确实非常寒冷，但同修今夜来堂效劳之人，不亚于往常之时，此样精神，实是可嘉。祭佛，哈
哈。热忱之心溶解了寒冷之意，所以已经分不出寒冷与否。若是无此热忱之心，早已躲在家里发抖了。蔡生躲在家里还会发抖。祭佛若无此热忱之心，心如凉水，再加上退缩一念开启，不是早已在心灵中发抖了。所以俗云岁寒然后知松波之后凋也。蔡生是的，同修有松波之志，所以不畏寒，否则徒有花朵之美，不是早就凋谢了吗？祭佛哈哈。松波长春，花朵短艳，堂内热忱，堂外冰冷。今夜著书又要临游，老衲先赐你一颗大温丸，让你服下吧。蔡生感谢恩师之赐，我服下了。的确不错，现在我灵体温热，已不觉寒冷了。祭佛好吧，现在准备启程吧。蔡生快上莲台。蔡生我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目的的已到了，贤徒你可张开眼睛了。蔡生来到乡村之地，远离了尘嚣喧闹，万籁俱寂，乡村的淳朴。又在寒冬之夜，显得格外清凉，村落空地，树叶飘飘，巷道小路，行人寥寥，人们大概都躲在室内是看电视吧。祭佛乡村务农未多，人心淳朴，娱性节目较少，除了观看电视之外，有的早已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了。蔡生我的故居本是农家，今日看到农家，仿佛回到家乡一样的感触，依稀记得童年田园的嬉戏。祭佛哈哈。钟离大仙一句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的寄语，敲醒了吕先祖一睡50年，生成万态，荣辱多端地迷梦，而大觉大悟，看破红尘，拜钟离大仙为师。今日贤徒你是见景一念处，恍如已隔世。蔡生恩师之言，感慨良深，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一觉之醒。已是面目全非，老的老，少的少，连自己都认不得了。祭佛还好，贤徒尚能找到自己。蔡生要不然就见不到恩师了。祭佛哈哈。老衲亦少了一位徒弟。好了，办正事要紧，前面此间平房，灯火通明，尚未入睡，我们去看看吧。蔡生我已看到了，客厅中有2个人正在看电视连续剧，已经看得入神。坐在沙发上的老伯好像犯有错失，园林有一股阴霾附住。坐在左边之青年，好像是他的儿子，亦是一样，不知是何原因。祭佛依三师神之记载，此位农夫，耕有菜园3分多的，但心术不正，经常投机取巧，每观蔬菜价格上涨之时，便不顾虑前天上喷洒农药，就割取出售，只顾自己利益，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已经被当地土地公及城隍记录在案。蔡生如此实在缺德也，
只知赚钱，而害人不浅，江上鱼流有毒。素的蔬菜出售，怪不得上一代少有怪病，这一代人吃多了科技的结晶、化学品，生瘤、生疮、癌症、肝病层出不穷，就是吃多了毒素，弥留于体内，没有排除掉所致，所以主妇煮菜定要将蔬菜洗净，以保健康。继佛此位农夫已遭受报应，于去年与朋友喝酒，在归途时骑机车，不幸撞上路边大树，昏迷不醒，住院月余，现在虽已痊愈，但府葬时已遭受残害，而且他的儿子不长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使此位农夫非常深痛感叹。蔡生年纪轻轻便为辛苦，此时蔡生摇摇头，叹息。继佛俗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今日之易乐，他日要加倍偿还，所以天理昭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希望他能改过迁善，忏悔过去，重建新生。此时继佛又发现左墙以外有一善农，又约我俩前去采访吧。蔡生好的，我已关键了，与方才之家庭大不相同，家堂善气流露，墙壁两旁皆挂有奖状，还有省议员、乡长所赐之匾额，挂的琳琅满目。继佛依三师神之记载，此位善农在乡里之间，不与人争，乐善好施。他拥有一片果园，位于离此3公里的半山腰，以前山路上未铺成柏油产业道路时，是一条土石路，平时机车或马达3轮车、夜引车可行，可是一旦遇到细雨霏霏的季节，山路便泥泞不堪，有时步行上难，一遇雨过天晴，更是千疮百洞。但此位善农常不畏辛苦，经常自己挑沙担石填补，使山路平坦畅通。蔡生此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最令人敬佩了。继佛现在他的子女能受高等教育，而且有很好的职业，皆是受他行善之庇荫。蔡生善有善报，丝毫不差。继佛为师又发现对面巷内有一道善光，定是道子住家，我们速去采访吧。蔡生哦，原来里面厅堂供奉3宝佛，博光四射，佛光照耀，未知是何因呢？继佛此位道子修道有年，他参加义务劳动工作团体，此团体经常为偏僻乡村义务建造桥梁或修复工作，一生不为功名。罗汉四处为家，并无家累，将来一定功成果梦，极乐逍遥。蔡生此种为民牺牲服务之心志，实令人感动。我观此前辈面貌光华，浩然正气充塞，令人可敬。继佛人能以无助施舍之心，方为最高最圆满的境界，此道子之表现就是一例。好了，今夜天气又甚寒冷，著书就此结束，让
诸生能提早休息吧。贤徒快坐稳莲台，我们回城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09人间游记第9回，宗教如指针，导引众生免迷尘。工厂若家庭，服务精神兼修身。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1月13日、8日12月1981。诗曰：宗教普化若指南，启迪众生觉路参。引人行善不畏恶，鲁莽胡行苦果长。继佛宗教者，如同指南针一样，它告诉你正确的方向，如欲要航海者，必要拥有指南针，方免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宗教者又如气象台，它告诉你未来天气之变化，如一位登山者，若是不听气象台之指示，就贸然登山，一遇凌酷的天气，或是烟雾蒙蒙之时，登山者遇到山难，岂不是悔不当初？今日众生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时就如在大海茫茫之中，或是在登山路途之中，往往自信满满，不听劝告，有日迷失方向或堕落之时，方大患以往之愚痴，但未时已晚了。故无惜众生皆要听气象台之发拨，更要携带指南针，以测安全也。蔡生恩师之言妙极了，将宗教之意义描写得非常恰当。众生往往就是在茫茫的大海中不听先知者之指示，故越离本来之方向，尚且不知，实是可惜也。一旦堕落后，已是百年身了。继佛今日善刊杂志之功能，就是有启迪及预知未来的作用。假如你常接近了它，就不会像鲁莽的渔夫，经常不计后果，花街柳巷，饮酒逸乐，金屋藏娇，或赌博吸毒，或行窃抢劫，或奸淫杀掠。这种行为与不携带指南针航海，不听气象台登山，有何差别？因此明眼人告诉你，你将有一天会得到困扰与报应的，你将会加倍偿还你所犯的过失而悔不当初。宗教的意义是带给你明确的抉择，带给你灵明的心智，让你迈向未来理智的人生旅程。蔡生今日社会五花八门，有时候就像在迷魂阵行走一样，走得进去，可是当要走出来的时候，倒是有点困难哩。祭佛不难，不难，只要你有一份迷魂阵的地图，按图索骥，不是轻而易举吗？蔡生可是要到那里获得这张地图。祭佛哈哈，老衲现在就送你们吧。蔡生是。那么现在就开始制图了。祭佛贤徒，答对了，现在开始云游人间吧。快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了，
请恩师启程吧。祭佛末世工商发达，人人为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但有者以工作而乐，有者以工作而烦。今日就以工作为题，做一个访问吧。蔡生工作如何访问呢？祭佛，到时你自知晓。蔡生是的。祭佛目的的已到，蔡生可以张开眼睛。蔡生前面这家工厂灯火通明，好像正在加班。祭佛，这是一家制衣工厂，今夜就此访问吧。蔡生左边这间厂房有4、5位男人，好像正在裁布，旁边这排工作床有3、4位妇女，正在包装。右边这间厂房员工大约100人左右，大部分都坐在缝纫机前努力的制衣，有几位在检验成品。在这里声音吵杂，机器马达声叽叽嘎嘎，但是有些女员工讲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不知听者是否听到，或是有听没有到。祭佛，哈哈，心语传声，心声传语，管他听到听不到，反正听者懂得礼貌，点个头，这样讲的人欢心，听的人也不失礼貌，两者皆大欢喜，不是很好吗？蔡生，哈哈，恩师讲的妙极了，其实这也是一种道的功夫，耳根清净，免得惹来是是非非、闲言闲语，而不得清净。此时蔡生突有所思，恩师今日带我来此，实在有点为难，好像不太礼貌。祭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入其境，焉得著作人问游记其实。我们要看的是真体、灵性，而不是看假体、外貌。假体有色相，真体岂有色相？蔡生前面第 X 排这位女子，工作认真，又心灵祥和，不知是何原因。祭佛，他信仰耶稣基督，修持以达心灵祥和，默默工作，不与人纷争。蔡生第 X 排此位女子，心灵有一股怒火，不知是何原因。祭佛，他本是在另一家制衣厂上班，但因度量小，口量大，以为上级分配工作不公，所以就离开了那家工厂，想不到来了这家工厂，又要从粗劣的工作做起，所以心有不甘。蔡生，原来如此，依恩师之意，以怎样的心情来工作较为恰当？祭佛，当以为工作而生活的心情轻松，抱着人生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假如是为生活而工作，心情就比较沉重。须知，人有时候就像鸽子一样，在何处为家，皆是食用麦片、稻谷、豆类，但有好奇的鸽子，以为别家有更好的食物，便飞翔求去，一旦知晓别家亦是食用同样的食物，才恍然大悟。蔡生，哈哈，恩师说的甚是，人为了工作奔波，跑来跑去，亦是3餐而已。哟，
左边这位女子疝气流露，不知是何原因。继佛他是圣贤杂志的读者，善耕读后，虽然在工厂所赚的钱不多，但仍然每月节省100元注印圣贤杂志，4年来从未间断，在工厂里又能与人和睦相处，处处助人行方便，不计得失。蔡生行道不折的精神令人尊敬，虽是区区100元，但那颗永恒的施舍心却是别人少有的，许多人还要跟他学习呢。继佛此圣贤杂志在读者的心目中，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心灵刊物，所以贤徒你的职责重大。蔡生是呀，我以这颗心报答天恩慈爱，心无旁骛了。继佛哈哈，贤徒果然不凡，希望你能吃得苦中苦，就是人上人了。蔡生对面裁剪房有一位青年，有一股恶气之行，未知是何缘因。继佛依三师神记载，他是个不孝子也，他在外面工作数年来，未曾赚钱回家，在外面又结交狼朋虎友，吃喝嫖赌，染成恶习。此位青年如果不早日回头是岸，后半生将会尝到恶报。恩师他们已准备下班休息了，吾俩再到另外一家参观吧。蔡生此家工厂员工为何家寥无几，但车台却是不少。继佛此家工厂管理不善，上下不能通承合作所致，因此工作效率低落，此时尚在赶工。蔡生依恩师之意，如何才能使工厂作业上下和合呢？继佛如每人能视工厂为一个大家庭，员工是经理，厂长如父母，是主任，组长如兄姐，而经理、厂长能视员工如子弟，主任、组长也能视员工如弟妹，多关怀照顾，又能互相体谅别人的立场，那么一团和气，相信这是一个成功的工厂。蔡生是的，如能视工厂为家，自然人人心平气和，若是自私自利、斤斤计较者，那么他的工作不耐烦，心情更是闷闷不乐。继佛所以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中，有的能够悠然自得，有的却是整日埋怨，不能知足，就是此因也。好了，今日云游著书就此。贤徒快坐稳莲台，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10人间游记第10回，宗教治本，法律治标，本标相辅相成，慧性修内，爱心行外，内外同其同真。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1月23日、18日12月1981。诗曰：宗教四母父爱心，苦口中言劝迷津。杨律因思何言复？
警戒成恶行不仁。祭佛宗教者，他如慈母一般，常以慈祥的脸庞及伟大的爱心呵护着人们。法律者，他如严父一般，具有警戒惩罚的作用。两者是虚有可无，达到微妙的相辅相成之作用。蔡生恩师将宗教与法律比喻的甚妙，但虚有可无之说是何解释？祭佛因为宗教所负有的意义是教育，法律所负有的意义是警戒。警戒与教育本是一体，人如果能教育得法，个个循规蹈矩，法律只是形式而已，发生不了作用。但反过来说，人倘若经常逾越规范，顽固难化，那么教育一发生不了作用，唯有以法经来约束人的胡作非为，所以两者是虚有可无。蔡生恩师说的甚是，宗教和法经皆非常重要的，可是人为何会有两样不同的观点呢？祭佛现在人的观点有二：一，生活在奢侈享乐里的人，自私的人，残暴的人，他们厌弃宗教，以为宗教是他的绊脚石，以为人的生活只有永不休止的互相竞争，强者居上，弱者居下，强者自傲优越，弱者自叹自卑，而忽略了灵性的修养，导致为富不仁，自求苟安，社会暴力之气四焰，盗贼猖獗，人心糜烂，古时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风气，遂成为历史名词。二，不踏实的人，他们认为宗教是平常之道，宗教是行救人救世之道，是散播爱心的泉源，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有意义工作。蔡生难怪宗教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受人讨论着，但依然存在。祭佛本来人皆有本然之善性，只是这天赋予人的本然善性早已被七情六欲迷惑，不能自主，就像一个好奇的顽童离家出走，已不知回家的路线，需要人人君子的启蒙，或富有爱心的人接引。今天我们就以爱心来接引这批顽童吧。蔡生好的。祭佛今宵师徒准备访问一位对宗教富有热忱的人，他常以真诚的爱心去感化他人。此位居士正在进房打坐，今夜时间充足，故你可以提出有关爱心的问题，他会坦诚地相告。蔡生好的。发挥爱心本是宗教的最佳意义。祭佛贤徒快做好莲台，准备启程。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目的地已到，蔡生可张开眼睛了。蔡生此街道皆是4层楼的建筑，道路两旁招牌挂得琳琅满目，有中药店、旅馆、文具店、西药房、器材行、西符号、五金行。祭佛前面这间4楼内，就是今日我们要访问的居士。蔡生我已看到了，进房有一位中年大德刚刚打坐下单，正在做
唱抒筋骨的柔软动作，并做下丹后的休息。即佛呆无念动真言，提灵与你对答吧。蔡生好的，在恩师念动真言之下，此位居士园灵已飘向此处而来。居士请问贤生是何方善信？此时即佛在虚空中，一道毫光闪耀。居士仰望之是活佛驾临，俯伏叩首。蔡生后学是台中圣贤堂天比蔡生，请多多指教，听恩师之言。你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在家居士，方才后学观你面貌有一股善气，不却如何修持的？居士人如能常常保持一片爱人如己之心，自然心胸开阔，没有挂碍。若是心胸狭窄，他的心灵必是痛苦，在周围之人亦是痛苦。蔡生前辈讲的甚是，心胸开阔，自己快乐，他人亦快乐，自己甜恨，他人不悦，自己亦痛苦。居士是也，今日若是要将社会风气改善，当要以改心为先，将愤懑之心改为欢喜之心。蔡生是否能讲一些一生中感触良深的爱心事迹来参着此本《人间游记》？居士好吧，我来讲2则有关爱心的真人实事吧。蔡生那么让我洗耳恭听了。居士数年前有一位青年，幼年丧母，父亲再娶，此位青年因常不到慈母之爱，更失去父亲的关怀，疏于管教，国校毕业后就离乡背井闯天下。虽然他有一颗向上的心，可是人毕竟有失意的时候，如受人歧视或欺负，内心竟感到非常的彷徨，这积郁不满的心灵导致走入堕落的深渊，结交不良朋友，成群结党，破坏社会的祥和。有一日，此位青年手头拮据，凭着血气之勇，身怀利刃，欲掳掠计程车以便挥霍，很幸运的第一次就遇上人人得势，是一位老伯驾驶的计程车。当车驶向郊外之时，青年拿出利刃抵住老伯的背后，并呵斥曰：拿出钱来，否则就杀了你。老伯是一位修道者，一生救人济世，颇有定力，所以并无惊惧，并曰：年轻人，最近手头拮据吧？青年废话少说，否则将你杀死。老伯，你放心，我不会去报警的，我身上只有1000多元，可是你假如能改过向善，真的需要钱的话，我可以再帮助你，你应该相信我了吧？此时这位年轻人不再紧张，并诧异无言以对。老伯又曰：年轻人，我年纪已长，假如你真要我的命，我不会去。可惜这条生命，倒是你年纪轻轻，受国家栽培，受父母养育，一事无成，便要自毁前程，毁了你自己，等于毁了你父母，更毁了国家，带着不忠不孝的罪名，让世人唾弃，接受长期的牢狱之刑。
父母受无妄之灾，忧愤痛心，你心何忍？难道这是聪明的行为？老伯断断续续讲了许多真诚奉劝之言。老伯眼看年轻人已有悔过之心，又约你要多少钱？需要我的帮助吗？青年老伯，不必了，我不想要钱了，我下车吧。老伯，假如不要那么多钱，我身上这1000多元就给你吧。在互相推辞之下，老伯终于将1000多元塞入此青年的口袋中，并约希望下次再见到你时，你已是一位忠孝双全的人了，祝福你。此位青年感愧之余，终将1000多元收下，并记下车行车号，从此努力工作，暗中行善，宛如仙佛的改造生命的众生。约半年有余，终于写信到此位老伯车行，表示非常感谢此位仁人君子的开导，有使他迈向光明的人生。除了将老伯给他的1000多元原数归还，并言决定改过迁善，以报答老伯的爱戴之恩，此心不渝。以此定会德，竟然感化了此年轻人。这是真诚感化的实效，一念之人，使浪子回头，恶心顺成善心，黑暗顿成光明，堕落转为上进，暴力化为祥和。所以有德的人不藏武器，而可以来去无阻，受人尊敬。无德的人深藏武器，却遍体鳞伤。蔡生此种以德报怨，实在令人敬佩了。所以我觉得社会总是有善良的一面，假如人能接触到善良的一面，他内心会感到无比的温暖，便不会胡作非为。但倘若善良的这一面失去了，人人便自私自利，互不相让，欺诈百出。人一旦发出这种歹念，等于与魔鬼为友，与魔鬼为友，等于自取灭亡，自取痛苦。居士，你说的甚是，可见人间到处有温暖，只要你能付出真挚的爱心，多关怀别人，这份爱心会散布得更为广大，让社会都能在充满爱心的原地成长。蔡生，那么请前辈再讲第2则事迹吧。居士，第2则事迹曾在报章杂志登载报道，感人至深，曾轰动一时。为了弘扬仁爱之心，无简略取其大意。有一位怀有爱心的女学生，一次在公路上遇到抢劫，在签约一法之际，正在诧异大声叫喊捉到之时，此位女生发出恻隐之情，暗忖此位青年年纪尚轻，一旦送监服刑，家中父母会痛不欲生，于心何忍？便言大哥，请你不要开玩笑好吗？这样会遭到他人误会的。此位青年知晓女学生有意隐瞒此事，虽然只说那简短的言辞，但却敲醒了此青年久睡未醒的心灵，感动得无言以对，虽脸上未滴下眼泪，但心坎上却是十分感动。
在伟大的博爱心与至诚的忏悔心灰交映之下，此女学生不惜半工半读，暗中帮忙此位青年的家庭困境，使他重获再生。蔡生这种爱是天下难得的，我想此女学生的心中只有爱没有恨吧。居士因此，社会如多了一颗爱心的种子，它会散播爱心的果实。假使社会多种下一颗恨怨的种子，它亦会散播恨怨的果实。刚才我所举例的2位受爱心荫护的年轻人，就是最好的明证。足见冤可解不可结，以爱心去感化人，才是社会祥和的最佳保证。祭佛好了，今夜时间不早，居士请受后学一鞠躬。此时祭佛念动真言，此位居士在修习中，亦回复本来之灵觉。祭佛衔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魂魄投体。加011人间游记第11回，祭佛论布施，无相存诚感应多，圣母谈因果，善恶平心报应由。济公活佛降，辛酉年12月16日，10日1月1982。诗曰：因果轮回转不息，真我面目每常疑。前世布施多逢运，作孽之徒永长期。祭佛无形因果，生生不息的轮回准则，众生常问假我、真我从何而来？此时的我为何多难多苦？即如何改造未来真我的面目？善人布施自求多福，恶人造罪自造多孽。两者之间，同样的生存，一的永还的幸福，一的自毁的前途，一是蒸蒸日上，一是自甘堕落。蔡生常有人埋怨自己贫穷，而自暴自弃，恩师是否有解决贫穷的方法呢？祭佛好的，我告诉你吧，只要将贫穷卖掉，不就解决了吗？蔡生哈哈，恩师说的轻松，有谁肯买贫穷？祭佛，那么就将贫穷卖给我吧。蔡生那就奇怪了，贫穷也可以买卖，于途道士第一次听到。祭佛，假使不能买卖，世上岂有富贵之人？须知富贵贫穷皆是钱，是因缘所造，前世卖贫，今生的富；前世卖富，今生的贫。蔡生听恩师之言，甚为玄妙，那么贫穷如何卖法？祭佛，只要布施，就是卖贫之法。蔡生穷人已经3餐难继，哪来财源布施？祭佛，布施不一定要许多钱财才能做得到，但需有一颗至诚的布施心，真诚的布施，它的体虽然很小，但是它的量却是很大的。蔡生，原来这就是卖贫的妙方，那么抱怨贫穷的人，还是赶快将贫穷卖掉，不要每天埋怨在心里，物质贫穷，心灵更贫穷。
祭佛哈哈，解开谜团，现在大家都该富有了。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人间旅程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祭佛已到了。蔡生来到此市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前面有一大庙，不知是何庙。祭佛此是丰源慈济宫也。蔡生想不到今夜来此，庙前广庭正在放映电影，观看的人还不少。古装武侠片的电影还会使人看得津津有味，片中的女主角好像是 XX。祭佛贤徒竟然能道出影片中的人物，这点倒是为师所不及。蔡生大概是吧？看过电影的人总比没看过电影的多知道某些方面人士，恩师大概没看过电影吧？祭佛哈哈，现在不是看到了吗？蔡生是的，是的。祭佛年关将至，百业兴盛，广告车一辆又一辆的呼啸而过。蔡生哈哈，这些广告车皆非广告商品，而是广告人品。祭佛想不到人间的选举竟然要那么竞争，如此看来，老衲如果再投胎转世，参加竞选恐怕都难当选了。蔡生那么于途当圈选恩师一票。祭佛哈哈，那真是神圣的一票。蔡生他们的叫声洪亮，都市人的耳根，想要得到清净，的确要下点功夫了。祭佛的确也是，这些助选车的人员喊着要为民喉舌，现在他们尚未当选，已经保证为民喉舌了。蔡生哈哈，这真是分内工作的表达，只是以这种分内工作的方式，有时候音量过高，选民的反应反而不佳。恩师您说是吗？祭佛我想，为民喉舌在某些候选人的心目中就是如此吧。蔡生哈哈，恩师之言妙极了。祭佛我们赶快进关吧。蔡生此宫历史悠久，庙貌古色古香，庄严巍峨，来此朝拜香客不少。此时宫内司礼神已经在关门迎接，圣母一离开金座与祭佛寒暄。蔡生急忙向圣母参礼，此时司礼神亦现佳名。圣母贤生免礼了，贵堂为普化众生尽力施献，吾非常钦佩，希你好自为之。蔡生圣母您过奖了，下生不才，上希圣母多多指教，请问圣母，贵公神圣诸多，亦甚为忙碌，是否可请圣母简单做个介绍？圣母好的，前面右厢有道香殿，乃是神农大帝住驾之处，上有文昌殿，是文昌帝君住驾之处，专司文人功过晋升之职，还有三山国王住殿，观音大士住于后殿。迦兰殿由城隍爷、福德正神住驾，其他有祝生娘娘殿及文恒圣帝住于汉寿亭殿，各司其职，不敢怠忽。
蔡生那么立于两旁的将军，大概是千里眼将军与顺风耳将军吧。看来威武十足，神勇无比，有摄人心目之感觉。哦，对了，此时有许多善男信女，皆在叩求诉苦，圣母是否能一一照叩愿之求呢？圣母众生有苦，吾当尽力支援，但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人往往非常懵懂，在幸福快乐之时，皆不知珍惜，不知行善，一旦有难，方会到吾前叩求，吾观其诚心忏悔之多寡，斟酌按照功过知多少次其感应。须知众生在五浊之尘界中，当有诸多凡事不能顺遂，但是苦中反而促成上进之奇迹，福中反有堕落之显象。蔡生圣母之言有理，圣母在身修持定是高人一等，未知可否请圣母述出在身之修道过程，让众生能够学圣母之救世精神。圣母，好的。为普化众生之际，吾将身世概略介绍于世。吾生于明朝嘉靖1522 till 1566年间，父亲经营瓷器生意，上有两位大姐。吾在生之名为九花，在未出世之前，因父母在生下大姐及二姐之后，又连续生下3位男婴，但不幸皆早日夭折，因此父亲以为是二姐带来的不吉，另眼相待，自此家庭不睦。当我大姐招亲入赘之后，二姐就常与一些郎朋胡友为伍，胡作非为，虽然常经家人相劝，但仍是无效，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日，当父亲营商外出之时，二姐变本加厉，结交恶徒进往家中，强行勒索银两。此时亦正逢姐夫不在，因此强索未果，竟然在家中大吵大闹，扰得家中鸡犬不宁，才悻悻离去。可是当父亲及姐夫返家没几日，二姐又带这些流氓回到家中强索费用，姐夫一意不肯，不料却被恶徒打得遍体鳞伤，并身中要害。二姐如此忤逆情形，父亲看在眼里，一时怒火难抑，倒卧于地，一命归阴。此时家中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姐夫亦因伤重屡医未愈，而魂归黄泉。母亲每日以泪洗面，老迈多病，忧妻逝世。蔡生，哦，真是多难多灾。圣母自此家中唯有我与大姐及生而至亲相依为命，也承蒙以往雍公之助，继续重建家业。时吾年至23岁时，大姐论及我的婚嫁，我因立誓在先，因此一心礼佛清修。话说二姐因恶贯满盈，亦尝到报应，在外受尽恶徒凌辱与折磨。虽已痛改前非，但为时已晚，身边亦育有一无父孤儿，受尽苦楚。本欲投河自尽，洗清罪孽，幸受一位柴夫之救，暂住山中砍柴为生。有一次，这带女儿在山上砍柴之时，
小女因好奇为找寻一只猴子，而与二姐分散。时正逢我上寺礼佛回家途中，闻声发现，先行带回家中，并交代佛寺师父，若有人寻找小孩，请能转告。不久，二姐追问至佛寺，知小女儿受我收养，二姐亦甚未放心，但因自觉已无颜面前来认领，只得暗中窥视而已。时光飞逝，大姐之儿至亲，与我收养之幸女，经此时数年之相处，亦相当融洽。大姐与我有意让其两人结成姻缘。且说二姐自己在山上砍柴，有日跌伤呻吟，受佛寺师父发现，带回寺中疗伤，伤势蔓延，在临死之前，叙出自己是过去曾来寻女之妇人，希望师父能安排与女儿会面。师父此时方恍然大悟，欣然答应，转告于我。我亦随即带着幸女前往佛寺相认，当时母女相会，相拥而泣，可是二姐总是以物遮面，羞于见我，令我非常怀疑此时幸女之意，安排其母必须与我会面答谢。二姐与我因是同胞骨肉，我亦慢慢认出。此时二姐两眼泪珠有如泉涌，放声大哭，深深俱要我原谅过去之不是，姐妹拥抱，泣不成声。二姐力将过去受尽折磨之经过一一述出，又交代幸女之将来，便一命呜呼哀哉而亡。至此幸女方知我是她的阿姨，后来备办二姐丧事后，至亲与幸女也终于完婚，我总算也完成了责任，于是更加清修礼佛及救济助人之工作。年至56岁无病而终，受仙佛接引，临归圣母宫修炼，达60年之久。后至漳州会门的天母宫为主神之职，又曾在连江县奉天府为副宰之职，辗转经过数十年，至民国11年1922 3月23日，始调派至本宫为主神，到如今。蔡生听圣母身世，在生历尽沧桑，令人感动，希世人能学圣母之宽大为怀精神。祭佛今夜时间不早，我们还是速速回堂，先向圣母叩辞。此时蔡生急忙向圣母拜礼，圣母免礼。承蒙祭佛及蔡生来到毕宫，接待不周，尚请原谅。祭佛那里，那里。圣母客气了。今日拜访就此告辞。此时祭佛与圣母互相作揖拜别，贤徒做好莲台，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100%加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人间游记531 DHTML 12博爱慈悲，到处春风化雨，修身养性，随地如子如孙。13论虚空，即佛说法。
阐真理，菩萨谈道。14萧子贤良，普因九祖七玄。恶人罪者，疑惑前宗后义。15蔡生问道，道道圆通。即佛阐理，理理相贯。16博爱仁爱，慈悲忠恕，感应同一理。道路真理，生命真我，灵性非二义。加012人间游记第12回。博爱慈悲，到处春风化雨。修身养性，随地如子如孙。济公活佛降，壬戌年正月19日，12日2月1982。诗曰：一年容易又逢春，笔挥四方开新运。壬戌阐教又伊始，诸生立志扭乾坤。祭佛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一年的开始，今年正逢狗年，所以无惜众生皆能有狗的忠义精神。蔡生我看今日社会人心，头脑远胜于狗，可是忠义的精神，道远不如狗了。祭佛哈哈，贤徒道的也是，狗的确是最忠实的仆人，又没有利欲之心，因此无论受主人多大的委屈与责备，他还是毫无怨言的跟随忠事。而现在的人，一旦听到上司或父母唠叨几句，就怨言百出，所以在家畜中，狗是深受众生们欢迎的动物。蔡生我想现在的人已经抽不出时间来养动物了。祭佛为什么？蔡生因为人们皆在生儿育女，以养子防老呀。祭佛哈哈，生儿育女本是人的责任，假使不遵照这个责任，以为生儿育女可以防老，就有了依赖心、自私心，这种依赖的自私心，无形中岂不是将压力施于幼小的心灵中，让下一代来承担这依赖的压力与自私的重担？生儿育女不知是能生能育的问题，应该概括能教的总和，因此生儿育女是加责任于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加责任于孩子的身上。蔡生恩师果有高明的理论，为人父母果有如此先见之明，我想必定是家家幸福，社会祥和的。祭佛这毕竟是人类因缘的造化，有为法的运转，时事的真理，可是其中却含有责任教化的意义。蔡生可是有些人生了儿女成群，依恩师之意可行否？祭佛书曰天难成，命弥长，也就是说人的命运是没有一定的，而且首先必须知道因果是小我的责任，天下是大我的责任。当然人的因果牵缠不少，但是可以德化来改造因果，而不是以因果来控制我的人生，如此趋于因果之命，岂不是生生世世沦为众生了？那能成为一位觉者呢？因此迷与觉在此分别，觉者能够改造因果的造化，迷者永远承受因果的安排。
迷者希望养子防老，轮回；觉者则养道以明自性。涅槃。蔡生今日恩师总算在人间游记中突破宗教上的顾忌之谈，即人间上的切身问题。可是今日出家人不少，而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事与愿违了吗？既佛无后为绝嗣之意，世上无伯叔，下无兄弟者，可是自古因。雄烈女亦甚多无子嗣，但其婴灵却能经中朝日月，意气贯乾坤，超祖拔孙，岂是小孝所能比之？但众生将自我看得太重，因此我执长生老不退。学道之人应要办道修身，济人利世，为了减少自我负担，故而女之多寡，应擅自斟酌，如出家之士，出世研修经典，勤务自性；入世教化黎民，服务社会，舍己身享乐，为众生奉献无我，如此无家庭之累与牵绊，更能做一番大圣业，而且归空后能受广大万民亲近朝拜，岂非是一于之儿孙敬祀，可以比拟之？蔡生可是有些传道者曾言民间有许多亡灵等待转生人身，以其修道，此如何解释？既佛人生难得与人生苦海两者之间应取于何？因法由心生，有众生方有佛名，无众生亦无佛名；有众生方有法，无众生亦无法。太上无极混元真经明明记载，天堂大道宏开，回归无极有望。只要一念纯真，地狱之门即破。魂虽散，魄虽坠；人虽死，体虽坏。修仙尚属有望，宜依本经而修，则魂魄可重聚，神元与人无异，神元本作神华。再造善功阴德，亦可达成鬼仙。从此再接再厉，神仙亦可记得。此乃的辅修真，与人修道无异。吾教君循此理，使其任理归真，脱离无常之业。因此传道者所言，乃是勉励修道人。蔡生哈哈，言之有理也，恩师之言，相信能导化众生速极了。祭佛好了，现在就开始人间的旅程吧。贤徒快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目的的已到，贤徒可以张开眼睛。蔡生前面这间斗室传来小孩的哭声，但是其母亲还是没有理会的样子，只顾洗衣服。祭佛这些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早已魂归黄泉，唯留此位母亲担当养育儿女的重责。蔡生这是何因呢？祭佛因果。因果。此位女子因产下4位女孩后，尚不知行善立德，重男轻女，执意非生男儿不可，因此又连续生下2位男婴。但不是流产就是产下不久便夭折了，而她的丈夫又不幸早逝。
蔡生怎么会有如此不幸的遭遇呢？继佛此位妇人今日之遭遇，就是前世所种之因。蔡生那么他的前世如何呢？继佛此妇人的前世是男生，但是不学好，年轻时代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后来他的父母以为让他早日成婚，能使他有所收敛，不料结婚后依然如故，更忤逆双亲，经常无故打骂妻子，或汲酒之威，或赌博闹事，因此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此事沦为女生以还钱债，因而导致今世因果相缠，家庭破裂，所以现在只的帮人洗衣，赚取微薄薪金，维持家用。蔡生想不到无形的果报竟然胜于有形的造化，想躲避，有时后却都无能为力了。即佛所谓菩萨怕因，众生怕果，因果虽是无形，可是无形能运转万物，造化万物，涵盖万物，唯有明觉者，行功立德，不受因果左右，而迷者仍然生活在因果的造化之中。蔡生那么这位母亲就要辛苦了。继佛是的，可是等他的女儿长大成人，他也见因含辛茹苦之道，而受到子女孝顺，自然改变命运了。蔡生但愿如此，愿众生早离苦海，早证菩提。继佛难得闲途，发出恻隐之心，我们还是再到另一家访问吧。蔡生好的。咦，此家人焦心苦虑，好像家人发生什么不幸。哦，原来有一青年躺在沙发上，好像受伤似的。继佛好勇斗狠，血气方刚，喜惹是生非者，皆会给家庭、社会带来不幸。这位青年就是不务正业，经常与不良少年为伍，花天酒地的下场。蔡生此青年可能是与人殴斗打架吧。继佛所以现在的青年人，有时候就像一只室内的蜻蜓，明明有块玻璃阻挡，可是这些蜻蜓却凭着匹夫之勇，无视于玻璃的阻挡，硬要闯越。就像今日的众生，仙佛常告诉你有因果的造化，可是作恶之徒偏偏一意孤行，就像室内的蜻蜓缺乏理智的判记一样，最后撞得头破血流，方才悔悟。这位青年不就像那只室内的蜻蜓吗？蔡生恩师之言吵极了，我想等他醒来悔悟的时候，会聪明了许多，不再那么鲁莽才是。继佛此青年亦是因为自小失去家庭的温暖，所以在身心不平衡之下而成为不良少年的，因此生儿育女需要以关怀教导的心、博爱忍耐的心去培养亲情的温暖，否则养子不成龙，反成一只猛虎，岂不是家庭的悲剧、团体的败类、国家的不幸？蔡生我曾看过有一家庭，只生有一独子，但是不幸在游泳时被水淹死了，故其父母为此非常伤心。
继佛20年前亦有一家庭，父母单生一子，在10几岁时不幸夭折。此对夫妇非常痛心与失望，以为唯一的寄托都没有了，生活的意义都失去光彩，活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乐趣，所以夫妇俩决定自尽，以了残生。因此准备上高崖绝壁，跳入幽深的溪壑中，让青山绿水永伴心灵。当他们来到山崖时，忽然看到半山腰有一座佛寺，寺内的比丘正悠然自在，谈笑风生，触发了此对夫妇回心转意的念头。不知不觉地讨论起来，我们为何这样傻呢？这些比丘们皆无子无女，生活还是那么的自在，而我俩以前得到的比他们还多，只是执着舍不得失去罢了。只要我俩能改去那执着不化之心，去帮助别人，不就可以得到永恒的快乐吗？自从夫妇俩悟得此理后，把我执抹去，虽然没有子女，可是足迹踏遍孤儿院，人生反而充实，处处助人为乐，更认养了子女，善行义风，永留人间，传为佳话，过着比以前更温暖、更充实的人生。而且夫妇俩都活到80多岁，无恙而寿终正寝，魂归极乐，逍遥无边。蔡生听恩师讲故事，还真引人入胜。的确，人若有博爱之心，自己的心量广大，自利利他，创造人间极乐，不是甚佳吗？何必心灵紧锁，自寻痛苦？祭佛好了，今日云游至此吧。做好莲台，我们回堂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祭佛圣贤堂已到，魂魄投体。加013人间游记第13回，论虚空，祭佛说法，阐真理。菩萨谈道，济公活佛降，诗曰：壬戌年2月初9日，4日3月1982。诗曰：静心力谈道气冲，眼里体悟善文通，开怀度众常自省，无畏清净若虚空。祭佛愚人以为，以蛮横打败他人为赢，以暴力占取他人为强，以欺诈骗取他人为巧，殊不知以蛮横占取他人，其人最为丑陋；以暴力打倒他人，其人最为愚蠢；以欺诈骗取他人，其人最为无耻。今吾以虚空比喻之，虚空之大，不自大，但有谁能比它大？虚空之高，不自高，但有谁能比它高？虚空之厚，不自厚，但有谁能比它厚？虚空之壮，不自壮，但有谁能比它壮？能载万物，能涵盖万物，能包容万物。至德的人，就像虚空一样，瞻之在前，呼焉在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所以
道家要人学虚，佛家要人学空，其理至简，就是要以虚空为榜样。学道之人，若能向虚空的涵养，就能与虚空融合为一体，无极大道，就如探囊取物，悠游自得，你就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至高无上的强人，至高无上的伟人了，谁还有能力来胜你？谁还有力量来赢你？谁还有本领来争你？那时候你就真正了悟解脱之道，否则营营碌碌，争胜争强，争富争高。争强的人，其心最弱；争富的人，其心最穷；争胜的人，其心常疏；争权的人，其心常困。因此，贤徒你当学虚空之量，不争不取，不赢不强，作为一个平凡的圣功。因为平凡才能显出它的可贵，要是刻意标榜自己，反而落入困境之中。蔡生的确也是，所谓人怕出名，猪怕肥，因此我希望永远是一只无名的瘦猪，而不是出名的肥猪。众生如我，我如众生，一是平等，没有出奇之处。祭佛哈哈，贤徒果然悟得不少，因此一个人若能经常保持清风亮节，不沾名气，才是修道者的本性。希你能保持此种道心，替天行道，稳驾慈航。蔡生恩师，那么是否此刻启程呢？祭佛对，快做好莲台，时间不早了。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目的的已到，贤徒可张开眼睛了。蔡生哦，此处树木扶疏，田野绵亘，一眼望去，绵绵的青山，几十里起伏不绝，青翠的草木，令人有涤除尘垢之感。前面这座佛寺矗立于丛山峻岭之中，显得威严气魄的样子。寺旁的台阶曲折旋绕，寺院的建筑庄严肃穆，气势磅礴，令人起敬。在此环境清幽，远离凡俗繁嚣的吵杂声，身心顿觉舒畅无比。祭佛现在正有静观菩萨住临，我们速去拜问吧。蔡生哦，我已看到了。静观菩萨佛光灿烂，端坐金庭，慈悲精严，令人起敬。祭佛贤徒，你可以提出悟境上的问题，向菩萨请示。蔡生好的，但是我肚内空空，心感惶惶，今日恩师带我来此，不知要从何问起。祭佛心境灵智，到时自然能够对答如流的。蔡生好的，是吧？此时祭佛与静观菩萨互相寒暄，蔡生参叩静观菩萨。菩萨贤生免礼，今日祭佛与贤生为著作游记大驾光临，吾非常喜悦。此位贤生善根流露，今日能够跟随祭佛，是你宿世善根也。蔡生菩萨过奖了，今日来到贵寺，希望菩萨能够多多指教。
菩萨可以的，贤生汝可以提出问题发问吧。蔡生还是让菩萨以佛理开悟吧。菩萨哈哈，悟尽开悟，开悟悟尽，此问甚佳。悟尽者，在众生。尚未入道门者，尚是迷迷蒙蒙，因此不知大道可修，即入大道在。悟道的里程上，首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因为自己污染习性。执相已生，心随物转。但深入一层时，能悟大道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悟道凡一切所有相，皆是虚幻，知一切万物皆假，心有浅欲之念。又进入深一层功夫时，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虽是幻境，不随幻境所化，自性如如。定力功夫已足之故，因此不随外缘所染，说空不空，正是圆通。蔡生菩萨之言甚妙，如此与执念不同吧。菩萨执念亦是一法门，但非究竟解脱法门，须知自性清净，本是不生，本是不灭，本是不增，本是不减，此为真如法性，人皆有此性，但却只愿心迷，此心不用，此性不顾，一心追逐假性。因此妄念丛生，但妄念外缘，生生灭灭，皆是因缘所起，非是本有之物。因缘相聚则生，因缘离异则散，非是本源之性，唯有清净本性，如如不动，超出因缘法性。今以一物比喻之，清净本性如金，因缘妄念如金之气，气有成住坏空，但金性却是随缘不坏不变，人能守住此金之真性，就能达到对境不生，过境不起，念念不往，念体如幻，变化皆是短暂而已，瞬息即灭，但自性无染，本来清净，如同虚空日月之照，常清常明一样。蔡生哈哈，听菩萨之言，实是开悟不少，但何谓佛性与众生性？不增不减。菩萨佛性如水，曲直方圆，平等随宜，自处不争，利万物不伐。其功不假作为，不求其报，不矜其能，不逞其强，犹如圣人之教，随方就下，公而忘私，好像天地之善一样。但众生之性，犹如冰块一样，冷漠顽强，固执有教，须知冰本是水之凝，如同道家所言，人之性本是原始一气所化一样。由此可知，水结冰，冰复为水，皆是相同，不加多，也不减少，如此不是不增不减之原理吗？蔡生原来如此，菩萨开示，犹如醍醐灌顶，实是玄妙，以物喻道，面面俱到，众生直相，犹如冰之凝，但去了凝住顽固之性，便是真如佛性，平等性质，应魔所住了。菩萨因此，众生之心有染尘之缘，眼观行物，心随物转，鼻嗅味香，心生欲尝，
皆是此理也。蔡生那么依菩萨之意，如何降伏妄念心，常住菩提心？菩萨降心的方法，在于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去五蕴色、受、想、行、识，则众生同具此菩提心，同归清净。义蔡生经闻菩萨的开导，受益良多，请菩萨再解智慧的定义。菩萨智慧可分为：一、大般若妙智慧，能照见五蕴皆空，悟经之理者；二、中智慧，是研习学问，大多皆是处于社会工商之学人；三、下智慧，略有小聪明，因此常在五花八门中翻江倒浪与钻研的人，以为有智慧，殊不知反被小聪明所误。蔡生何谓无相？菩萨凡所有相，皆是虚幻，皆是妄境，本魔所存，是名无相。但众生执相以生，众生不施，皆是住相不施；众生观佛，皆是住相观佛，而不知不住相不施，其功德更大；不住相观佛，其智慧更深。因此，修人应学无相三施，方是究竟。蔡生三施是三不施：财施、法施、无畏施。无相是不执相之谓。行道、修道，不着贪妄之念，不求回报之心，心量广大，是谓无相三施吧。菩萨是雅，如贵堂普化三曹，诸生为道恒功利德，而不执于功德之谓也。蔡生如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吗？那么岂不是落于玩空了？菩萨十界万法如，应用无碍，不可以虚妄相见如来，要以洽性体空，见自性如来，岂是玩空？蔡生不可执相，不可离相，执相是虚妄，离相是玩空，见相不住，观空不空，不执不离，实相妙中。菩萨哈哈，贤生你已悟佛法真谛了，一触即悟，不愧受上天众托。蔡生菩萨褒扬，心实有愧，为广大苍生之际，尚须自勉自立。最后还请菩萨解释实的含义。菩萨实大抵可以9种来分别。前5识是眼、色、耳、身、鼻、香、舌、味、声、触。第6是意识，也就是妄想心。第7识叫末那识，就是传达识。第8识就是潜在意识，叫藏识。阿赖耶识，也就是业识，是众生历劫熏习所染的种子。学到顿悟的下手功夫，就是要釜底抽薪彻底之法，而不是扬汤止沸、短暂之法，须达到第9识的所谓元神、白净识、无意识境界，就是本来的自性佛性了。蔡生哈哈，听菩萨一席话，胜读10年书。众生若能悟本之根，将能受益良多的。既佛，那么今日阐理问道就此结束吧。
贤徒快拜辞菩萨。蔡生是的。此时继佛与净观菩萨互相拜辞，蔡生急忙跪下拜辞菩萨，菩萨亦颔首搭礼。继佛贤徒，今日时间不早了，我们准备回堂，快坐稳莲台。蔡生好的，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14人间游记第14回。萧子贤良，普因九祖七玄。二人罪者，疑惑前宗后义。济公活佛降，壬戌年2月念3日，18日3月1982。诗曰：人性本善月陶然，奈沉孽海受苦艰。如思因缘几人时，能忏真悔脱苦冤。继佛禽兽只有直觉的本性，少有欺诈的存心，反而天赋于人具。有文明的理智，却往往为了贪得无厌，而不顾一切使出欺诈奸巧的伎俩，致使道德沉沦，本性迷失，正气消颓，戾气弥漫。因此，人倘若不能行乎天赋具有的本然善性，无异更甚于禽兽的丑陋，等于虚有文明的外表，实则包藏着野蛮的兽心。蔡生恩师有感而发，感人至深。眼看现代的人往往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损失，如此作为，怎不使善风越堕呢？继佛众生只因不信因果，不识因果，且不明因果乃隐于无形。由于他的无形更能造化万物的有形，因此胡作非为者，事后皆要后悔莫及的。今日师徒就来访问作恶者阴阳两隔之间亲人遭受牵连而沉沦的事迹吧。蔡生那真是求之不得也，希望如此能够使作恶者有所警惕。继佛，那么快坐好莲台，吾们启程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继佛已到了，贤徒可张开眼睛。蔡生前面此家庭阴气甚重，有一股摄人的感觉，不知何因。继佛太上感应篇有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此家庭笼罩一层阴霾，皆是自作孽之后果。蔡生原来如此，那么请恩师能述出，到底此家人犯了何错？继佛，好吧。你看正坐于沙发上抽烟的中年人，在数年前因为好赌成性，导致事业经营不善，后来又心怀鬼胎，恶意招收汇款，伺机携款卷逃，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虽然他从遥远的南部搬到此处匿居，但是亦难逃仙佛的法眼洞察。蔡生真是缺德也，如此我看此家庭早晚会得到报应的。继佛，作恶者毕竟只能逃过一时，不能逃过一世，更不能逃过后世。你看此位中年人，
已有神魂颠倒之现象，每天只知花天酒的，形同依据苟延残喘的傀儡一般，如此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蔡生真是得不偿失呀！我看他好像心不在焉，更有一股惊惧惶恐之感。祭佛俗云：心安理得，夜夜酣睡；不安理亏，便要夜夜难眠了。现在他的元神已经遭受无形的折磨与惩罚了。蔡生今夜恩师不是有意带我往冥府参观吗？祭佛想不到贤徒的记性还很好，说过的事尚能记住，吾看这本人间游记已变成3界游记了。蔡生哈哈，感谢恩师的爱戴之恩，使我在著作此本人间游记之时，能够云游3界，实是三生有幸。祭佛好吧，我们现在就启程。蔡生是的，我已坐稳莲台。地狱之行，一路上阴风凄楚，哀嚎遍野，令人有惨不忍睹之状。一会儿，祭佛与蔡生已到了贫民区。祭佛贤徒，目的地已到，可以下莲台观看了。蔡生此处一片农田，前面有2位名吏，带了一位善魂正步出大门，不知有何要事。祭佛此位善魂住于贫民区的期间已满，因此名吏准备带往他处办理。蔡生原来如此，那么今日恩师带我来此，不知要如何访问。祭佛无两先进入区内再说吧。门将请问此位可是祭佛吧？祭佛是也。门将参拜祭佛，失迎，因我调来此区只有数月而已，故不知大佛之真貌，请大佛赦罪。祭佛门将勉励，今日吾带来一位凡人，为著书要事，欲要采访。贵辖内，悉能赐予方便。门将好的，待我回报区长吧。此时区长知悉祭佛驾到，已经急忙迎接，不敢疏忽。区长多劳祭佛驾临场区，无上光荣，接待不周，请能原谅。祭佛区长客气了，今日匆忙来此，只因著书事宜，欲要采访贵区贫魂，作为劝善案正，希区长能够赐予方便，并能安排几位因儿女在世作恶，阴魂堕落之实证。区长好的，那么请祭佛与此位贤生先入内小坐吧。此时区长急忙命令下司办理，官员亦赶快调阅资料，审查最近于聚善所被贬谪之贫魂。祭佛与蔡生步入区内，并走向区长室，接受厚礼接待。民意亦急忙献上乡民榛果。不久，名吏果然带来3位贫魂。现在贫魂已带来了，请祭佛处置吧。祭佛贤徒，由你访问吧。蔡生遵命。请问道位善魂，为何垂头丧气呢？善魂矮。说来话长，我本于聚善所修炼神职，但是于去年屯而受欧风东剑之侵染，好财不择手段，
暗中放映见不得人的小电影，经营营业，明王震怒，因此被降级在平民区服役。蔡生原来如此，真是太可惜了。请问区长，凡民作恶，拖累先父民福，不是太不公平吗？区长贤生此问甚佳，但是须知亲情血肉相连，心灵相牵，阴阳皆同。所谓一子成道，九玄七祖尽超生，今以此理而推，当然一人作恶，九玄七祖同蒙其羞，同蒙其辱，就是此理，更何况营卫万恶之首，故经营营业，应兼罪不宽赦。蔡生区长说的甚是，但奇怪的是，今日的人为何不能清醒，反而无恶不作呢？祭佛贤徒，你做过梦吗？蔡生做过。祭佛，当你在做梦之中，是不是亦能同时知道正在做梦？蔡生，那没办法，除非醒来。祭佛，这就对了，当人在梦境中，并不晓得那是梦，尚以为那是真的。今日凡界众生深入迷途者，就好像做梦一样，以为样样俱真，其实只不过是多穿了一件肉衣而已。一旦这件肉衣不堪使用之时，人曰死了，仙佛曰你睡醒了，有什么差别？只是无形的世界无远弗界，有形的肉体常受形体空间的拘束而已。因此凡人常说梦境皆空，仙佛常说人生皆空，有什么差别？蔡生，哈哈，人生荣辱得失，万境皆空呀。祭佛，好了，现在赶快再问第二位善魂吧。蔡生，好的。请问这位大德，汝面现善貌，为何亦要来此服役？善魂，我晚年修道，只因心性固执，财力不能看破，因此善功不足，只能在聚善所享受清福。无奈数年前，凡间孽子受酒色迷惑，花天酒地，后来将我遗留产业败尽，事业将要倒闭之时，有恶意招揽汇款，共数百万，半夜携款卷逃，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因此明王大怒，抵消我的清福，贬谪在此服役的。蔡生，如此实是太可惜了。区长恶意盗人汇款，居心不良，导致他人遭受财物重大损失，更使社会人心惶惶。因此凡是犯有恶意盗汇者，明王皆严办不赦。就此原因，祭佛，那么快再问第三位善魂吧。蔡生，好的，请问善魂，汝是何因被调来此区服役的？善魂，想到我的犬子非常不孝，不思养育之恩，竟然专做伪药卖人，致使买药之人不察，常吃药无效，更使患者贻误病情，有者吃了伪药之后，病痛反而恶化，此皆是犬子之罪。因此明王知晓之后，便将以前所作福报抵消，现在又被调来此区服役的。蔡生做伪药卖人，亦实在太不该了。祭佛，好了，今日时间不早，
贤徒准备同堂。区长命各官员排班送驾。此时蔡生向区长及诸善魂招手辞别。祭佛贤徒快坐稳莲台，我们回城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15人间游记第15回。蔡生问道：道道圆通，祭佛阐理，理理相贯。济公活佛降，壬戌年2月26日、21日3月1982。诗曰：宗教布道化人群，万教同宗共耕耘。心法妙传空无相，契合真机种上根。祭佛人间游记已从宗教的意义迈入父爱宽大的心量，发扬个教的长处，由社教进入教化，由教化迈入道化，由道化迈入真行，由真行迈入真修。由此真修包含清净宽大的心量，去达到真正的普化成效，这就是大道的体用兼备，否则皆是空谈空言而已。蔡生恩师说的甚是，大道至公，大道无私。祭佛今日不以云游方式著书，将以道论道，以心应心，考考你的智慧及所学。蔡生恩师今日突然考我，恐在心法的应用上冒读恩师，甚为不佳。祭佛以心法论道，不必刻意顾忌师生之分，否则你就难以发挥。潜在的妙慧，须知今世无谓汝师，千百劫前，或许汝是无师，故悟者为师，迷者为身。今日心法上的旨意，正是用于破执的妙宝。蔡生既然如此，如有冒读恩师之处，就请恩师原谅了。祭佛佛事无田无怨，何来原谅？蔡生是感谢恩师赐教，那么就请恩师开始吧。祭佛何谓道？蔡生老子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祭佛，那么你叫什么名字？蔡生叫蔡生。祭佛既然无名，为何叫蔡生？蔡生因为后天有分别，后天有名号，所以叫蔡生。先天无名，先天无言，先天无形，先天无相，所以简称为道，是强名为道，本无道名。因此今日之蔡生是强名之姓，强名之名，我本无姓无名，是先天一气所化。祭佛，你识神用事。蔡生何来识神？何来元神？识神用事不道有理，亦是元神。元神用事说道乱理，亦是识神。祭佛，那么你现在站在何方？蔡生不知方位。祭佛，为何不知方位？蔡生虚空浩瀚无垠，何立方位？迷人来生西方，悟人自求自信西方。
祭佛，那么现在站在你的前面是谁？蔡生没有呀。祭佛，为什么没有？蔡生因为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没有。祭佛，既然没有，死去没有，万缘皆假，万事皆空，何必修道？蔡生，空中妙有，虚无妙存，轻者上升，浊者下堕，轻者成佛，或仙成神，浊者下堕，接受因果因缘相吸相引，因而成人，成畜成鬼，因缘自照，因果自了。因此，空而不空，名为真空；真空不空，名为实相；实相无相，是自己孽生演绎，利欲遮蔽自性，去了物欲贪妄，自知一切全真。更知大道之贵何在？但迷人眼短浅见，贪图眼前获利，自沉孽海，自堕轮回。祭佛，我赐你师，你赶快修道吧。蔡生，赐我10师，我也不要，因为本性无执，赐师何用？故觉者自度，迷者师度。迷者以次师助道，觉者以本性助道，迷者被动，觉者自动，迷者永远众生，不能成道，觉者自行，可以成道。迷者以迷入迷，以迷度迷，以己为大，自封为高，觉者以理布道，以理化人，自称为小，自称为下。高者不高，下者不下。大者不大，小者不小。大者自迷，小者不迷。祭佛，赶快拿出你所有的钱来布施吧。蔡生，现在我把所有的钱财捐出，功德虽是甚大，但一时兴起如仰天射箭，因不明真理，终将掉落。仙佛要的是我心，不是要我钱。福德益于功德，就在于此。修道之人，但有一颗永恒的道心，养我肉体，诚心不施，诚心不道。脾气毛病，能改则改，粉黛红妆，能去则去，勤俭持家，以取之众生之财，用之众生之需，余款诚心不施助道，性命双修，方为恰当。祭佛，那么无指点你的迷津吧。蔡生，迷津不用指点，是道则进，非道即退；是道则住，非道不住；是正则行，是偏不行；是理即读，非理不读。故迷津不须指点，唯有迷蒙之人需要指点。祭佛，那么无告诉你的因果吧。蔡生，因果不必说，今生受者是果，今世所造是因。因此因果自己最为清楚，何必他问求玄？祭佛，那么无显化神通，让你观看吧。蔡生，哈哈，修道不必显化，行相皆假，何必显化？众生心迷，故求显化，此求乃是求迷，非是求道。仙佛应机显化，用心良苦，乃是引迷入悟，非是引迷入迷。祭佛如此言说，何来顿悟？蔡生，顿悟是开发佛性的本源，称为顿悟，
悟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佛那么何谓因人施教？蔡生因个人领悟不同，境界不同，真道为一，理各有殊，因而要因人施教，方不致三圣妙理互相抵触，互相纷争，互相攻击。既佛今日贤徒为天效劳，甚为辛苦。蔡生大慈无痛，大悲无苦，故无痛苦。世人贪财迷色，自重苦，因反为痛苦。既佛哈哈，今日有你蔡生弘道，鸾门可兴矣。蔡生不兴，不兴，众生个人自修自度，天意使然，鸾门此时应。该大彻大悟，不可再迷。既佛今日考到此，成绩为零。蔡生零代表圆满，又代表无，无与圆满之间适中，因此修道是守中，执中贯一。既佛真是利嘴，封了你的嘴巴吧。蔡生哦，恩师动田。既佛是你动心。蔡生哈哈，我输了。复注佛本无田，只是考考蔡生定力功夫而已，因此故意在突然间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来刺激蔡生，但是蔡生却说既佛已经动怒生气，因而既佛反说蔡生已经动心了。因为本性如不动，学道者的定力功夫、涵养功夫非常重要。有云大道传天下，千愁一指开，欢颜无你我，个个面如来，就在于此。既佛哈哈，贤生后生可畏，焉知后来者不如前也。现在回到你的对房去吧。蔡生又要开始舂米了。既佛不是舂米，是磨砂。蔡生使是扶鸾。此时既佛是要蔡生回复到原来的代天一化的扶鸾工作，不再以心法论道了，便有师生之分与礼节了。既佛今日师徒幕前幕后演得上佳，蔡生演的虽佳，可是相机里的底片曝光了不少。附注此事不悟心法妙门之人，有读没懂，等于白读，所以说曝光了不少。既佛那是一定之理，个人自悟，自从于人间游记第5回以来，已将你淬炼不少。蔡生的确也是。因此于途觉得一场戏总不能拖得太久，定要换口味，才能普利三圣。既佛可是这种口味，有的如尝鲜丹甘露，有的如上一记闷棍，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者像蒙着眼睛抓瞎，个人领受不同，知解不同，见解不同，智人能悟不棒，迷人不识大棒。蔡生希台下之人皆能领悟才好，否则不失圣贤杂志的人，岂不是以失其望之奉献吗？希望之者守言，因人施教布道，代天宣化；不知者申言问道精进，
大义道成。既佛但是也要观心立顿而有心学道之人，方称为普化工作。蔡生是的，愿迷者可悟，众生可修，苍生可醒。既佛说的好，今日教门特多，世人要修那一法门，无皆赞同。但是真经真人实，假经迷人真。今日圣贤读者及众生要真经。假经由人自取，须知佛是魔所来，亦魔所去。有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今日圣贤诸生，江水清，云烟无，日月明，天星现，心应妙传。契合万法，句句真谛，世人自悟，不在于真。今日圣贤堂有你协，助稳定人心，功不可没。蔡生赐予他们吧，我还是两手空空的好。既佛无赐你先天道号为道弘，蔡生感谢恩师之赐。道弘，弘道，哈哈，甚妙，甚妙。既佛这是一次心法传真，以后人间游记将可以此种方式著书。可是心法之用，一为师之意，适可而止，不可常施，就像特效药，不可常吃一样。蔡生恩师之意，于途蠢才，今日为何能够对答如流？既佛，哈哈，你知我知，不可说，不可说，吾将退驾。蔡生魂破头体吧，100%加016。人间游记第16回，博爱、仁爱、慈悲、忠恕，感应同一理，道路、真理、生命、真我，灵性非二义。济公活佛降，壬戌年3月初3日。27日3月1982。诗曰：博爱存心救世人，万教合一共耕耘。你我无分施大教，胸襟开怀扫玉田。既佛今日正逢玄天上帝圣诞之佳辰，全省各地正在热闹纷纷。为庆祝寿典而忙碌，哈哈，真是不可思议。各地习俗与迷雾不同，因此奉祀与拜寿之方式亦是不同。有者杀猪宰羊，有者鱼肉满桌，有者素斋茶果，有者鲜花饼糖，有者清香3支，有者虔诚1片。使老衲看得眼花缭乱。今日宗教亦是一样，错综复杂，各教理论纷纭，各言各事，令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归。哈哈，理别、教别，理有分别，教有分别，只有道无分别，因为玄为之道与自性一样平等，与原来面目皆同，因此道是广大的，非是狭窄的；是广义的，非是狭义的；是人人可行，非是某人可行，某人不可行，某地域适用，某地域不适用。若有如此之见，便不能称为大道了。故今日要在万教之中建立道的真义，非
非要以父爱宽大的精神去学习他人良好的榜样不可，以取长捕捉之法，方能建立道的真实意义。今日师徒就来访问信奉耶教的修士吧。蔡生此事不是甚为困难吗？继佛此位修士亦是圣贤读者。蔡生想不到耶教的修士竟然有容纳他教的心量。继佛圣贤杂志的读者各教皆有，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圣贤的普化立场并不表现矜夸与炫奇，因此方能适于末世人心，符合世界大同之道。明道者，轻道为大；不明道者，是道为小；明道者，轻道为正；不明道者，是道为偏，就是此理。蔡生恩师之言妙极了，道如路，无富贵贫贱、地域种族、贤愚鳏寡之分，是人人可行，人人适用，方可称为大道，方可称为大教。继佛贤徒如此言对矣。如此教与教才无敌对之分，你我之别。人生活于安详又无纷争的世界中，就是圆满的世界了。蔡生如此人心太平，宗教太平，世界大同，那真是太好了。可是鸾文本来皆是三教合一，今日再另访他教，是否会受到某些教士的指摘与排斥呢？继佛今日鸾堂普化，应以大公无私之精神，致力于宗教和谐、社会和谐。尤其今日师徒既然以非鸾产义方式，就应负起此种教化的真实意义与使命的完成。我俩问心无愧，尽力而为。如果有因他教私心自用者，偏狭的不容他人走进自己的园地，那么怎能称为博爱与宽大？岂不是口是心非，自取其咎？须知古代因地域阻隔，交通又不便利，与今日通讯交通的发达大相径庭。因此在教主的因人施教上，有时为了弟子不必受到不必要的修持干扰，与一些贪图利禄或沽名钓誉者的引诱，而说下了此话。可是现在佛家在即心即佛，是心是佛的引证之下，可知每人皆有佛性，并非披上宗教的外衣者才有佛性，只是披上宗教的外衣者多了一份警惕之心与觉性之心而已。要是人在消极的时候披上宗教的外衣，仍然是一样的消极，而宗教的意义也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宗教的创立本是爱人的，要是离乎爱人的本质，就已将宗教蒙上一层层的色彩与朦胧的阴影，将会遭人的指摘与歧视。故宗教应手连手，心连心，如有除我之外，皆是外道；除我教之外，皆无他神的观念，徒有让人疑惑及迷失而已，更落人话柄。因此子曰：道之不行也，无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无知之矣。贤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又曰：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就是如此。学道是人人的事，平常的事，不要自谓无道无教是高。高在上，若有如此的优越感，这正是修持的大病，离乎各教教主在生之时的胸襟与坦阔精神。蔡生恩师说的甚是，耶稣基督的救世精神足以为世人典范。相信信奉耶教者，皆有伟大博爱的胸襟。继佛贤徒既然能够解除心中的喜爱，那么现在就启程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继佛已到了，蔡生你站在莲台上，呆无念动真言，为前面公寓。4楼上之修士提灵问答。蔡生好的。是不是正于书房看书之中年人？继佛是也。蔡生可是隔间上有一位妇女及小孩，正在观看电视，如此一来，是否会惊动他们呢？继佛只要让他伏于桌上小憩片刻就可。蔡生好吧。那么就看恩师的法力了。此时在继佛的真言念动之后，坐于书房之善士有点茫茫然，一打个呵欠，好像欲睡之样，果然一会儿已伏在书桌上了。恩师果然妙法无边。此时善士如在假寐中一样，元神已经飘向继佛之前。善士前面是何方圣灵？继佛吾乃是济公活佛，今日因著作人间游记，故向你提灵一刻。善士哦，原来是继佛驾到，先受下身礼拜。继佛免礼了。希你能够尽其所学，参赞于人间游记之内。善是好的。可是我对于圣经上不能深究，只是耶稣的救世精神，却能埋藏在我的心中。今日既然要问有关本教的教义，我当尽力回答。继佛现在犹无护灵，蔡生你就问于先进吧。蔡生遵命。耶教以博爱的救世精神著名，不知大德对宗教的义有何见言？是否能赐予金言玉语？善是好的。耶教是以传爱宽大为宗旨，我想人最主要的是要有信心与平等性质，那么一切不平的念头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只要人能够接受神的感召，领悟到神的心境，心灵自然得到安详，温暖的气息就会永远萦绕在人的心扉，人的心自然没有枯燥与烦闷，因为伟大的神会将这些枯燥与烦闷的因子从人的心灵中拂去，人也不必再为委屈而怒吼，为痛苦而叫屈，而且一定能够在幸福的乐园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原地。如此，人为生命奉献便没有半点吝惜，为信仰牺牲以致殉道而没有半点痛苦与埋怨，因为你的呼吸都能嗅到神的勇气与信息了。神常常要我们勇敢地站出来，去点燃生命的火花，来普照社会的温暖，
神还要我们以这种温暖的心去滋润已经失落与枯燥的心灵，让他们能与我们一样充实。因此，有爱心、有佛性的人，不要为了自私而离开了神，不要为了享受而禁锢了自己。因为光明的前程就在每个人的眼前，正等待着你，等待你去踏上。只要你踏上它，而不畏怯的缩脚，光明的神就会永远呵护着你。我希望彷徨的人们快走出你的怀疑之门，快踏上你的信心之路吧。你的罪神将会为你洗清的，你的罪神也会赦免你的。蔡生大德之言，沁人心弦，感人至深，像一股温暖的洪流，灌入一潭冰冷的湖中，像一阵河西的光，照满着大地，使黑暗与阴霾之气烟消云散。相信里此恳切又真诚的言语，能使人们抓住真实的勇气与信心。恳切同恳切，使失望的人们能在死神中夺回了自己，使学道者有大无畏的精神，迈向目的的真实发挥智人勇的毅力。善事如贵堂在严格中所记载着，贵堂堂主邱先生为建设圣贤堂所历尽的风霜与苦难，不是皆在大无畏的精神下所创立的吗？蔡生的确也是，前几天在中华日报中尚被登载表扬呢。善事很抱歉我没订阅中华日报，故不知其内容，但我亦听说贵社社长义务在贵社负起责任，服务社会，大功大德，一行良范，真是令人钦佩。此时有一位小孩走到善事的身旁，呼叫爸爸，但是又被一位中年妇女牵回，并约你爸爸疲劳，让他休息一会儿，不要去打扰他。本来祭佛即要将善事安魂定魄，现在反而又安心了。蔡生我曾收到一封外甥的来信，他在最后的祝福里写上以马内利，请问以马内利是什么含义？善事以马内利是上帝与我同在的意思。蔡生这怎么解释呢？善事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所以这件事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就是圣灵的降世，他就是救世主。你们尊称他为以马内利。其实人人皆的上帝的圣灵，故人人当时时秉持良心而与上帝同在。蔡生原来如此。我常常看到有一排标语，上面写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我的人必能得救。我想这些话含义至深，肤浅的人是不能明白个中含义的。善事，那么就由你的看法来分析吧。蔡生在大德的面前真是献丑，但是为了著书谱话，我就说吧。讲得不好，还请大德能够指教。善事，哈哈，你客气了。蔡生那里，我想耶稣的降世是因当时的人们已在罪恶的深渊之中，
迷失了真我，蒙蔽了本性，所做的事尽是贪心、嫉妒、虚伪、忤逆、憎恨，与本来面目远离。所以耶稣因爱世人，为了解脱世人的痛苦，降世到人间来，传布真理，承担世人的罪。耶稣一生所做的、所行的，立下了榜样，就像一条光明的路，所说的都是真理，要人爱的是真生命灵性、真我，因此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信我的人必能得救。可是信我的我，不是信形象，也不是信口号，而是信奉他的精神。善事，哈哈！耶稣就在你的心中，你能步上耶稣的路，怪不得你能领悟耶稣的真意，真是太妙了。这就是唯一的路。蔡生氏的唯一的路与佛云不二法门相同，自我没有两样，每人皆有真我，佛性，行乎真我，佛性，这就是路了。善事，哈哈，的确不凡，玄妙，玄妙，不愧为圣贤堂正鸾。蔡生感谢耶稣基督的赐予，便我领悟到他的真理。还有耶教上有一句话说要爱我们的敌人。善事是的，上帝告诉我们，受人欺负，不要报复，假使有人掌掴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要转给他打。有人要夺取你的衬衫，要慷慨的连外衣也给他。如果有人逼迫你走1里路，你就要走2里路。蔡生付出就是得到，假使人人都能遵照上帝的话去做，人间不就是天国了吗？宗教也没有互相毁谤，人们也没有互相欺瞒，人心也没有互相妒恨。善事，所以人不能不遵照上帝的话去做。人本来在天国生存，可是有的受不了外缘的诱惑，又纷纷将自己迁移到心窍的地狱去了。因此人们要想回到上帝的身边，就赶快祈祷忏悔吧。蔡生怎样祈祷忏悔呢？善事祈祷不必拘束任何环境，只要一颗至诚的心，将心里的话、忏悔的心献给上帝，就是祈祷了。蔡生那怎么说？是不是可以示范呢？善事就这样说吧。我的天父哪，请您宽恕我，洗刷我的罪过。我将以信诚的心追随您，步入您的后尘，迈向光明，以我的爱去感化别人，以我的爱去帮助别人，以我的爱去接受别人。主啊，愿我能常追随在您的左右。阿门。蔡生太好了，圣灵的光已经照耀着我的心灵。可是阿门是什么意思？善事就是心愿如此的意思。祭佛好了，今夜因时间的关系，就此结束吧。待我念动真言，将你安魂定魄。此时在祭佛的法力之下，此位中年善士亦渐渐苏醒了。今日云游就此，蔡生坐稳莲台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了，
请恩师启程。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人间游记531 HTML 17游浮鸾，访开鸾，真曰玄机。又求理，却昧理，实曰可悲。18九赌实书，不赌不输最高招。格物修身，引为慎独防未然。19论三世转轮原理，正因果报应法则。20天理昭彰，报应丝毫不爽。因果循环，消冤解孽成当。21修真道，大仙术前因。寻报应，阴魂翻物理。加017人间游记第17回。游浮鸾，访开鸾，真曰玄机。又求理，却昧理，实曰可悲。济公活佛降，壬戌年3月23日、16日4月1982。诗曰：教化众生如山灯，5分热度难就诊。道驾慈航飞而细，一脉永长贵有恒。继佛弘教布道者，当要有一颗永恒的信心及牺牲服务的精神，方是一位成功的布道者。倘若只有5分钟的热度，那么无异如一盘散沙一般，怎能引导人心归于正途？甚有者每日大谈修道，闭门造车，口说心不行，心量狭小，却说大成，依无看来，空谈而已，不知入圣门修圣道之精神。每日希求神圣赐师，或指点迷津，或求问因果，如此修道，依然凡夫一个，对自己的心性不但无益，好像以羊汤求止沸一样，自离大道，自悟道成。须知修道是自然永恒之事，若以炫其华宠取众之举，皆是短道，非是永恒之道。今日圣贤堂之普化、道运与使命的变迁，亦应该以釜底抽薪方法，使人人皆能突破心性的障碍，进而达到明心见性、自信自度。因此，现在圣贤堂扶鸾阐教，圣神仙佛每用尽苦心，极力提升鸾门修人的悟境与智慧。若是修道之人依然不修不悟，那么亦是于道无补，自迷门外。对于修道之事，亦只能望梅止渴而已。蔡生恩师有感而发，实是对矣。今日修道之人，有者喜观玄机，有者喜观显化。若是道场如夜市，那么热闹纷纷，依我看来，别人一定会说香火旺盛。继佛贤徒汝讲的亦甚为好笑。难道你亦希望将道场变成夜市吗？蔡生哈哈。那么真修道客，恐怕早已劳燕分飞了。继佛哈哈。果然你有智慧，那么闲话少谈，还是开始著书吧。蔡生遵命。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已到了。
蔡生前面一道毫光，冲破九霄。哦，原来是鸾坛，怎么如此巧？呵，堂内亦正在扶鸾阐教。呵，平时于途皆是扶鸾让人观看，今日却是观人扶鸾，台上人惊成台下人，实是妙矣。祭佛现在有神圣前来迎接，贤徒你赶快整齐衣履，不可失仪。蔡生遵命。此时 XX 堂副主席玄天上帝已经前来迎接。副主欢迎祭佛带贤身驾到，请入堂内小坐。祭佛跪堂正在扶鸾，非常忙碌，道兄，汝就不必如此厚礼。副主那里？祭佛与贤身为著作《人间游记》，千里奔波，不辞辛苦，此种精神实令人钦佩。今日又带蔡生前来，使敝堂更增光彩。蔡生多谢恩主厚爱，真是担当不起，下身职责所在，事无辛苦。可说今日观贵堂扶鸾状况，方知神圣为度众生，更是辛苦。副主哈哈，此亦是职时所在也。祭佛贤徒，我们入堂吧。此时祭佛与蔡生进入堂内，受堂内神圣热烈欢迎，堂内司礼神意。急忙献上佳茗茶果招待，祭佛与诸神圣互相寒暄。蔡生看来贵堂修士皆是老前辈者多，真是道根深厚也。副主哈哈，只是老修身，非是老前辈。蔡生恩主真是谦虚，明明是老前辈，却说老修身。副主那里？圣贤堂年轻辈出，普化事宜，屡见奇功，方受人钦佩。蔡生年轻道根浅，还是不如老修，道志坚定。副主此意事不能一概而论，你若是不信，现在吾带你前往观看敝堂鸾生之修行素质吧。蔡生如此甚佳，那么现在就启程吧。此时玄天上帝与蔡生共乘云辇，向堂外而去。副主贤生，你看前面正于室内整理账目之中年人，以前道兴盛，为勇猛，经常为盛事出钱出力，但是前年事业不顺，被空头支票拖累，目前尚在抱怨神圣无灵。现在不但不劝人为善，反夸下海，口说科学时代无神无鬼，更对父母不敬，造下无边罪业。蔡生真是不明道理呢。副主所以修道之人，若求显化，或求玄虚者，心性大都上者愚迷，不能自信自度。今日此位中年人，正是一个借镜也。蔡生恩主讲的是也。副主贤生，你看今日到处甚为热闹，你知是庆祝谁吗？蔡生是庆祝天上圣母圣诞吧？副主是也。现在的人敬仰天上圣母，不以真实救世的行动来表示敬仰，却以大吃大喝的行动来表示敬仰，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怪不得众生就是众生，何日能醒？此时副主席玄天上帝又发现一位该堂修人。副主前面坐于餐桌上，穿白条纹衬衫，这位中年人嗜酒如命，本来身体不佳，现在又不知节制，一旦戕害身心，便到圣堂求药方。蔡生哈哈，一面喝毒药，一面喝解药，不要喝毒药，不必求解药。副主众生愚痴，现身井坑，明知自投，神圣因而难渡。蔡生是也。此时副主席又带蔡生另访市区而去。副主前面这家贸易公司的老板本来到兴盛家，但是目前生意好，赚了不少钱，现在又金屋藏娇，且经常穿梭于酒家舞厅之间了。蔡生哈哈，酒家看成道场，舞池是为鸾堂，难道这也是道考吗？副主这些皆是天机，当不便讲明，当然亦有自己宿世或符照应。如方才之情形，可视为顺考之一部分，其他尚有颠倒考、逆考、财考、种种之考，难以一言蔽之，但是修道之人只要信心坚定，精诚不怠者，自然神圣按住，定能突破层层障碍的。蔡生在考磨之下，神圣亦会按住。副主是也，但是神仙难救无命人，修道之人若是完全不真修实行者，那么仙佛亦是难以救度。蔡生那么修道者，是否亦有宿世因缘？副主是也。修道之人大都有因缘感召，此因缘感召就好像前世记忆的翻新一样，当一位尚未入道门或圣门修道者，可是在偶然的机会中，或得善书，或遇道门，或遇鸾堂，就如同顿觉找到自己的家乡一样的亲切。倘若没有这种因缘的感召，自然对修道的向心力很微弱。正如有一句寄语：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法虽广，难度无缘之人。此就是最佳之明证。蔡生可是众生皆有佛性，副主是也。可是众生之佛性，有者深埋，有者浅埋，有者根深，有者根浅，受种种冤业外缘障碍，因此难度在此。蔡生的确也是。副主好了，就访到此吧。我们准备回堂。蔡生好的。此时副主席又与蔡生共乘云辇回堂。当蔡生下云辇时，继佛贤徒你去参观了，感想如何呢？蔡生咳，酒色财气，令人利令智昏，也有蒙蔽本性，也有为父不仁者。继佛所以，贤徒现在虽然穷，但是穷能知足方是道心，富又不足就是迷心。尤其作为一位正鸾者，要在平凡之处显出不平凡的节操与心境，不可自视抗高，因为名望、地位、金钱、欲情如洪流大海，
常常将修人的本性淹没，所以你当时时保持这份平凡的心境。蔡生恩师的训诲永志民心。祭佛好了，今日著书就至此结束。蔡生准备回堂吧。此时祭佛向主神告辞，主神命全体神圣送驾。祭佛与蔡生坐在莲台上飞速返回。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18人间游记第18回。9赌10输，不赌不输最高招。格物修身，引为慎独防未然。济公活佛降，壬戌年4月初6日，29日4月1982。诗曰：财宝之贵著信中，弥逐外物真人伤。轮回不觉相极界，再悔恐迟到难逢。祭佛财宝之物，人人皆爱，人人皆珍，可是所珍乃是假宝假财而已，却不知真财真宝住于自身方寸宝地之中，只有在自心方寸，方能寻到，方能得到。今日之人，自己知方寸宝地有珍宝珍财，却不知珍惜，因此渐渐遗失，反换来假宝假财，更加添罪孽，负债孽债，终将沉沦。上是不知不悟，还在沾沾自喜。可众生等你3寸气断，金银难换珍宝身时，后悔已迟。倒不如在生之时，便打开心窗心门，接受神的福音，不要自作聪明，蒙蔽本性，自障慧根，自弃大道。蔡生恩师之言，于途亦有所感。今人真生真死，真财真利，唯有悟人超生了死，能明大道，能化众生。祭佛因此迷人贪财贪物，真享荣华，殊不知真享荣华者，沾染浮华的习性，终被浮华所困，误人流血流汗，为洗众生之罪，终将洗清自己之罪，清净自性，逍遥甚境。两者差别在此也。蔡生时是对矣。因此众生是修道为苦为愚，悟人是众生不修为苦为愚。祭佛贤徒你说的是呀，那么现在就开始灵游人间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蔡生前面一片浊气，原来是赌场，哈哈。恩师不是带我来学赌吧？祭佛难道你想学习吗？蔡生这倒要恩师赐教了。祭佛哈哈。那么现在吾告诉你吧。俗云10赌9输，其实9赌10输方正确，其意义就是说，赌博玩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赢，就是开赌场抽赌的人能赢，但是抽头赌者终将输去道德，输于法律之制裁。所以赌博不想输钱，不赌就不输，
这就是赌博不输的最佳法宝。蔡生哈哈，难怪众生要称恩师为活佛，不赌就不输，这是最高明的赢术了。况且赌博所赢的不义之财，皆花费于吃喝玩乐中。如此失输人失输义，到最后人财两失输。继佛，那么你要不要学？蔡生当然不学。继佛哈哈，那么你已经赢了。蔡生哈哈，说的是呀。眼观前面桌上筹码凌乱，烟雾弥漫，有者口嚼槟榔，嘴上衔着香烟，但是讲起话来还能滔滔不绝。站在门旁有位先生，脸上经常挂着一丝丝的微笑。继佛这种假寐的微笑，就像一朵人造花，无论它如何的巧办，但总是比不上鲜花的真实美。蔡生恩师之譬喻实在妙极了，我想今日社会道德是为抢劫案件屡有所闻，大概与此赌博有关吧。继佛一个想要抢劫的人，犹如拿刀杀父母一样的忤逆与残忍。蔡生此何以解说？继佛抢劫者，阳律与明律，判刑最重，尤其在东窗事发之后，父母伤心难过，痛不欲生，难道这不像刀割一样的痛苦吗？蔡生的确也是，但是他们为何会为赌而走上绝路呢？继佛赌皆由贪欲而来，贪得无厌，养成贪玩奢侈的习性。一旦输钱，起初便向家中偷钱，或典当财物，或向朋友借贷，以致越陷越深。有时赌债如山，在债主催债逼迫下，这些负债的青年往往就像一只呆宰的羔羊一样，而一时迷失了理智，才会犯下了滔天大罪的。蔡生真是可怕，小过不改，到时大过难改，就像一道堤防，有了小洞不补，到时越泄越大，一旦决堤发生水灾，便不堪收拾了。继佛人在小的时候，往往就像一张白纸，当他染上污点时，作为父母者应该速予抹去与矫正，可是有些父母往往不施以教育，反而袒护骄纵，使他们种下了罪恶的冤首。清朝时代就有一位被判死刑的大盗，在临斩之时提出一项要求，就是要吃母亲一口奶。官府之人答应其要求，但是想不到此位大盗竟将母亲的乳头壳断，使群情激动，在监斩官的追问之下，此位大盗俯首而曰：当我在小时候有一次偷取别人财物时，被母亲知疑到了，不但不教导我，反而高兴，更将所偷的财物给予收藏，以致习染已成，种陷越深，今日方沦为大盗。大盗言尽，母子痛哭流涕，旁人闻之，莫不鼻酸。蔡生的确不信，我想这些赌徒现在心智正浓，但是他们的
家人一定盼望他们早日归于正途的。即佛是的，坐于墙角，这位中年人依三师神记载，已是成家立业，奈于去年交友不慎，迷上毒瘾，自此难以自拔，家中父母常为此焦虑不安，五内俱焚，家中贤妻亦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蔡生恩师妙法无边，如何不救他呢？即佛解铃还须系铃人，自救人救，自己不救，谁贺能救？修道亦是一样，自己不修何能成道？因此当他尝到苦果时，就会颇然悔悟的。眼前这些都是彷徨无依的人，是受到魔力的诱惑下才会如此的。老衲真为这些人感到可悲。蔡生，我想这与因缘相照有极大的关系。即佛，你说因缘相照，是否有感而说呢？蔡生，是呀。譬如一位嗜烟及嗜酒的人，一旦发现烟酒，便会有特别的喜爱。嗜赌的人亦是一样，一旦发现有人赌博，便会有跃跃欲赌的癖好，此不是因缘相照吗？即佛贤徒，你说的亦是有理，无形的灵识的确微妙，所以一个想赶去癖习的人，如脾气毛病、烟酒毒瘾，他们需要定静与格物的功夫，就如神秀所曰：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此是心性染着物欲者必修之过程，因此需要时时拂拭以染着之尘埃，使本性能够归于光烁烁、圆坨坨。但是六祖慧能，本性清净，魔所染着，又常生智慧，故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无染者因是无一物，因本清净，所以不沾尘埃。因此，一个有癖好贪欲的人，要改去癖习，需要定静的功夫；一个无癖好贪欲的人，也更要以定静的功夫来降伏妄心。蔡生定静的功夫，并防患未然，能使一个不嗜好吸烟或是喝酒的人，或是赌博的人，当他们看到香烟、美酒或是赌场，心性一点也不受影响。即佛可是这个万花筒的世界里，就像一个大染缸，谁能看空酒、色、财、气、爱、恶欲，保持心不染着，当然就能达到本性的清净。但是能达到此种心境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若非大智大慧的人，实难行之，悟之。蔡生，那的确是呀。现在这些人赌博心智正浓，我想他们都应该早日归于正途，为家庭、为事业、为国家尽应职责。即佛，金钱不能使人得到一切，无法使人获得一切，更无法使人拥有一切。人虽有地位不能平等的分别，但是在心灵深处却有一项真正的平等，就是自性平等。
所以人要追寻平等，不要往外物追求，应该多向自心中领悟心灵的平等，才能得到真正的喜悦与平等。蔡生恩师之言，深具佛法三昧，世人当要细心体会，不要再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了。记佛好了，今夜著书就此吧。坐稳莲台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记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19人间游记第19回，论三世转轮原理，正因果报应法则。济公活佛降，壬戌年4月念6日，19日5月1982。诗曰：科技发达神论非，胡作妄为多吃亏。因果由来明明报，莫说迷信信命为。继佛进世以来，科技渐残发达，因此作孽之辈大畅无神之论，不信因果之说。但是不能因迷人不信因果，就没有因果报应。只是有些作恶者迅速受到报应，有些作恶者却仍然逍遥法外，这些作恶者所以未立刻受因果报应，乃是前世积德，或是受祖德于因之庇佑，因此不速受因果的惩罚。如果不明此点，而否认因果，自意继续作恶，那么便有余殃，等着你去接受应得的惩罚，这是无法逃避的。就像歹人可以暂时的逃避警察，可以暂时的逃避法律，可是永远无法逃避自己的阴影与良心的谴责。作恶之徒大多是情绪低潮，冲动一时，而迷失了本性，虽然有些马上受到法律制裁，有些逍遥法外，可是逍遥法外者，不要就以为是人不知，鬼不觉，而在逞一时之快，须知有如此之念，将会为你带来无限的悲哀。现在吾来讲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位强盗，遇到一位出家的比丘和尚，享乐赎钱财。此时这位比丘流下了眼泪，使这位强盗哈哈大笑，而曰：想不到你这位出家人竟然也会为了一些财物而伤心流泪。此时这位比丘慈悲而曰：我对有形的肉体都没有多大的珍惜，怎会舍不得一些财物呢？我所以流泪是可怜你，不知你前世造时魔因，使你今日沦为强盗，又想到今日你还种下了大恶，将来要受更大的恶果，因此于心不忍，而流下了眼泪。强盗听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而恍然大悟，从此改邪归正了。蔡生恩师之言甚是，但是仍然有人问我，许多行善之人在生未得善报，作恶之辈在生未得恶报，请恩师能够有圆满的解释吧。继佛贤徒，你问得好，所谓因果可分为潜伏的因果与显明的因果两种。
潜伏的因果，因众生演绎，大都不能发觉，因为这是潜伏根性的关系，所以非具有大智大慧者，不能了悟，如修心养性培功立德，潜移默化，达到性命气禀的改造，而脱胎换骨。这些潜伏根性的心生，天上逍遥，因此根性的因果是决定性的。如人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豆不能得瓜，种瓜不能得豆一样。这是行因制，默默行善的因果。而显明潜性的因果就不同，人往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体验出来。在善的方面，如今日你救济别人，帮助别人，你就能够得到别人尊敬，受人拥护的回报，这就是福德。在恶的方面，如今日打人、杀人，他日终会被打、被杀。今日为非作歹，不遵国法，他日终会受到牢狱之灾。今日生气怨怒，他日终必自伤身心。太上感应篇云：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即神已随；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故即人与善，是善，行善，一日有三善，3年天必降其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3年天必降其祸。又古德有云：行善必昌，行善不昌，祖上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作恶必殃，作恶不殃，祖上必有余德，德尽必殃。蔡生如恩师之言，因果之报，只是时间性的问题。即佛事的，只是来早与来迟而已。如种植松树，需经数10年，方能开花结子；种植果树数年就能开花结果；种植稻谷，只要数月就可收割；种植蔬菜，只要数10天就可收获。因个人所种的因不同，有的数10天，有的数月数年，就的应有的果报。如今日圣贤诸生及圣贤杂志捐印者，皆是圣贤杂志幕后功劳者。为传大道，不计私利，牺牲忍辱，种下广大善因。但是此种广大的善因尚在萌芽阶段，而宿世业缘却在此世成果。因此行善之人往往一面消业，一面行功，如此作为，凡夫俗子便以为行善者未得善报，其实这些人为悟大道经为而已，须知修道之人，将来功成业消，正果成真，这些凡夫俗子怎能悟出呢？蔡生是也，恩师之言，世上修道之人，当要深深的体会，不可一味袖手旁观。若看他人真诚修道，自己方行一步；若看修道之人退志，自己亦随之退志。更有迷昧之人，若观他人行善能得善报，自己方行善道；若观他人行善未得善报，就不再行善。其实善恶因果已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凡夫俗子演绎，怎能观出呢？即佛贤图，你讲的是也。
所以修道之人，若是以等待的心理来行道，此种人最为愚痴，不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心中，他人行善作恶，与你并无多大的关系。蔡生实是，众生若是能够悟得此理，便不是众生了。可是有些人尚在怀疑，徘徊门外，真是可惜也。祭佛好了，今夜时间不早，我俩准备临游，闲途坐稳莲台吧。蔡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蔡生怎么那样快呢？祭佛就地取材吧。蔡生此家庭充满祥和晕阴之气，楼上安奉家庭佛堂，画匾上奉的南海古佛，庄严妙香，佛光灿烂，三尊雕像，分别是关圣帝君、济公活佛、吕先祖，想必是修道家庭。祭佛是也。现在修道家庭不少，家家生佛。蔡生哈哈，家家生佛，那么楼下客厅这位师姐怀中所抱的大概是佛子吧。祭佛现在的人很敏感，物意不同，分别心重，因此我们不谈佛子之名，只说他的确是道根不凡的善灵。蔡生的确也是，我看这位婴儿慧性颇高，这根深重，那么请问恩师，修道家庭之婴儿是否皆是道根深厚之人？祭佛这不一定的，倒要看因缘、根基、祖德，此家庭修道已达数十年，因此根基祖德深厚，故得道子之因。若是方进道门，道根不深，那么机缘自然浅薄。蔡生说的也是，有些修道家庭家考不断，怨言百出，但是怨越修越烦。祭佛我们又到另一家吧。你看这幢别墅，是某大企业家的住宅。里面之大公子，现在尚于某大学就读，他的前世是清朝时代的大善人，在深造福乡里铺桥造路，此事可享尽富贵功名，但愿此事能够继续行善，积功累德，将来享受天福，超生极乐。蔡生原来如此，真是有德有福，怪不得亦能必因其父事业成就。祭佛山边另外这一家庭，有一股阴埋伏住，我俩过去观看。原来这家庭前世与人有冤，你看卧在手推车上的婴儿。蔡生我已看到了。祭佛此位婴儿在3世前是一位好吃懒做的流氓，后2世曾沦为畜灵，其间灵性受尽折磨，至今降在此家，就是此家无德，专言人知是非，不信因果，毁人名节，不敬常上，所以冥冥之中照应孽子报应。蔡生真是因果昭彰，报应丝毫不爽，那么世人若遇此种孽子难化情形，如何消业妖降呢？祭佛可在灶君前，或向上天，或于庙内发愿祈求捐应此人间游记，并实心忏悔，或行阴志，暗中行功立德，
帮助贫困。神灵暗助，自然可以将冤孽慢慢解除，家庭亦可以慢慢化为祥和。蔡生注印善书，能够消业化劫，即佛是也，但是亦不能说注印几次善书就能完全将业障化除。注印善书最好能够立下目标，发愿每月长期注印，或是以3个月一次，或是半年一次，如此下愿，不使善心失落，内外兼修，消灾化劫，比较能应验，将来亦可证道逍遥。须知现在圣贤堂普化职责与以前大不相同，注印功分当然提高，必有效验。好了，我俩又往他处去吧。蔡生好的。祭佛前面是将官府邸，蔡生怪不得我感觉有一股浩然正气。祭佛内面有位公子，正在勤读诗书，他的前世乃是元朝将士，因为在生之时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因此归空之后，曾在弃天之中享受天爵数百年，至今福尽，因此众降服的，若是此世仍然为国尽忠，那么福运无穷；若是贪污奸邪，卖国求荣，不洁身自爱，那么终会一失人生，万劫难复。蔡生真是可怕万分，身堕全在一念之分，操纵全在自己，是人能得人生，若不行3纲、5常、4维、8德，真是可惜也。祭佛，我们又往另外一家吧。蔡生于途听到前面此家庭有一位婴儿，好像啼哭不停。祭佛，此位婴儿智慧聪明，将来大有作为，可是此家本来注定无子嗣，只因父母爱子心切，因此或印善书，或神前祈求，终于感动上苍，天赐灵儿。虽喜获灵儿，但双亲必受6年精神折磨之苦，所以现在婴儿经常啼哭多病，若是再次神前发愿行善立德，可消业绩。好吧，今夜时间不早，就此结束，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100%加020。人间游记第20回。天理昭彰，报应丝毫不爽。因果循环，消冤解孽成当。济公活佛降，壬戌年闰4月初9日，31日5月1982。诗曰：盖观论定平衡修，有始无终困苦求。活形朝朝望眼看，后报铃声探心头。祭佛，信心是力量的源泉，因为无论是垂死的人，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他亦会感到满足与温暖。反过来说，假如年轻力壮的人没有半点信心，那么再多的财富给他，他还是会感到彷徨无依的。老衲今日说下此话，众生或且会问：
为何两人会相去悬殊？因为前者虽像一只平凡的小舟，可是有指南针的指引，心里有个依归与信心，终可到达彼岸。后者虽是一只美丽的船，可是没有指南针的指引与信心的力量，总会感到彷徨无依，而飘飘荡荡的。因此吾殷切地希望众生皆能提起信心，虽然在颠沛流离的时候，在困苦患难的时候，在生离百病的时候，只要你有生命的信心，那么你的一切都已具足，因为你们皆未缺少什么，只是缺少信心而已。蔡生恩师之言太好了，我想信心就像黑暗行走中的光一样，如果人没有这点光，眼前就会呈现一片黑暗。即佛所以说，真理经常在警惕与暗示着我们，可是众生仍然无视于真理的存在，像一位常有明亮眼睛的人，但却蒙住了视线。一路走去，只有负罪恶之徒了，反而盲人的眼睛虽然一片黑暗，可是他们的心中却点有一盏光明的慧灯。因此，人在福中不知福，无厌的贪求就是众生的大病，无形的心要众生仍然是欠缺的，所以要战胜邪恶，以善堪的普化是很有成效的。蔡生恩师语重心长，于途亦有同感，可是要以有尽的力量，要去传遍无尽的心灵，的确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佛只要点燃这把无尽灯，一传十，十传百，让喜欢光明的人皆能在光明的领尘中生活，就是尽到你的力量了。蔡生恩师说的甚是，希望这把无尽灯能够永恒不灭。即佛，那么你当时加油，使它永远不熄。蔡生吾当尽力而为。即佛今日就谈到此，我俩准备启程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即佛俗云盖棺论定，其意义就是说，人的善恶本性与否，不能在生前完全论定，死后才能判别，就像长途赛跑，不能只看起步，也不只是看中途，成功与否，完全决定于最后的终点。因此，古往今来的人人义士、忠臣孝子，能够名垂千古，皆因他们一生志节至死不变，所以才更令人敬仰。蔡生恩师所述甚是，于途常观有些修道之人，起初行道非常热心，但是一遇挫折困境，便将道心遗失。即佛所以说，佛与众生在此一别，有些半途而废者，就是为明大道、为明真理之人，无一真为此些人可惜。虽然现在修道行道之人甚多，但是能够有始有终、至死不变的人却是不多。蔡生如恩师所说，修道比喻长途赛跑，若是没有坚恒的信心，那么早已在半途休息了。即佛是的，我们也该半途休息了。蔡生为什么？
祭佛哈哈，没什么，是我们的目的的已到。蔡生哦，原来如此。祭佛前面就有一所消业障的活刑场。蔡生恩师所指的是前面这家医院吧？祭佛正是，我俩就地采访吧。蔡生现在已闻到一股化学味道很浓，眼见陈迹愁凉的病房，就像人间地狱一般。前面正好有几位医师手忙脚乱，原来是为病人开刀手术。祭佛人以为禽兽才有被宰割的一天，其实人类何尝不是一样，经常要受到刀俎之痛。蔡生的确也是，所以说人的生病就医皆有它的原因吧。祭佛其实大部分人是来此消业障的。蔡生恩师说的甚为有理。前面这位中年人依外貌看来颇有善心，为何亦会来此受皮肉之痛呢？祭佛依三师神记载，他此世虽是善良，但是他的前世是一位医生。在行医的当时，有位乡下人因为贫困，又患了急症，耽于急救，但当他送到医院时，因一时无法缴纳医药费用，此位医生便袖手旁观，不给医疗。待送往别家医院时，已因拖延时间，致使半途病情恶化而亡。此位病人亡后，因心愿不消，因此种下冤欠所报。这位患者此次肠胃溃疡来此开刀，则是来此解消业障的。蔡生医师有崇高的医德，才受人尊敬。如果只顾金钱，不以救世，精神行医救世，那真是不幸呀。祭佛此事能为医师者，浅见之人观之，好似努力的成果，不知亦是前世有修，又受天地无形的安排，方有成就。若是此事不习，生自爱，使医德渐失，医格堕落，将来还是逃不过因果的惩罚。蔡生这里有位年轻人，竟然也来此报道。祭佛现在的年轻人不重视生命的可贵，骑机车像驾飞机，经常演出壮志为仇生先死，常使父母泪洒金的惨剧，枉费国家及父母栽培的心血。蔡生的确也是，欲速则不达，有时反而易失手而成千古恨。隔壁这位中年人目光恍惚，精神好像未能恢复之状。祭佛冤欠所报背后皆有怨灵牵缠的。蔡生，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发现呢？祭佛让我用佛善扶出这位怨灵吧。蔡生，好吧。哦，果然有位女子翩翩然地出现了。祭佛这位女子就是来向这位中年人所报的，她潜伏跟随在这中年人身上已久。蔡生是不是可以与他通话呢？祭佛，好的，让他述出缘由吧。蔡生，这位女魂你好，我们已经发现你了，请你能出来跟我们讲话好吗？此时这位怨灵不理会蔡生的招呼，于是祭佛略施小法加于这
为女子的铃声，使这位女子觉得非常痛苦。女魂，我与你们无怨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既佛愿可解，不可结，你为什么要害这位中年人呢？女魂，我领有明令，要来索命的，你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管别人的闲事呢？女魂出言不逊。此时祭佛突然间现出丈六金身，佛光灿烂，女魂抵挡不住，痛苦哭泣。为什么要欺侮我呢？蔡生，不是的，我们是著作人间游记而来，想采访一些资料，以便达到醒世的目的，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说出你的苦因吧。女魂屋，蔡生，不要伤心了，快说出来吧。说不定祭佛可以解决你的困难，而且我们也没有许多时间。女魂说到，这个人真没良心。20年前，我在一家鞋厂上班，这魏晨 XX 是一家公司的外务员，因我长得颇有姿色，所以他经常以花言巧语来博得我的欢心。有一次约我到郊外旅行，我不疑有诈，当晚就被他沾污了。后来我对他百依百顺，所赚的钱及积蓄完全付给他花用。有一天，当我告诉他已怀有4个月身孕时，他竟然狠下心来，就此远走高飞，使我人财两空。我因气愤不过，他不仁不义，我又无颜面对亲朋，所以就喝下大量农药自尽了。当我魂归黄泉之后，一缕怨气不消，所以冥王准我夜晚时分回阳所报仇人的。蔡生，原来如此，那么你又怎样找到他的？女魂，这个说来话长，的确我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蔡生，可不可以告诉我？女魂，好的，因为我知道他好赌成性，一定会在赌场走动。15年前，我每个晚上寻遍各地赌场，终于在13年前的某一个晚上被我找到，我就紧跟其后，但是他阳气甚盛，所以我对他还是没有办法，只有一直在等待机会。蔡生，为什么？女魂，这大概与祖德有关吧。直到5年前，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又骑了机车在朦胧中摔了一跤，我乘虚而入，使他屡医不愈，最近又被家人送到这家医院检查，想不到会被你们发现。蔡生，那么你怎样报复呢？女魂，我使尽我的阴灵之力，压在他的魂魄之上，使他觉得心灵非常痛苦。蔡生，你这样做也不对，人皆有恻隐之心，为什么要乘人之危呢？女魂，不这样，我就没有机会了。蔡生，还是让祭佛恩师为你开示吧。祭佛灵，女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恩恩怨怨何时了？希望你能化去怨心。这位男子的灵念已经堕落禽兽之界，将来自受恶果。你不必抱怨不平，
希你早为自己将来设想，认真行善，助人为乐才是。女魂巫，多谢大佛开示，我生前片得未修，今日能听大佛说法，真是惭愧。祭佛灵身女魂，今日有缘在著作人间游记之时，你能够将你的受害经过一一述出，如果有心学道，不思过去恩怨报复之念，无当为你说法，收你为徒，你是否愿意呢？女魂，感谢大佛，感谢大佛。此时灵女魂跪下叩头谢恩，祭佛给予说法。祭佛好吧，你要好好修持，须知一切善缘恶缘，皆是宿世所造。只要万事看开，受期不怨，多学牺牲忍辱精神，有朝一日功成果满，可证九品莲台的。女魂感谢恩师开示，小女愚痴，恐难成就。祭佛灵身女徒，你在聆听，人人皆有佛性，故大道之修，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有精诚之心，自可克服万难，不可看轻自己。须知下等人有精进之心，自可成道，上等人骄慢成性，反而不能成道。有云富贵学道难，贫于修道艰，悉你好自谓之。此时灵女魂一时发出感恩之心，泣不成声。蔡生灵师姐，圣贤堂有许多坤道女修，虽然未读许多书，但是为道之志，不让须眉，希望你能多学他们的精神。今日你既然能与祭佛恩师结成师徒之缘，是你三生有幸。祭佛好话，今日时间不早，灵身女徒，我们要回堂，你要好好保重。蔡生做好莲台，准备回堂吧。此时灵女魂以感恩之心，依依难舍之情，与祭佛及蔡生挥手话别。蔡生心中怀着无限的祝福，愿普天下之人皆能弃恶从善，齐归佛道。就此一念之间，很快的圣贤堂已经浮在眼前。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